我娶了大学里的校花，有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但因创业失败，情绪变得异常暴躁，渐渐的迷上赌博，输得倾家荡产，不仅欠下巨额贷款，最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我准备跳楼时，突然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当我再次醒来，发现正在和妻子去民政局离婚的路上。重生后意外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却看到妻儿脸上的淤青和伤痕，感觉自己就是个混蛋，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小伙子，家庭琐碎都是一些小事，男子汉大丈夫，千万不能对女人动手。你这种把戏我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不要再演戏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浪子回头金不换，能改过自新就是好事。10分钟后，民政局到了，我和妻儿从出租车上下来，这时突然一阵头晕目眩，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画面。师傅，下个路口左拐，一定不能直行，哪怕你不听我的，被撞了之后也一定要迅速下车，不然很快就会被大火吞没。你这小伙子，我好心提醒你几句，你还诅咒起我，真是好心没好报，晦气。然而就在出租车经过路口时，右车道猛地冲出一辆汽车，司机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金小强的话，迅速从车上下来，同时他的汽车也被熊熊烈火吞噬。而此时的我已经和妻子办好离婚，从民政局出来，发誓从现在开始努力赚钱，让妻子和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时陈家的弟弟过来接姐姐，一把夺过姐姐手里的离婚证。离了好，终于跟这个杂碎离婚了，终于摆脱了这个人渣。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连累了你姐姐。狗东西，老子当年瞎了眼，居然会鼓动我姐答应你，看看你现在这德行，路边的乞丐都比你强。舅舅，你别再骂我爸爸了，不然我不理你了。金小强，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跟我姐没什么关系了，以后要是再敢骚扰她，我就宰了你。我看着他们渐渐离去的背影，内心感到很落寞。佳佳、轩轩，你们等着我，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起，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正是我那100万高额贷款的债主，宏源理财的老板李宏远。金小强，还有3天还款时间就到了，钱准备好了没？李总，我正在准备，麻烦您再宽限几天。小强啊，你也知道，给你的利息也不高，咱也就挣口饭吃，大家都不容易。你这都拖了好几个3天了，你总不能让我帮你垫这钱吧？再给我1个星期，我一定想办法把钱还上。那就再给你1个星期。我知道你赌钱又输了，又刚和妻子离婚，但这是你的事，到时还不上钱，就只能上门讨债了。我觉得李宏远这人还不错，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处境刻意刁难过自己，觉得应该帮他一次。李总，你等一下，5分钟后有人会去你那边以资金空缺的理由贷款500万，你最好不要贷给他，不然会血本无归。年轻人，咱们贷款也要经过层层了解和筛查，你当我是吃干饭的？我也是看在你对我不错的份上帮你，你要是信我，就不要贷给他；你要是不信，就当我没说过。年轻人脾气还不小，你不是喜欢赌吗？要不咱俩打个赌？赌什么？你要真的说对了，那我就给你减10万贷款；你要是没说对，那就相当于多借了我10万。好，但我有个条件，你要是输了，得先给我10万现金。好小子，那我就跟你赌10万，看谁能赢。说完挂断电话后，李宏远悠哉悠哉在办公室坐着，隐隐有些期待。这时助理带着一个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的男人走进来。李总，这是海宁网络的张总，他想找您商量一下贷款的事。张总想借钱，海宁网络应该不缺钱吧？公司的确不缺钱，只是近期公司有个大项目，资金暂时空缺不足，所以想跟你贷款500万。听到这个数目，李宏远惊讶不已，跟金小强说的一模一样。莫非那小子真会算卦不成？李总，500万用3个月，连本带利还600万，怎么样？张总，500万不是小数目，这么大笔贷款，我需要跟其他高层商量了一下。看来是我高估了宏源理财，大家时间都很宝贵。既然李总为难，那就算了吧。张总说完起身就往外走，这么大的客户让李宏远下意识想要稳，可血本无归4个字一直在他耳边环绕，自己居然会听信那小子的鬼话。于是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给金小强打了过去。臭小子，还真是被你给说中了。看来李总已经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那家伙很嚣张，我也懒得去热点贴他的冷屁股。李总放心就是，结果如何，明天即可见分晓。希望你没有骗我，他给的利息可是3个月100万。负债累累的我，和妻子离婚后，跳楼时被一道雷劈重伤，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为了挽回失去的妻女，我决定浪子回头，重新做人。晚上，我给李宏远打完电话后，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女儿轩轩打来的电话。爸爸，你今天晚上有地方住吗？我顿时感觉胸口堵得慌，这个被自己粗暴对待过无数次的小丫头，竟然还惦记自己有没有地方住。轩轩放心，爸爸有地方住的，你在家里听妈妈的话，等爸爸赚了大钱，就给你买好多好玩的玩具。爸爸加油，你是世界上最棒的人。听到女儿的话，身无分文的自己哪有地方住，不由苦笑一声。我就这样在大街上溜达了一晚上，
等到早晨，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李总，你这是一晚上没睡觉吗？我才刚醒来，你是不是暗中研究过海宁网络公司，研究过张重辉这个人？昨天的事情是不是有结果了？昨晚9点左右，海宁网络被爆出数条丑闻，基本上都是跟张重辉旗下的带货主播有关，好像还有一些产品吃死了人。昨天晚上我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事。今天早上，质监局和工商局查封了海宁网络，张重辉应该是完了，至少面临数年以上的牢狱之灾。李宏远想想3个月100万的利息，确实心动了。如果没有金小强的提醒，肯定会把钱借给张重辉，恐怕自己的500万就要打水漂血本无归了。没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我还想着今天才会发生。这件事还是得谢谢你，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要是没有你的提醒，我现在都没地方哭去。我只是给李总一个建议，具体决定权还是在李总手里。你也别一口一个李总了，这事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你金小强就是我李宏远的兄弟。你比我年长，我就叫你一声李哥吧。叫什么都行，只要你高兴就好。李哥，既然对赌有了结果，那你该打钱了吧？你这小子，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钱。小弟我现在还欠你100万呢，不谈钱谈啥？不过那100万你欠着就欠着吧，也别跟我谈利息，你这次相当于救了我一命。好的，李哥，那等我钱赚够了就还你。把你的银行账号发过来，我这就把钱给你转过去。我略微松了口气，还真怕李宏远不认账，说明李宏远人品的确不错，以后倒是可以带他一起发财。很快就收到了银行入账短信提醒10万元，于是我找个地方租了一间房子，又花钱添加了一些家具家电，安置好一切后，时间已经快晚上8点了。我没有休息，直接来到体育场，因为2天后顶级歌手林嘉华会在这里举办一场演唱会，但因为丑闻曝光，导致人设迅速崩塌，售出去的门票寥寥无几，票价从1001张跌到110张。要不借这个机会带李宏远，那家伙现在恐怕还是浑身冷汗。鸡兄弟，又有什么好事情？李哥，想赚快钱吗？鸡兄弟，又有新买卖了吗？不知道为什么，经历了海宁网络的事情之后，李宏远特别信任金小强。赶快带上钱，越多越好，现在就来体育场。我说完就挂断电话，抬头望向寥寥无几的售票厅，网络上热度榜排名第1已经被林嘉华的信息刷满。等到李宏远匆匆忙忙赶来后，2人直接来到售票窗口。鸡兄弟，这么着急让我带钱过来，有什么好事吗？林嘉华演唱会的门票。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来的路上都已经知道了，林嘉华被爆出了许多丑闻，演唱会恐怕都不能举行了，你还要买他的门票？我不但要买，还要拉着你一起买。李宏远听完转身就要走，还以为是什么好事呢，原来是来当票贩子。李哥，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以后别怪我说没带你一起发财。鸡兄弟，我感谢你之前把我从县衙上拉了回来，可你不能又把我推下去啊！相信我准没错的，错过可没有后悔药吃。林嘉华这演唱会恐怕没法办了，你告诉我，你凭什么认为倒卖他的演唱会门票能赚钱？凭我能掐会算，我真的会算卦。都他妈什么年代了，你还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还是那句话，李总要是信我，那就跟我赌一次；要是不信我，那当我什么也没说。好吧，既然金兄弟有如此雅兴，那我就舍命陪君子玩一次。售票员正在刷着关于林嘉华的丑闻，按道今天这票是没法卖的，不料这时却看到2个男人走过来。2位先生有什么事情吗？你好，我要买演唱会的门票。买谁的票？你说呢？你这里还卖别人的票吗？售票员心里一惊，心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2个冤种，估计这2个人还不知道林嘉华发生了什么事。2位想要几张票？什么级别的？我要中等座位，900张。我没听错吧？你说要多少张？我也要跟他一样的。你俩是真的要买票，不是逗我玩吧？有什么问题吗？李总，我叫你来不是发小财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其实不用非得我买票的，你要是想多买几张，我可以把钱借给你，不用急着还，也不用算利息。最后一次，你要是不信，全当我没有说过。我是真的想带他，通过他结识一点人脉，可惜堂堂一个公司老板，经历了海宁网络的事情后，还是这么小家子气。多少钱一张门票？售票员下意识的就要说1000，中等座位也的确是这个价，可是看到网站上已经变动的票价之后，那个签字又被迅速的咽了回去。现在降价了，只要100元一张。那就给我来5000张。你要5000张？你确定吗？售票员很担心这2个大冤种事后会找自己麻烦，不过想到数千张门票的巨额提成，还是摒弃了这个念头。票贩子想赚钱，赔了也是活该。废话少说，快点出票。售货员很快就把5900张门票交给了他们，全部都是中等座位，靠前和靠后的都没有选。李总，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准备了多少钱？没带太多，只是准备了200万。可惜了，你只买了50万的票。我心想，不说200万，哪怕是拿1半钱砸进去，李宏远这次都能赚得盆满钵满，至少翻倍是肯定的。奈何他没有那个魄力。你觉得我买的票少了吗？回家吧，明天等着看新闻就知道答案了。说完，金小强就挥手往外走，准备回家好好补个觉。昨天晚上一晚没睡觉，身体感到很疲惫。离婚后，我突然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一句话帮助高利贷老板损失500万。为了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我决定当一回黄牛票贩子。
带着李宏远来到体育场，购买了顶流歌星林嘉华的5900张门票。晚上回到自己租住的房子，抑制不住想要去看看妻儿，自己就是个猪狗不如的混蛋，不配做丈夫和父亲。轩轩刚出生时，恰逢自己创业失败，沉迷赌博自甘堕落。如果没有妻子陈家的辛苦养育和操劳，轩轩没有被饿死也要被自己打死。第二天早上，又被李宏远那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李总这个点给我打电话，该不会是要请我吃饭吧？爹，你就是我爹，别说吃饭，吃啥都行。李总这么稳重的一个人，怎么一夜间转性了？我肠子都悔青了，昨天就该听你的买200万的票。你有没有看新闻？现在网络上都是关于林嘉华铺天盖地的信息。我没挂电话，打开新浪微博看了下，果然跟自己对未来的预知一点没差。热搜上全是关于林嘉华的正面新闻。昨天那个被他抱着睡觉的少女，原来是他的亲妹妹。至于吸烟，那是一款高度仿真的电子烟，甚至那款电子烟品牌都被这一次的舆论给带火。一夜之间，林嘉华的负面新闻全部销声匿迹，而林嘉华的首次个人演唱会也将如期举行。看来林嘉华的演唱会门票这次要卖疯了。你这不是在嘲讽我？昨天没有听你的话，200万全买票。现在的票价已经恢复原价了吧？是的，不过举办方没有趁火打劫，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只是恢复原价而已。李宏远狠狠地给了自己几个耳光，按照当时的票价，这要是全砸进去，至少可以翻10倍。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你既然知道会这样，那你昨天为什么不多买一些？哪怕我先把钱借给你也行。借钱不是要欠你人情吗？人情值几个钱？我确实很清楚，人越是走到一定的高度，就越会明白人情债最难还。晚上7点，我按照2人的约定来到体育场，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长长的排满购票的粉丝。来到购票大厅，看到李宏远还带了3个兄弟过来帮他一起卖票，不过倒是小心翼翼，紧张无比。金老弟，多少钱卖1张票合适？我们是正大光明的卖票，你这么鬼鬼祟祟的干嘛？我这不是激动吗？再说当着人家售票厅的面当票贩子，总归是有些不合适。2000元1张吧，少了没意思，多了不合适，会被人骂被人打的。2000元？你确定要这个价卖吗？怎么，你觉得价格低了吗？我们100元1张买的，2000元1张卖，直接20倍的差价，5000张全部卖出去就是1000万，发大财了。就在这时，售票厅那里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线下的票看来已经卖完了。我朝李宏远使了个眼色，然后就在一众狐疑的目光中，大声喊了起来：顶流歌手林嘉华演唱会门票，2000元1张，2000元1张，先到先得。新鲜出炉的门票，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很快，我和李宏远等人就被人围得水泄不通。发现是真的门票之后，哪怕票价是2000元，也依旧被争先恐后的抢光。李宏远之前还担心卖不出去，毕竟正常价格是1000元1张，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早知昨天就该多囤点门票。当昨天的那个售票员带着保安匆匆赶来时，5900张门票几乎快卖完了，还有人不死心的一再追问，这让售票员气得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因为昨天分配给自己的票已经卖完了，看到昨天的2个大冤种就这样大赚特赚，按照现在的票价，6000张票自己不知少赚了多少钱。原来自己才是那个大冤种，已经后悔死了。你们票贩子不能在这里卖票，不然我报警抓你们。你看见谁卖票了？是他们非要找我们买。总之你们赶紧滚，别让我再看见你们，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你说话放尊重点，你要怎么不客气？我们只不过赚了上千万元，你就这么眼红？谁眼红了？还不是靠我家嘉华赚的。滚滚滚，赶紧给我滚，不然我叫人打你们！我眼看他们2个吵着就要动手打起来，票已经卖完，钱已经赚到，怕惹麻烦劝了劝李宏远，就麻利的离开了人山人海的体育场。你那些兄弟呢？都已经走了。没给人家发个红包？发了，每人发了8888元。真抠，赚了上千万都不能给人凑个整。这不是凑整不凑整的问题，关键是寓意好，全部都是发。万一他们借了我的气运，也遇到金老弟这样的人呢？李总，这马屁拍的也太明显了吧？你是真牛逼，我真想跪下来抱你大腿。别，我的大腿细得很，抱也是女的抱。当初要是真听了你的话，现在赚的就不是1000万，而是4000万了。这次除去成本9万，我也赚了171万。我把欠你的钱连本带利还给你，从今以后咱俩就两清了。金小强，你是瞧不起我李宏远还是怎么着？说句老实话，你能不计前嫌的带我赚钱，我心里已经很愧疚了。你真要让我给你跪下，你才乐意？李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码归一码。我之所以跟你合作，也是因为你之前帮过我。行了，你非要跟我两清的话，那就把那100万还给我，我也把我赚的这些钱给你。从此之后，咱俩大道朝天，各走一边，就当没认识过。这么多钱，你舍得吗？不舍得又能怎样？我李宏远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人。行吧，我现在手头也不宽裕，那我先谢谢你，以后我们一起发财。就是这个意思，希望你以后能继续带我发财就行。其实从海宁网络和当黄牛2件事上，李宏远已经看出金小强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以前的金小强完全就是扶不起的阿斗，臭鱼烂虾一只，社会最底层的渣仔。可现在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志主在握，胸有成竹，一切尽在掌控中。李哥，我跟陈家已经离婚了，他可能会去你那里还钱，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老弟，弟媳那样的贤妻良母，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你可不能辜负人家。离婚是结尾，复婚才是开始。这一次，我会给他最好的人生。我靠预知未来的能力，带江湖大哥当黄牛，让他轻松赚到1000万，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这样轻易被我收服，免去了我100万的高利贷。但已离婚的妻子陈家却丝毫不知情，每月发工资都会第一时间去还高利贷。陈家来到宏源理财，拿出一个装有3000现金的信封给助理，除了留点生活费，这就是他1个月的全部工资。陈姐，你这是何苦呢？为了金小强这种渣男败类，我不准你这样说他，这是我的事情，跟你无关。我看你过得这么艰难，长得又这么漂亮，劝你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住嘴！你又没结过婚，你懂什么？他打你骂你，你还要帮他还钱，关键还看不到希望，孩子也跟着你受委屈。人家都说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别再说了。离婚吧，陈姐，以你的条件，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我们李总资产就好几百万，人就很不错。住嘴！女人要懂得最起码的礼义廉耻。陈家是一个很体面很要脸面的人，哪怕沦落到家徒四壁，已经和金小强离婚，觉得夫妻共同债务，自己也有责任和义务去偿还。类似前台那样的话，他已经听了不下1万遍。可他陈家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女人，不然大学里放弃那么多追求自己有权有势的富家公子，唯独嫁给了相信爱情的金小强。你不听就算了，良言难劝饿死鬼，我们李总要见你。陈家跟着助理来到李宏远办公室，心想宏源理财这种公司没一个好东西，对方想见自己干什么？你是陈家吗？金老弟的媳妇。李总你好，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怪不得金老弟一直在我面前夸弟媳长得好看，我起初还不信，今日一见，果然是惊为天人。金老弟，你说的是金小强吗？陈家露出疑惑，金小强什么时候跟这位李总称兄道弟？两人的身份差距，八竿子打不着才对。当然是他，不然还能有谁？那个混蛋，该不会是把我卖给你了吧？都离婚了还不放过我？弟媳妇，你在想什么呢？别叫我弟媳，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是他老婆了。误会啊误会，金老弟怎么会是那样的人？你们又在搞什么阴谋？他又跟你借了多少钱？现在是法治社会，谁也强迫不了我。李宏远满脸冷汗，要是被金小强知道他老婆在这里受欺负，那自己的发财梦就破碎了。我发誓绝对没有什么阴谋，这是金老弟的100万欠条，谁要是骗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你想干什么？拿这个来威胁我吗？从今天开始，宏源理财跟金老弟之间借款关系就没有了。弟媳，你以后不用再来还钱了。陈家怔怔地望着那张被撕成粉碎的欠条，李宏远后面的话早已经被他忽略了，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李宏远为何要撕掉欠条？与此同时，我带着一大堆东西来到原来的家门口，使劲敲门，却不见有人来开门。轩轩，是爸爸，你给爸爸开开门呗。不开不开，妈妈说了，轩轩不许给任何人开门。你不是说想爸爸了？爸爸今天来看了你，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零食和玩具。真的吗？可是妈妈不让我随便开门，妈妈说你生气就会打我。好的好的，既然妈妈不让你给爸爸开门，那爸爸就在这里等着妈妈回来。可是外面也没有坐的地方，爸爸会不会很累？不累不累，只要能看到轩轩，爸爸站再久也不会累的。金小强2行眼泪不争气的流出来。这时隔壁的王奶奶听见轩轩的声音，担心有什么事情发生，走过来看看。白天陈家去上班时，都是王奶奶照看轩轩，以前我都是用死老太婆来称呼她，好几次嫌弃她多管闲事，差点把她家大门砸了。此时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愧疚，内心非常的感激她。金小强，你来这里想干什么？王奶奶，我回来看看轩轩。佳佳不在，你这是又想骗轩轩给你开门回家偷钱？没有没有，我这是给轩轩买了些零食和玩具送过来。轩轩马上要上幼儿园了，你能不能放过他娘俩一次？佳佳每个月工资4000，既要养轩轩，又要帮你还债，他自己连饭都快要吃不上了，哪里还有钱给你去赌？王奶奶，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已经浪子回头，改邪归正了。佳佳那么好的一个女人，这些年被你打进几次医院了，你还有一点人性吗？以前都怪我不好，我是个猪狗不如的王八蛋。还有轩轩，他只是个孩子，每次你输钱都打他骂他出气，你知不知道这样会给他带来一辈子难以磨灭的童年阴影？有你这样当爸妈的吗？王奶奶以前是人民的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就算看不惯我，她也要说出来，最后差点抬手就要朝我打来，但这一次我没有闪躲，只是苦涩地站在那里。哼，不要打我爸爸，求求你别打我爸爸。你就算是混账到了这种地步，轩轩还是向着你，摸摸你的良心吧。王奶奶，这是我欠您的1000块钱，还有这点罐头和纯奶，就当是我孝敬您和宋爷爷的，您不要嫌弃。老婆子，我有钱，你要是真有良心，这钱你就让佳佳帮你存着，这些罐头和纯奶你给轩轩补补营养，这孩子从来就没胖过。王奶奶，这些年我自甘堕落，畜生不如，
幸好有您和宋爷爷照顾家家娘俩，这份恩情我金小强记在心里了。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这是干嘛？这些年我已经把你看透了，你就算跪到天黑，我也不会再借钱给你的。我知道，我说了您可能不相信，但我发誓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我会好好对待佳佳和轩轩，也会把您和宋爷爷当成亲爷爷和亲奶奶来孝敬。眼看我不像是装的，王奶奶赶紧将我扶了起来，心想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浪子回头金不换，最终拗不过我的苦口哀求，拿走了那1000块钱和我给他带的东西。我带着轩轩在小区门口找个地方吃了点东西，给轩轩讲故事聊了大半天，陈家才姗姗下班回来，看到我在就立即不高兴。你好，陈家，我是金小强。你来干什么？你想做什么？如果离婚是我上一段人生的结束，那重新认识就是我下一段人生的开始。我们都已经离婚了，别再想用这种方法骗我，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挨打莫过于心死，这就是现在的陈家，就凭自己做的那些混蛋事，3言2语就想让陈家回心转意，肯定是不可能的。看到轩轩躲在陈家背后瑟瑟发抖，不用害怕，爸爸不进去，这是爸爸给你买的零食和玩具，以后想要什么再跟爸爸说，爸爸给你买。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是不是又跟你爸妈骗钱了？还有你找亲戚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那都是你爸妈出面借的，你不要脸，你爸妈还要脸呢。我没有反驳一句，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听着陈家的数落，或许这就是陈家发泄委屈的唯一方式。求求你了，我这点工资还要给轩轩上幼儿园，你别再来骚扰我们了。陈家，过去的确是我混蛋，但现在我已经改了，我能赚钱了，不信你看我的微信零钱。我不看，我不想看到你，赶紧走，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好的好的，我走，你别生气了。你等等，今天我去宏源理财，李总当着我的面把欠条给撕了，说你们的账已经两清，这是怎么回事？我给他赚了点钱，他很感激我，所以就把这笔账抹消了。你真当我陈家是傻子吗？我也不想听你再跟我胡说八道了，有空回去看看你爸妈吧，他们养你这么大不容易。陈家说完之后，看了眼地上的东西，见轩轩满脸期待，最终还是将那些东西拿了进去。王奶奶见陈家已经回到家，急忙跟过来跟他述说今天见到金小强的事情。佳佳，奶奶跟你说个事，金小强借我的那1000元刚才还我了，很客气的还给我带了些吃的，跟以前完全不同，他好像真的变了。王奶奶，您是一个好人，可千万别被金小强的苦肉计给骗了，他以前借钱的时候就惯用这些小伎俩。奶奶是过来人，相信奶奶的直觉，只要你没有爱上别人，就算为了轩轩，你也应该给他个改变自己的机会。轩轩上学没有爸爸会被其他同学嘲笑。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这些年我给了他多少机会，他永远改变不了的。好了，孩子，咱不哭了，奶奶也不说了。妈妈，你看好多钱，我从盒子里找到的，这是爸爸给我们的钱嘛。陈家见这样的钞票还有9沓，整整10万元，除此之外还有一张纸。佳佳，这些钱都是我光明正大赚来的，你放心使用，这些年你受委屈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挽回这一切的机会。陈家有种想要将白纸撕碎的冲动，但眼泪不听话的掉落下来，小心翼翼地将白纸收拾保存起来。离婚后我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带江湖大哥当黄牛秒赚1000万，他也很讲义气的免了我欠的100万高利贷。李哥，认识酒商吗？飞天茅台那种？这个你可问对人了，我的确认识几个做白酒生意的。现在飞天茅台什么价了？金哥，这种级别的东西，花钱的不喝，喝的不花钱。你要喝的话，我给你送瓶过去。不是我要喝，我是拿来囤酒赚钱的，我才舍不得喝。如果从朋友那里拿的话，一瓶3000左右吧。那这次估计你又可以赚大钱了。啥意思啊？你是在打飞天茅台的主意？过几天飞天茅台就要涨价了，有多少我们就囤多少。飞天茅台的价格已经稳定好长时间了，涨价的话，国酒局那边应该会有消息的。国酒局有没有消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飞天茅台肯定会涨价。既然金哥这么都说了，那我自然不能拖后腿，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你说东，我绝不往西。那现在就开始找渠道囤酒吧，能囤多少囤多少。我这里有170万，等会给你打过去。等到第2天早上，我又被李宏远的电话声吵醒。果然，江湖大哥办事效率就是高。金哥，你到底在干嘛？可真是急死我了。我最近早上老是被你一惊一乍的吵醒，晚上都失眠了。抱歉，我昨天按照你的指示找朋友购买了1500万的飞天茅台，现在价格已经翻了2倍多。这么快就涨价了？不是还要等2天？没有任何征兆，已经从3000疯狂涨到8000一瓶了。李宏远很庆幸，又一次跟着金小强梭哈了一把。当那些朋友羡慕嫉妒恨的问怎么知道涨价的时候，自己幸福的要死，终于抱上了一条大腿。涨价了就出手吧。经过这次暴涨，飞天茅台的价格会暂时平稳一段时间。暂时，也就是说以后还会涨价？那是以后了，估计到时候你也瞧不上这点钱了。金哥，我有一个朋友对你非常好奇，想见见你。我跟他说我的事没？虽然我很想拓展人脉，
但关于预知未来这种事，我是不希望暴露出去的。能带李宏远赚钱已经很不错了，太多人知道的话，肯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金哥息怒，我也不是故意要让他知道的。不过我那位朋友身份有些不同，他叫周冲，是蓝导师一把手的儿子。听到李宏远的话，我皱起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刚想着人脉的事情，对方就主动送上门来了，真是瞌睡的时候送枕头。李哥居然还能认识这样的大人物，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其实我们也没啥太深的关系，人家可是蓝导师第一公子，岂是我能够到的？不管怎样，既然他想见我，那就见一见好了。那好，时间地点我联系好之后告诉你。下午，我按照李宏远发给我的地址来到了特威国际大厦。让我意外的是，特威国际正是陈家所在的公司，而特威国际主体为大型集团，涉猎的行业有许多，市值千亿。陈家就在项目部，是一个普通职员。麻烦告知一下韩总，就说金小强和李宏远已经到了。韩总已经在办公室等着2位了，请跟我来。韩长宇是特威国际华国区执行总裁，特威国际在华国能有如此成就，大部分都是韩长宇的功劳。在公司这里，韩长宇就是一把手。当我和李宏远走进办公室时，韩长宇笑容温和，没有丝毫架子的迎接我们。李总、金总，你们好。韩总客气了，我孤家寡人一个，哪里有资格称总？韩长宇看到金小强不卑不亢，这倒是让他高看了一眼。周冲说过，金小强只不过是社会底层的渣渣，却能如此轻松地应对这种场合。李总，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未卜先知的金小强吗？是的，周总，他就是金小强。不怕李总生气，昨天你跟我说了关于他的事情之后，我就找人查了一下，结果貌似不尽人意。李宏远满脸尴尬，他没想到周冲这么不给面子，原本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点关系，让金小强结识下周冲，帮金小强铺垫下人脉。早就听闻周公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种场面话就别说了，我都听腻了。那周公子想听点什么？讲真的，算卦什么的，我一直认为都是胡扯。你这次囤酒，茅台上涨，的确出人意料。不过我就是做这个的，事后从各方面分析，其实这事也是有迹可循。运气这种东西可不会常有，你好自为之才是。金总别介意，周冲这家伙就是这样，因为这耿直的性格，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有时候我都想揍他一顿。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我从两人的谈话中能看出来，韩长宇跟周冲的关系很不错，比李宏远要好了无数倍。本来今天过来是打算为周公子免去一次灾祸的，既然周公子这么不欢迎，那我就只能先走了。金小强，你诅咒我？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有意思，你真行，敢跟我对着干，你是真的有2把刷子，还是不自量力？周总，金哥是真的有本事，要不你先听他说完也不吃亏。好，刚才是我莽撞了，那就请金大师解惑一下，我周冲到底有什么灾祸？周公子手里是不是有一批从国外进口的红酒？我就是做酒业的，手里的红酒多的是，别说1批，10批都不止。法国明特兰庄运过来的，1万瓶左右，价值5000万。你怎么知道的？那批红酒前几天秘密运过来，只有我的助理、我爸和我家老爷子知道，目的就是想一鸣惊人来打响我冲云酒业的名号。会不会一鸣惊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批红酒是假酒，会喝死人的。你放屁！明特兰庄的红酒质量是全世界有目共睹，这种高端红酒怎么可能会是假酒？你如果没有证据敢拿我开涮，别怪我不给李宏远留面子。周冲把大部分的本钱都压在这批从特殊渠道引进来的红酒上，成本5000一瓶的红酒，放在国内卖至少得2万一瓶。很多富豪和权贵都跟他预定了这批红酒，只等冲云酒业正式售卖，他们就会马上来捧场，自己也会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冲云酒业的名号也将彻底打响。或许周公子真的把希望都寄托在了这批红酒上面，但周公子可曾找人验过酒？我跟对方合作过几次，不需要验酒，明特兰庄从来也没有出过一次假酒。看来是没有，既然这样，那就不用再说其他了，先验酒吧。周冲，验酒本来就是应该走的程序，就按照林总说的做吧。1瓶红酒5000块钱而已，你要是不舍得，我给你出。不用，要是林大师说错了，那这5000块酒钱就让林大师出。那要是我说对了呢？周冲心想，要是真被金小强给说对，可就不是钱的事情了，甚至连他的父亲已经退休的爷爷都得跟着遭殃。小辉，上次从明特兰庄运来的那批红酒，拿3瓶去质量监督检测所验真。成哥，拿3瓶没必要吧？那些酒在国内每瓶都价值2万以上，3瓶可就是6万多块。再说您怎么忽然想起验酒？闭嘴，按照我说的做，立刻马上。你瞪这么大眼睛看着我干嘛？眼神要是能杀人，恐怕我现在都要被你杀死1万次了。对于红酒的真假，我毫不担心。在我对未来预知中，周冲这批酒的确喝死了好几十个富豪权贵，最后周冲下半辈子只能蹲在监狱里，而他的父亲蓝导师一把手周明礼直接被3包后选择了自杀。他的爷爷上一任东陵省一把手周文得知孙子入狱，儿子上吊的噩耗后，也郁郁寡欢致死。我靠预知未来的能力，帮江湖大哥狂赚几千万。他为了感谢我，特意带我来见蓝导师第一公子哥周冲。我告诉他最近进口的一批红酒是假酒，但他根本看不起我，觉得我是个招摇撞骗的算命神棍。小辉，红酒检测结果出来了吗？成哥，假酒
都是假脚，3瓶全都是假脚。条形码和中英文标签都是对的，但二氧化硫严重超标，还他妈的掺杂了大量的工业酒精。小辉，你会不会搞错了？怎么会是假酒？怎么可能是假酒？成哥，对方是在耍我们，这是故意在给你下套。这种酒喝了是会死人的。周冲听到小辉的话，浑身一麻，如遭雷击，跌倒在沙发上，手机也掉落下来。小辉后面的话，周冲已经无心再听了。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周冲又重新捡起电话，疯了一样给国外的供酒商打电话，但那个号码已经成为了空号。金先生，这真的是你算出来的吗？怎么知道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家成功从悬崖上逃了下来。这时周冲才瞬间清醒了过来，直直的朝我跪了下去。周公子，你这是干嘛？赶快起来！金先生，我为之前的失礼向你道歉，谢谢你为我周家避免了一场天灾人祸。周公子严重了，这不是还没发生那些事，主要是你听得进去，才能悬崖勒马，不然谁也阻止不了的。金先生，我不是傻子，我知道一旦这些红酒卖出去，对我周家来说就是灭顶之灾，谁也挽救不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现在补救也不晚。你是周家的恩人，更是我周冲的大恩人，要是看得起我，以后你就是我金哥。今后不管金大哥有什么事，只要我周冲能做到的，绝不推辞。承蒙周公子厚爱，我的确比你年长几岁，咱们以兄弟相称，倒也不会失了礼数。韩哥，百宴，今天我一定要跟金大哥大喝一场，不醉不归。好，那我们就去洪明家的天阳酒店吧。韩长宇满脸笑容，他跟周冲关系极好，周冲能化险为夷，他自然也跟着高兴。虽然化解了危机，可是损失了5000万，你就不心疼吗？钱是王八蛋，没了可以再赚，我这小命要是没了，那可就真的完了。周冲这种豪爽的心性倒是让我很欣赏，而且从他的态度也能看出，这家伙跟李宏远一样，都是知恩图报的人。正当几人聊得正欢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恰巧走进来的是陈家。韩总，我是项目部陈家，我来跟您汇报关于项目的事情。这时陈家话还没说完，就看到了站在旁边的我，脸上尽是不敢相信的眼神。我一直在找你，可是没找到。金先生，你们认识吗？认识，我很喜欢他。你别胡说，韩总，我不认识他，我们只是……金大哥，你没开玩笑吧？你真的喜欢他？是的，我喜欢他，我爱他，爱到了骨子里。如果不能成为他的男人，不能给他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那我下半辈子将生不如死。陈家呆呆地看着金小强，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自从结婚后，就再也没听金小强说过这种话。看来我真的要跟金大哥好好学学了。金大哥不仅算卦能力牛逼，泡妞也是一把好手。真是没想到，金先生的心上人竟然在我这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韩总，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汇报的事情先放到一边，你去跟进一下华中和挺广那几个项目吧，以后这几个项目就由你来负责了。陈家顿时不敢相信，华中和挺广的项目早就已经被铺好了路，双方合作好几年了，是一块大肥肉，谁接着谁就发达了。韩总，感谢您的厚爱，不过我才任职不到1年，资历不足，恐怕难以胜任这些项目。你是金先生的心上人，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金大哥，你眼光真好，这陈家一看就是个好女人。换了别人的话，就韩哥刚才说的那几个项目，恐怕要高兴死，哪里还会拒绝？你既然之前调查过我，那也肯定知道我曾经做的那些混蛋事。其实陈家是我的前妻，就在1个星期前，我们已经离婚了。金哥，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相信只要你坚持下去，弟媳肯定会回心转意的。眼看饭点快到了，几人坐上韩长宇的车，直奔天阳酒店而去。天阳酒店是蓝岛市地标性建筑之一，是周冲他们的好朋友洪宁家里的。金大哥，洪宁那小子听说来了一位贵客，无论如何都要见见，不会打扰了你的雅兴吧？这有什么打扰的？堂堂天阳集团少东家，我巴结都来不及呢。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道惊呼声。我看见当年的校友兼情敌郑云东走了进来。原来是你，这么多年没见，你比在学校的时候更气派了。那当然了，谁会跟你金大神一样，在学校里是风云人物，到了社会上却变成一个草包？我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记仇，当年的那点小事记恨到现在。可毕业后，郑云东对陈家仍不死心。可打听到金小强和陈家2人的确结婚了。大班的导师人模狗样，你怕是又在坑蒙拐骗吧？也不奇怪，毕竟你干这种事情都已经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郑云东都这么多年了，看在我们都是校友的份上，别搞得这么难看。难看？我看是你的那些骗术被我揭穿了，所以下不来台吧？你看我像是下不来台吗？小兔崽子，社会是个大染缸，你长得帅有个屁用，脸能当饭吃不？创业不照样失败？你差不多就可以了，给自己留点颜面。还有，你不是喜欢钱吗？我这里有5万块，你要是现在给我跪下道歉，再让陈家陪我几天，那这5万块就是你的。周冲被气得要死，眼前的这个狗东西却让金小强主动说服陈家去陪他，这简直就是活腻了。
金大哥，该怎么收拾他？毛都没长齐的小家伙，也有我今天拉你一把，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小心血本无归。你是不是找死？我长这么大，除了爸妈和爷爷之外，从来没人敢这样对我。还有你们两个，别说爷爷没有提醒你们，跟这种杂碎搞在一起，早晚家破人亡。韩长宇却只是玩味的看着像傻子一样嚣张无比的郑云东。阁下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不知什么来路，可否说来听听？听个屁！金大哥，只要你发话，我现在就干他。你们算个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打听我的来路？看你们这不服气的样子，要不然你们先说说，看看是不是比我强？既然他想知道，那你就告诉他呗。韩长宇，特威国际华国大区执行总裁，这是我的名片。看到韩长宇执行总裁的职位，这是特威国际在东陵省的最高决策者。他郑云东毕业后摸爬滚打，到现在已只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副总监，而公司却一直希望能跟特威国际合作。如果惹怒了特威国际，公司就会毫不犹豫地撸掉自己总监的职位。郑云东脸庞涨红，宛如五雷轰顶，冷汗不断，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看。看来他还想知道你们是谁。宏远理财，李宏远。宏远理财，李宏远。郑云东脸色更加难看，自己的公司前不久才刚跟宏远理财贷了一笔贷款，公司正愁怎么延长贷款周期，如果无法按时还款，李宏远这种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周冲，你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他不配知道。你们。郑云东真的很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在这么几位大佬面前，自己却是一口一个爷爷自称，还把人家的脑袋揉过来揉过去。就在这时，包间外传来一声爽朗的大笑。韩哥，大冲，哈哈，你们等着急了吧？急啥？我们也是刚到不久。郑总监，你怎么也在这里？你们认识？认识个屁！和尚，我说你怎么回事？我记得我爸当初把这块地批给你家的时候，就一再嘱咐过，天阳集团必须要用于打造高端酒店。现在倒好，什么样的斯文败类都能进来了。郑总监是来跟我谈合作的，发生啥事了？你们刚才合作谈成了吗？差不多吧，就差一些细节了。那我说你们的合作现在黄了，你没意见吧？听到此话，郑云东脸色巨变。为了跟天阳酒店合作，他兢兢业业做了大半年的计划书，公司也一直都在挤出资源配合他，好不容易熬到了出头之日，现在说黄就黄了。洪总，那份计划书您也看了，我们合作一定会达到共赢的局面。你先别说话，到底怎么回事？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帮蓝岛市第一公子哥消除了一次灾祸。他为了感谢我，便请我们去天阳酒店大吃一顿。不料我大学同学兼情敌郑云东出现，对我百般刁难和嘲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洪哥，我今天这发型还好看吗？难看的要死！你是不是掉厕所了？那就对了，这是他刚才给我揉的。郑总监，你刚才揉他的头发了。郑云东被吓惨了，扑通一声直接跪在地上。洪总，各位老板，是我有眼无珠，是我不识泰山，我该死，我该死。你当然该死，连肉冲的脑袋你都敢揉，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你不该死，谁该死？接二连三的耳光声在包间里响彻，郑云东直接被打成了猪头。好了，再打下去，你就要背上人命了。和尚，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贵客金大哥。既然金哥已经发话了，那我就饶他一条狗命。我刚才跟你说过，别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你为什么就不听呢？金小强，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才是杂碎，我才是畜生，你放过我吧，求求你放过我吧。我本来也没想把你怎样，是你做的太过火了。赶紧滚吧，别影响我们吃饭。你下次再敢打陈家的主意，我让你变成太监。金哥，我不敢了，以后绝对不敢了。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合作的事我洪宁不同意。金大哥，这家伙就是洪宁，天阳集团未来继承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癖好，就喜欢剪光头。反正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和尚。周冲叫你金哥，那我以后也叫你哥了。初次见面，还望金哥以后多多关照。严重了，以后说不定我还需要你关照呢。就在几个人闲聊的过程中，周冲把真假红酒的事情告诉了洪宁。洪宁听完，一方面惊讶金小强的能力，另一方面感激金小强救了自己这个好朋友。洪总，这种梭子蟹端上饭桌，怎么也得500-600起步吧？888元一斤。还有金哥，你直接叫我名字就行，要不然就跟阿冲一样叫我和尚，老是洪总的，太见外了。要是你不见怪，那我以后也叫你和尚，这样的确亲近许多。金哥，这就对了嘛，不然显得我们很生分。我暗暗啧舌，这种高端酒店果然暴利，那些梭子蟹的收购价也就200-300，到了这里却快要上千了。和尚，等会可以帮我再做几个菜吗？我想打包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包在我身上，金哥真是各顾家的好男人。那现在就叫人做吧，我等会就走。好的，没问题，我现在就吩咐一下。金先生，您住哪里？我送您过去。送我是假，有事才是真吧？也没啥大事，
就是觉得您这么厉害，想让您也帮我看看。韩总今年36岁了，还没结婚，该不会是想看姻缘吧？金大哥，你还别说，要不是他经常去夜店，微信上也有好多女人，不然我们都以为他是弯的呢。阿成，你自信点，打以为去掉，韩哥就是弯的。金先生，您可别逗我了，就我这长相，我这条件，您觉得我结不了婚吗？你今天要不是坐在这里，以后可能真的就结不了婚了。金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后天，也就是9月2号，你打算出差是吧？是的，去集团总部做一个季度汇总，9点半的船票，坐海参号跨海港出发。韩长宇脑袋一阵轰鸣，他终于体会到了周冲之前的感觉，因为没人知道韩长宇打算坐船去海外，而金小强不但知道，更是清清楚楚，一丝不差的将他的出发时间、出发地点给说了出来。金先生真是神人，太神奇了。韩哥，特威国际的集团总部好像是在欧洲吧？你坐飞机去不行，邮轮多费时间。你懂什么？最近工作太累了，有点烦躁，一直都心绪不宁的。我选择邮轮，主要原因也是想好好的放松一下。你之所以心绪不宁，就是因为即将到来的结束，而且还不止一劫。还望金先生帮忙解除灾祸，我韩长宇感激不尽。第一劫就是那艘邮轮海参号在靠近瓦伦南亚的时候，会遭遇一场雷暴，海浪也会跟着增高，船上死过人。好，我现在立刻退票，改坐飞机。至于这第2劫，就是桃花劫，你在欧洲有一个相好的。韩长宇差点被金小强的话给呛死，他真的是无法相信金小强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秘密的。乌克兰女性，大长腿，肤白貌美，你口味还不错嘛。周冲等人认真听着金小强说韩长宇结束的事情，也没有起哄关于乌克兰女性的问题，他们都在等金小强给出答案。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过最好是警惕点，他已经被人收买了，幕后的人叫斯朗基夫，也是乌克兰的。韩长宇双目圆瞪，斯朗基夫竟然是他，明年总部即将考核调任的华国执行总裁的竞争对手，而自己因为是华国人，地理上占据优势，所以自己的胜率要大些一些。谢谢金先生，以后有什么我能帮上忙尽管跟我说。你帮过陈家，我自然要回报你，礼尚往来吗？也就是说，你把斯朗基夫干下去，你就是特威国际在华国大区的总负责人了。是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金大哥，我们3个是最好的朋友，你既然给我和韩哥都看了，那能不能给和尚也看看？洪宁是不太相信这些事情的，而且金小强给谁看都有在乎。周冲那里是1劫，韩长宇那里是2劫，到了自己这里，该不会变成3劫了吧？我命由我不由天，天欲灭我，我灭天。别说那些屁话，金大哥的本事有多牛逼，岂是你能想象到的？金大哥愿意给你看，那是你的福分，老老实实给我听着，再敢胡说八道，咱们朋友都没得做。不用担心，和尚的命好着呢，至少暂时是没什么事的。我就说吧，我的命硬得很。金大哥，照你的意思是现在没事，但以后会出事。以后会有点事，不过现在不方便说，等到的时候我自然会帮他。我能帮助别人躲过灾祸，却不能改变所有人的未来。有些人有些事还没进入轨迹，我现在当然不会说。等到服务员将打包好的饭菜递给金小强后，韩长宇顺道将李宏远和金小强送回了家里。这位金哥，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什么？你不信算了，反正我这里已经验证了，金大哥不但救了我周冲，更是救了我整个周家。那金哥说的乌克兰相好也是真的了。确实是这样的，我也很好奇他怎么知道这些的。我靠，韩哥你真会玩，这手都伸到国外去了，老弟佩服。滚一边去！你们俩一天天就没个正经。说实话，要是金先生只是模棱两可的指出我有什么灾祸，那我可能还会所有怀疑。但他连我坐哪艘船、什么时间出发，甚至连斯朗基夫和那个乌克兰这些都点了出来，我是真的不服都不行了。可我还是不太相信这些，你们也别说我，估计是个人就很难相信。你相不相信不重要，到底是真是假，时间自会证明一切。与此同时，我来到了原来家的小区楼下，拨通了陈家的电话。陈小姐，现在有时间吗？我没工夫跟你扯皮，你打电话干嘛？我打包了几个菜，估计轩轩那丫头自己在家里也没吃饭，想让你回来跟她一起吃。谢谢，不过不用了，我在公司有饭吃。你就算是不为了自己，也要为了轩轩吧，她也不会做饭，自己在家里又要饿肚子。那你现在过去吧，我就不回去了，但你不准再打她，否则我直接报警。你不回来的话，轩轩恐怕不会给我开门。现在是上班时间，我很忙，哪里有时间回去？没关系的，我已经跟韩长宇打了招呼，你回来就行。正在这时，陈家看见韩长宇一脸微笑的走进来。陈家弟妹，听说侄女自己在家里，今天下午你就回去休息吧。金先生给你们打包了几个菜，趁着这个闲暇时间，你们一家3口聚一聚。韩总，我手里还有好多工作，而且我跟金小强已经离婚了。工作以后再说，孩子重要，听我的赶紧回去。还有从今天开始，只要有需要，你随时都可以回去。韩长宇说完就立即走了出去，根本不给陈家拒绝的机会。同时陈家呆立在原地，一时之间不知道发什么了，好像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帮韩长宇逃过了生死桃花劫。他为了感谢我，特意从天阳酒店给我打包了上万元的山珍海味，让我带回去和妻儿吃。爸爸，这些螃蟹真好吃，以前我都没有吃过。好吃就多吃点，你以后想吃什么，爸爸就给你买。陈家你也过来吃点，这些东西都是从天阳酒店打包回来的，加起来可花了上万元。一顿饭花了上万元，你是疯了吧你？对，我就是疯了。以前我是个出城不如天打雷劈的疯子，现在我是个爱你们到骨子里，恨不得为你们拼命的疯子。陈家愤怒地看看金小强，便在家里翻箱倒柜的翻找起来。而这时恰好我的短信铃声响起，原来是600瓶飞天茅台的钱到账，每瓶售价8000，总共480万。而陈家最终找到了一个塑料袋递给金小强，里面正是上次我送来的10万元。这个钱是给你们花的，你给我干嘛？你无事献殷勤表现得这么刻意，不就是为了这些钱吗？这10万我一分没动，你也没必要再装下去了。陈家，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是我前几天赚的钱，今天到账了，一共480万，不信你看。陈家望着那4后面一连串的零，手里刚找到的垃圾袋不自觉地掉落下来。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是不是坑蒙拐骗做违法的事了？我没有违法，这些钱都是我光明正大赚来的。那你跟我说说，你凭什么能光明正大的赚了这么多钱？于是我有理有据地跟陈家解释了一遍最近发生的事情，可陈家还是不肯相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没有违法，那就对你爸妈好点，对你弟弟妹妹好点，他们都是好人。我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子，原本想缓和下两人的关系，却被自己硬生生给搞砸了。第二天早上，彻夜未眠的我拿起手机给李宏源打电话。金哥给我打电话，肯定又有好事了。可惜这次我恐怕不能跟你玩了，我的资产都被冻结了。资产被冻结了？难道是这几天来钱太快了？跟这个没关系，是我家那口子在作妖，不过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家庭琐事，我就爱莫能助了。我也正发愁得很。突然我想起昨天周冲那家伙对自己很崇拜，加上这次他损失了5000万，正好可以拉他一把。金大哥，昨天才刚分开，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闲话少说，你昨天损失了5000万，我正寻思帮你回点血。果然是我金大哥，有发财的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南部郊区紫金盛府，你带着钱过来吧，我在售楼处等你。金大哥该不会是打算过去收购吧？紫金盛府那荒郊野外鸟不拉屎的地方，房价已经跌到2万左右了，还继续下跌，是整个蓝岛市最不被看好的楼盘之一，开发商都差点直接破产。别的你不用管，过来就行。这次能赚多少钱，就看你今天带多少钱了。周冲挂断电话后，看向旁边坐着的父亲，蓝岛市当今一把手周明礼和爷爷周文年。当他们听到那批红酒是假酒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要不是金小强给周冲点了出来，周家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是金小强打来的吗？他怎么说？他说南部郊区的那个紫金盛府带我一起发财，可是紫金盛府都快要烂尾了，这种楼盘能赚什么钱？殊不知当周明礼和周文年听到后，早已震惊得无以复加。前天上午省府刚确定要大力开发南部郊区，用招商引资将郊区打造成新区，明天上午市委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传此事，省府严禁信息外漏，否则后果自负。可金小强是怎么知道呢？你以后可以和金小强多走动走动，结交下这个新朋友。我来到售楼处里，偌大的售楼处除了那几个销售之外，根本见不到人影，而他们也只顾玩手机，根本不打算理会我。估计不是被逼无奈，就是在浑水摸鱼。眼看我待了半个小时，倒是有个前台实在不好意思晾着，打算给我倒杯水。金大哥，实在抱歉让你等这么久，我被家里2个老头缠住了。阿冲，别跟我客气，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咱先不说钱的事，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那些销售跟他妈丢了魂似的，在这里买房子干嘛？你怎么说话呢？不服气的话，咱俩过来比划比划。老百姓攒了一辈子的钱来这里买房子，你们却爱答不理，怪不得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就你们这种态度，能卖出去才怪。行了吧你，我是让你来赚钱的，不是让你来对人的。金大哥，话不能说，你到这里半天了，他们连杯水都没有，这售楼处的人都干什么吃？周冲的话恰巧被端着2杯水过来的前台小姐姐听见，她感到非常的羞愧。这不是来水了吗？你少说几句，大家都不容易。周冲这才安静下来，不然以他的暴脾气，就凭刚才那个男销售的话，恐怕早就破口大骂了。2位先生，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吗？这位小姐姐，你可以签购房合同吗？我只是实习生，还不是销售。你们想买房子的话，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位销售。不用再找其他人了，相信我，你也可以的。裴雪只是刚大学毕业的菜鸟，没有那些销售经验丰富，只能在前台做些端茶倒水、擦桌子的杂活。我一番鼓励的话，让他内心非常感激。金大哥，你不会是打算泡他吧？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干一票大的？干就直接告诉我带了多少钱。那批红酒我损失了5000万，现在只带了500万。看来这家伙的确没多少家底了，不过500万也能赚不少了。你们这里现在房价是多少？好像是1.8万一平，具体要分楼层楼号，我也不是太清楚。我们买的比较多，你把经理叫过来。好的，你们稍等，我现在就去叫。
金大哥，你真打算在这里买房子？开发新区的事情，周明礼和周文年都没告诉他，所以周冲现在还是一脸蒙圈。没打算买，只是借这里的房子周转一下。好，既然钱都已经拿来了，我跟着金大哥干就是。两位先生好，我叫王兴勇，是紫金盛府的销售部经理。1.6万元一平，我们打算买100多套，价格能下来吗？你说什么？你要买100多套？100套？是我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你的声音真的很难听，闭上你的臭嘴！这位先生，你真没跟我开玩笑吧？价格可以的话，你现在就去拿合同，不过提成要算在他身上。先生，你有所不知，裴雪还不是销售部能卖房子。他是不是销售跟我没关系，我只认他。我能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因为他刚才给我倒了一杯水。王兴勇也不再说什么，带着裴雪去准备合同。有时候一句话一个小举动，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很快我们就在签约时签完了定金合同，1套5万定金违约不退，首付在1个月内付完。我买了96套480万，周冲买了100套正好500万，挑的全部都是上家楼栋和楼层，面积在120平到1400平间，因为这种房子最容易出手，这让王兴勇非常开心。整个楼盘1200套商品房，之前才卖出去不到100套，我们2个就消化了1/6。合作愉快，既然合同已经签完，我们就先走了。合作愉快，两位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金先生，那个感谢您对我的栽培，我可以加下您的微信吗？以后有关房子的事，你不懂的可以问我。裴雪虽然初入社会，却不是什么都不懂。王兴勇甚至特意委婉地提了几句，自己其实也没多么抗拒。金小强既帅又有钱，还提醒王兴勇提成都是他的，这足以说明一切。加微信就算了，好好干，你以后肯定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个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的让你不满意了？我已经结婚了，有老婆有孩子，我很爱他们，他们也很爱我。哈哈，小姑娘，我之前只是开个玩笑，你不要想多了。金大哥的老婆漂亮着呢。小雪，这次你真的发财了，接近200套房，每套提1万都有200万了。你说我怎么就没那个命呢？真是可惜了。那位金先生没加你微信，不然你以后就能吃香喝辣的了。他老婆漂亮又怎样？时间长了，总归是没有新鲜感的。是呢，实在不行，咱们小雪做个小三也行。小雪今天发财了，是不是该请我们几个前辈吃顿大餐？我倒是要感谢几位前辈门缝里看人，不然我也没这个机会。请客就算了吧，我今晚没时间，以后看心情吧。几人把裴雪围在中间，看似羡慕，实则都快要极度的吐血了。说的话也是要多酸有多酸。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带着蓝岛市第一公子哥，在鸟不拉屎的郊区紫金盛府，花1000万购买了200套烂尾房。第二天早上9点，蓝岛市委果然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表明要将南部郊区打造成蓝岛市新区，开始招商引资以及新区的开发和优惠政策。周冲看完新闻后两眼发光，激动不已。想想昨天去紫金盛府购买房子的事，金大哥真乃神人。昨天去紫金盛府买了几套房，我记得你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吧？金大哥的意思不是买房子，只是签了下定金合同，1套定金5万，我100套500万，他96套480万。果然是个牛人，你这次做的不错，以后多听听那个金小强的建议。他神神秘秘的，我都有点搞不懂，也不跟我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万一真要我买这100套房子，我哪来那么多钱？他知道你有多少钱，不会那么坑你的。有机会的话，最好带他来见见我。周冲听到爷爷的话惊讶不已，这么多年爷爷还是头一回让他带朋友回来见他，于是兴奋地拨通了金小强的电话。这么早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吗？金大哥，你是不是早就算出了新区会开发的事情，所以你才带我去签定金合同？好什么呢？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要发财了。我能不高兴吗？我们攥着接近200套房子，紫金盛府价格至少会翻2倍。要是把这些房子全卖出去，你别做梦了，你有那么多钱把这些房子都买下来吗？如果按照1平1万6来算，咱们手里的房子也要。别算了，算了还不舒服。我早就跟你说了，我们不是真的要买房子，而是借这些房子来周转一下。现在明白了吧？我全明白了，反正金大哥你牛逼就是了。不过200套房有点多，我们也不能一直在售楼处叫卖，人家能不能相信我们都是两说，还会引起售楼处的反感。现在肯定有很多炒房团在打紫金盛府的主意，我先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接手我们这200套。紫金盛府原本空空荡荡的售楼处，平时闲得蛋疼的销售们这时候却忙着签合同，而来买房的人实在太多，现在已经进入摇号阶段，只有摇到的人才有买房资格，房价更是从原本的1.6万一平飙升到最低6万，最高9万一平，一举创下了蓝岛市的房价纪录。程总，有件事我想跟您汇报下。昨天有2个人买了196套房子，每套房价1.6万一平，而且楼号和楼层都是楼王位置。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昨天不立刻汇报给总部？按照现在的房价，集团将损失15个亿，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我也没想到突然会出现这种变化，
本想着他们签的只是定金合同，等交付完首付或者尾款，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王新勇非常沮丧，昨天还觉得遇到2个大冤种，凭借此业绩自己就可以平步青云、升职加薪，原来自己才是那个大傻叉。你刚才说他们签的只是定金合同，是几倍的违约金？3倍违约金，一套房5万定金，仅限于交的定金。立刻马上打电话通知对方，我们愿意赔付违约金。如果这件事情办不好，你王新勇就完蛋了。说完，程总不等王新勇回复，脸色阴沉地走了出去。而王新勇知道事情严重性，再也不敢耽搁片刻拨打金小强的电话。喂，你好，请问是哪位？金先生，我是紫金盛府销售部经理王新勇，我们昨天才见过面的。王经理，听说市里要在南部开发新区了，紫金盛府也跟着变成了香饽饽，倒是要恭喜你了。金先生，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楼盘这边检查出多项指标不合格，公司决定对紫金盛府进行大规模整改。这是好事吗？说明你们公司对客户负责，你们正常整改就行。这种情况下，公司无法保证楼盘的交付时间，您看看能不能先解除合约？董事会一致决定按照合同赔偿3倍违约金。楼盘交付时间我倒是不担心，我也没打算真的在这里住，我很快就会把这些定金合同转让出去的。莫非金先生一开始只是为了签一份定金合同？您说的1个月内交齐首付或者全款，都是敷衍我。是的，你的回答完全正确，我就是这样想的。私自转让定金合同是违规的，再加上集团准备对紫金盛府进行整改，肯定也不会同意您这么做。违规但不违法，毕竟房价现在涨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要你们能理解，那这就算不得私自转让，你们有知情权，却无干涉权。集团够呛能理解，合同必须解除，公司会赔付你们每套房子15万违约金。果然是够无耻，只因房价上涨就翻脸不认人。如果我不同意解除合同呢？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就只能让我们法务部找你谈了，他们可没有我这样好说话。你王新勇够狂，你把刚才的话说一遍给周冲听，他应该会让你满意的。不需要你提醒，我也会给周冲打电话，这是必然要走的程序。王新勇说完就挂断电话，根本不像昨天恨不得给2人舔鞋底的样子，只是随意的通知下他们解除合同。周冲却在青瑶咖啡馆盘算着这次紫金盛府的房子应该能将红酒亏损的5000万赚回来。这时一个陌生电话响起，周冲以为是炒房团的买家找到了。你好，我是周冲，请问你是哪位？周冲周先生是吧？我是王新勇。王新勇，紫金盛府的销售部经理，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集团决定解除你的定金合同，公司会赔偿每套房子15万的违约金，钱会在30个工作日内打到你们卡上。你说什么？按照紫金盛府现在的房价，每套15万违约金，你打发要饭的呢？我想你肯定已经听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也没必要再去叙述了。谁给你这么大的胆，敢跟我这样说话的？我要是不同意呢？我刚才已经给金小强打过电话了，你们要是不同意，那就去找我们法务部谈吧。说完之后，王新勇就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周冲差点被气炸，一个狗屁的销售经理而已，嚣张到这种程度，真是反了天了。阿冲，你这么着急忙慌的干什么？有事慢慢说。金大哥，王新勇那个王八蛋给你打过电话了吧？刚刚才打过不久，他也给你打了电话吧？拿3倍违约金就想糊弄我们，说违约就违约，合同在这种人眼里只是一张纸而已，我真的要被气炸了。你是不知道王新勇给我打电话的语气，说什么我们要是不同意，就找鼎盛置业的法务部去谈。别生气了，毕竟按照现在的房价来说的话，我们这接近200套房子，的确会让紫金盛府损失巨大。我早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幕，不生气是不可能的。我恨不得锤死王新勇那个狗东西，他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就算违约也总得有个理由吧。王新勇的意思是紫金盛府各项指标不过关，需要整改延期交房。为了我们客户着想，紫金华府只好狠心违约赔钱给我们。感情这还是为我们好，真是要笑死他周爷爷了。金大哥，这件事你都交给我。他王新勇不是说指标不合格吗？那我就看看这紫金盛府到底都有哪些指标不合格。下午3点整，紫金盛府王新勇办公室里，助理带着消防局的人走了进来，而走在前面的正是蓝岛市消防局2把手韩工业。这是什么风把韩处给吹来了？快请坐。有人举报紫金盛府多项指标不合格，其中就包括消防。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事来的。您知道的，这是鼎盛置业开发的楼盘，肯定不可能出现质量问题，消防项目更是重中之重，这应该是有人恶意举报吧？举报的人说，就是王经理亲自表示紫金盛府有多项指标不合格，怎么现在又说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了？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花1000万购买了紫金盛府200套烂尾房，可开发商见房价疯涨，强制要求我解除购房合同，不料这次却踢到铁板上了。韩处，这是鼎盛置业开发的楼盘，不可能出现质量问题，消防项目更是重中之重，肯定是有人眼红恶意举报。给我举报的人说，就是王经理亲自表示紫金盛府的多项指标不合格。韩处应该是搞错误会了吧？我怎么可能会这么说呢？王经理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这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手里有通话录音，要是王经理想听的话，我们可以满足你。我中午的确是打过2个电话，不过那都是为了……有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会查。
要是真的没发现问题，那就是我唐突，自然会给王经理道歉的。韩工业说完之后，就立即吩咐手下的人对紫金圣府楼盘进行全面调查，而王兴勇则是被吓傻了。他非常清楚，这么大个楼盘，消防方面想查出点不合规不合格的地方，简直是易如反掌。麻烦王经理告诉工程部的孙经理，在验收没有通过之前，紫金圣府不允许开工，更不允许预售房子。韩处，以您跟孙经理这么多年的关系，没这个必要吧？公事公办，跟私人感情不能混为一谈。王经理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那韩处先等一下，我这就去给孙经理打电话。王兴勇说完就走出办公室，打的第一个电话却不是孙经理，而是直接打给了程总。王兴勇，200套房子解除合同的事情搞定了吗？程总大事不好了，韩工业亲自带队，消防局的人来了，说是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必须要停止销售。你他妈整天净给我惹事，消防局他们怎么会突然过来的？中午我给金小强和周冲打电话，说紫金圣府质量不达标，需要和他们解约合同。中午才通知的他们，下午消防局的人就来了，还是韩工业亲自过来。那2个家伙看来很不简单。程总现在该怎么办？韩工业话里话外摆明了就是针对我。今天这事儿恐怕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你先让孙红过去，我这边等会儿给你回电话。等到王兴勇给孙红打过电话后，孙红带来了一大堆关于楼盘消防的资料。韩处您好，这是紫金圣府的所有消防资料，请您过目。韩工业拿着资料一本一本的看了起来，王兴勇跟孙红站在一旁，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声。资料的确是完整的，不过具体还得看工地那边检查结果。两位也别着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大约半个多小时后，韩工业的人从工地回来了，便在他耳边轻语了几句。只见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紫金圣府靠的就只是这几张纸吗？当我韩工业那么好糊弄？这么多问题没有处理，以后老百姓怎么敢放心住在这里？韩处，到底是因为什么？咱俩好几年交情了，你至少得让我知道原因吧。该赚的钱你们可以赚，不该赚的钱你们也敢赚。蓝导师现在姓什么？你们难道就没有调查过？跟别人翻脸之前，先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王兴勇和孙红都不是傻子，立刻就听明白了韩工业的意思。原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楼盘消防上。老森，鼎盛之业固然有实力，可商人终究只是商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今天过来只是个开始而已，也算是给你们一个警告。要是你们还拎不清的话，那下次来的就是住建局了。等到韩工业带着自己的人走出房间后，镇定下来的孙红意味深长地看着王兴勇。我问你，咱们蓝岛是一把手，姓什么来着？当然是姓周，这不是废话吗？在蓝岛市开发楼盘，岂能不知道蓝岛市的掌舵人是谁？昨天来这里买房子的那2个人叫什么来着？一个叫金小强，一个叫周冲，莫非周冲是？王哥，咱们这次怕是真的踢到铁板上了。程天林是鼎盛置业集团的总裁，紫金圣府就是程天林负责的一个项目。中午得知周冲的身份后，立刻从集团总部飞到蓝岛市处理此事。现在他恨不得让王兴勇立即滚蛋走人，可解铃还须系铃人，赔礼道歉这事还得王兴勇去做。孙经理，王兴勇这么没脑子，你也跟着他犯浑。堂堂蓝岛市第一公子哥，你们一点都没有了结果。就算你们没见过他这个人，至少也得知道他开的什么车，车牌号是多少吧？人家都摆在你们眼皮子顶上了，你们还非得装成瞎子。程总，对方这是摆明了不给咱们好脸色看，现在该怎么办？问，就知道问，你到底是怎么当上这么销售部经理的？凡事能不能动你那猪脑子好好想想。周公子那边肯定是不会见我们了，没经过他的同意，周家大院我们也不可能进去。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先解决金小强那边。通过这几次接触来看，似乎周公子一直都听他的。程总，我这就给金小强打电话，无论如何我都会找到他赔礼道歉。于是当着程天林和孙红的面，王兴勇接连打了10几个电话，金小强才不情不愿的接听。紫金圣府现在房价暴涨，王经理应该闲不住，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金总，那个快到中秋节了，这不是集团准备了一些月饼，想着给您送点过去。您要是没时间的话，我寄给伯父伯母也行。主要是这月饼的确是挺好吃的。我听着王兴勇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看来恶人还得恶人磨。此刻的他哪里还有丁点嚣张的样子？月饼就算了，这东西市场上有的是，我随便买几盒就成。别啊，金总，咱这月饼都是私人定制的，市面上没有。您要是……行了，别废话，我这里还有事，我就不打扰王经理这个大忙人了。我心想，你王兴勇学变脸的，想变黑脸变黑脸，想变白脸变白脸，至少也得让你尝尝随便挂断别人电话的滋味。看来紫金圣府的事情你已经在处理了。金大哥果然是神机妙算，我有时候都觉得我什么时候想尿尿你都能算出来。滚蛋，我有病不成？去算你什么时候尿尿。王兴勇那个狗东西还真当咱俩好欺负了。早上咱俩通完电话后，我就让消防局的人去紫金圣府工地了，韩工业韩处亲自带队。不愧是蓝岛市第一公子，这关系网果然恐怖如斯。
反正我这脾气是不怎么好的。今天紫金圣府那边要是再没有消息的话，那就轮到住建局过去了。差不多就行了，没必要这么大动干哥。金大哥，你不懂，这些所谓的商人就是欠收拾，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还真当咱俩是软柿子了。看看你自己，现在又何尝不是一个商人？我是商人不假，但我是正儿八经的商人，我是靠着良心赚钱的商人。不提王新勇那个蠢驴了，炒房团的下家找到了吗？找到岭南那边的一个炒房团，不过具体的转让价格还得你来决定。我们也不多要，那就一份定金合同，转让价格200万吧。多少？金大哥，你刚才说多少价格？周冲原本想着定金合同是5万，以50万一份来出售，这样也相当于10倍差价了。没想到金小强更狠，直接提了40倍。定金合同是1.6万一平，紫金圣府现在最高9万一平，每平也差了6.4万，拿120平的房子就差出768万，就算对方出200万一份，他们的纯利润也在500万以上。一套房子能赚500万，196套房子就是接近10个亿了。我的天，我不卖合同了，我要攒钱买房。第二天早上，我租住的公寓门忽然被敲响，打开门一看，正是紫金圣府的王经理。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到我的住址，地上还有一大堆礼品。金总，冒昧叨扰，还望海涵。王经理何必如此呢？进来坐吧。金总，这是集团为您准备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弃，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这一次吧。此话从何而来？我还是比较喜欢你昨天桀骜不驯的样子。金总，是我瞎了眼，没有认出您和周公子这2座泰山，今天到您这里就是登门道歉来的。这话我怎么听得稀里糊涂的？不就是3倍的违约金15万，鼎盛置业赔得起？你们法务部也是出了名的专横，我可是一点打官司的念头都不敢有呢。金总，您的手段我们都已经见识过了。消防局以质检不过关为理由，直接停了紫金华府的预售。要是集团继续不识好歹的话，住建局就会出手。集团的意思，您2位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售楼处这边会给您们一路绿灯。这事是我有错在先，您要打要骂都可以。真的希望您大人有大量，收了那些神通吧。这事儿你们得去找周冲，我可管不了。金总，你别取笑我了，大家都知道周公子听您的。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给周冲打个电话问问。不过他脾气火爆，一点就炸，能不能成我可不敢保证。谢谢金总，谢谢金总，我感谢你的大恩大德。王新勇终于松了口气，他知道没有留下去的必要了，起身告辞。我感觉自己现在的心情爽到爆，拿出手机给周冲打了过去。金大哥这么早，是不是有好消息了？王新勇刚才来找我了，鼎盛置业愿意履行我们的协议，而且会一路给我们开绿灯。你可以联系一下那个炒房团了。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东西，我这就联系炒房团，尽快把那些合同变现才是正道。还有一事，你是不是喜欢青瑶咖啡馆的老板？金大哥连这个都知道，可惜相往有意，神女无心呗。的确是个好女孩，打扮的也不妖艳，还很有礼貌。那是我周冲看上的女人，岂能差了？人家底子好，根本用不着过分打扮。夸2句你还喘上了，搞得好像人家已经答应你了似的。要不要给你支个招？我的亲哥哟，你赶紧帮帮我吧！我已经追她好几年了，再这么下去，我觉得我都要废了。今天晚上10点，香林中路，多带几个人，咖啡店的姑娘等着你。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购买了200套烂尾房，不料开发商见房价疯涨，强制要解约购房合同，结果下一秒消防局上门找茬，开发商见势不妙得罪了大佬，直接上门给我赔礼道歉，保证转让合同时一路开绿灯。看你春风满面的样子，昨晚和青瑶的事成了吗？幸亏金大哥神机妙算，给我打了个电话，不然青瑶就要被那几个混蛋给欺负了。人没事就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些混蛋拿着喝醉来当幌子，想强行把青瑶拖进小胡同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然后你就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终于抱得美人归。不过我俩真没干啥，他是因为害怕，我就把房间让给了他，我在沙发上睡了一晚。你牛逼，这么好的机会都把握不住，怪不得好几年了都没追上人家。周冲还想解释，却在这时一阵汽车的轰鸣声传来，他们预约的炒房团来了。赵总你好，千盼万盼终于把你盼来了，这是我大哥金小强。你们好，让你们久等了，就问你们的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进到早餐店里，几人狼吞虎咽的吃了点东西，就直接进入今天见面的主题。两位肯定也知道，紫金圣府潜力很大。不过我听说昨天消防局的人到楼盘去了，因消防质检不过关，售楼处被勒令暂停销售。我赵春旭凭良心说话，紫金圣府要是真的有什么质量问题，那我是万万不敢插手的。赵总有所不知，紫金圣府很快就可以再次开售了，主要还是因为那销售部经理王新勇不会做人，明明已经跟我们签好了合同，说违约就违约，你说咱肯定不能让他欺负到头顶上来。这么说，消防局这事儿是你们干的？赵总可千万别误会，韩处秉公执法，为国为民，是咱们老百姓的好领导，谁敢去指使他？赵春旭又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周冲的意思。看来面前这两个平平无奇的家伙，实际上手眼通天。我们谈正事吧。
一共196套房子，全部都是最好的楼栋和楼层，1.6万1平签的定金合同。赵总去售楼处一看就能一目了然。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我有点疑惑，两位为何不将这些房子买下来，转手就能赚到至少超过10个亿？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没钱，赵总还真别不信。我们要是有钱的话，现在肯定不会跟赵总坐在这里了。那这定金合同，两位心中的理想价位是多少？200万一份定金合同。说完后，周冲死死地盯着赵春旭，他觉得赵春旭肯定会接受不了这个价，然后想方设法的压价。200万这个价格的确合理，那就这么定了。我们直接去售楼处走转让程序吧。周冲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被颠覆了，原来有钱就是这么任性。他还担心赵春旭嫌价位太高，没想到这么痛快。三人一起来到紫金盛府售楼处，王新勇亲自出面接待，先转账后转让，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没过多久就办完了手续。等到赵春旭走后，周冲看着手机里银行到账的信息，忽然放声大笑，对金小强无比的感激。金大哥，你真是我的神，这是2个亿，我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终于成为亿万富翁。其实我心里的激动一点不比周冲少，甚至还要更浓，因为我也收到了1.92亿的到账信息。如果把这些钱存放到银行，每年都会有700-800万的收入。金大哥，你再算一下，哪里还有这种楼盘？我周冲就算是去银行贷款，也一定不会错过这种机会了。这种机遇，你当时路边的大白菜，可以让你随便捡。不过有其他的项目，别人都是走1步看3步，金大哥你这是走1步看10步，快说说是什么赚钱的路子？启灵汽车，世界级新能源汽车天花板，最多4-5天的时间，启灵汽车就会出大事。出什么事？金大哥，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这几天你多关注下新闻就会知道了。但真正让启灵汽车坠入深渊的是几天后天海市国际的那场车展。我知道启灵汽车3年前就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经过这3年的市场检验，市值已经达到了1万亿美元上下。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启灵股市。是做空还是抄底？不过股票这东西真的太烧钱了，大部分都是韭菜，一旦跟不上脚步，那上1秒赚到的钱，下1秒就会直接蒸发。做空吧，做空我们可以接待，抄底的话需要很多钱，目前我们还没有那个实力，以后有机会再说。行，我都听你的，只要你能带着我发财就行。你有没有那种可以操作杠杆的朋友？你这是笃定启灵汽车会出大事了。操盘手我倒是认识，而且很厉害，可这事要是失败的话，那我们就倾家荡产了。相信我，就跟着我混，保你赚得盆满钵满。那我这边开始联系我那个操盘手的朋友，这次我可不可以带上和尚？他知道我们赚了这么多钱，恨不得能跟金大哥干一票大的。行，我这边也准备带上李宏远，再把韩长宇也带上吧。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明白，李宏远那家伙之前不是带给你不少钱吗？你怎么还对他这么好？借是借，贷是贷。我自暴自弃的时候，李宏远没有因此而落井下石，找我老婆和孩子的麻烦，就冲这一点，我必须还他这个人情。金大哥不光是算卦能力强，为人品行也是世间少有，跟你一比，弟弟我真是太惭愧了。少说那些屁话，你小子整天就知道糊弄我。等到和周冲分别后，回到家立即给李宏远打了个电话。李哥，嫂子那边安抚好了吗？别提了，3天一小闹，10天一大闹，我这脑子都要炸了。夫妻之间磕磕绊绊也是正常的，李哥可别跟我一样。金哥的话我记住了，以后我会对他好的。我跟李宏远简单说了一下关于启灵股市的事情，李宏远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知道跟着我混，赚钱是板上钉钉的事。恰巧这时我又接到了远在欧洲的韩长宇打来的电话。感谢金先生的救命之恩，大恩不言谢，我韩长宇记在心里了。这些话就别说了，以后对陈家好点就行。当我得知瓦伦南亚雷暴后，后怕不已。金先生，要是我当时在海神号上，那被巨浪冲到海里的人有没有我？早点休息吧，回来给你接风洗尘。我没有正面回答，却已经相当于告诉了韩长宇答案。如果他安然无恙的话，又怎能称之为生死劫？随后我又给陈家打了个电话，因为下午我准备去趟老陈家，也好让他有个心理准备。陈家，今天上午我又赚了接近2个亿。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赚100个亿，那也只是你自己的本事，跟我没关系。我知道现在的你并不在乎我赚了多少钱，但是我赚到钱后最想告诉的人就是你。哼，那你现在还有什么事吗？没事就挂了，我还要上班。我今天下午准备去趟你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你不怕被我爸打断腿，你就去吧，到时我可不管。陈家虽然没有答应金小强，但是内心却感到很开心。人无完人，有过则感知，他的生活开始有些期盼了。于是我就带上王新勇送给我的那一大堆礼品，来到了蓝岛市下辖的秣陵县县城园丁小区，敲响了老陈家的大门。在忙着呢，外面是谁呀？妈，是我，金小强。当雨云没看到我的时候，他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BBQ完犊子了，这家伙又来借钱了。关键今天陈生的女朋友还在这里，要是知道有金小强这么个混蛋姐夫，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分手。金小强，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已经和陈家离婚了吗？妈，好久没来家里了，我来看看你们。你又来要钱？好好好，我给你钱，
正好前几天老陈发了上个月的退休金，我都给你，你别进来了。妈，我不要钱，我真的就是来看看你们。那你来干什么？你跟佳佳都已经离婚了，佳佳他爸都快被你气出病来了，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非要把我们逼死你才能满意吗？即便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听着这些话，我还是感觉胸口一阵憋闷。曾几何时，这个心性善良朴素的妇人就被自己给逼成了这个样子呢？金小强，我实话告诉你，今天陈生的女朋友在这里，你要是继续捣乱的话，那我就真的死给你看。这次我真没想过要捣乱。中秋节快到了，我过来给你们送点月饼，希望你跟爸的身体能健健康康的。直到这时，吕云芳才终于注意到了那大包小包的东西，她有些不敢相信，这个女婿居然会给自己送东西。你哪儿来的钱？是不是坑蒙拐骗去了？妈，你不要担心，我现在又创业了，赚了点钱，这些钱都是正大光明的。可是这些礼品和烟酒都很贵吧？不贵，您拿进去就行了。等我爸抽完喝完之后，我再给他买。我以前的确是做了许多错事，您打我骂我也是应该的。就在这时，陈家的爸爸陈安莹突然走了出来，当看到我后，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爸，您进来可好？我来看您了。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带小弟购买200套烂尾房，狂赚4个亿。当我带着一大堆礼品看望老岳父一家时，不料却被老丈人狂揍一顿。爸，您进来可好？我来看您了。混账东西，你还有脸来？你怎么不躲？你不是很能打吗？你不是很喜欢闹吗？我看你今天还想闹出什么花样？爸，我以后不会再躲了，要打要骂，只要你们能开心就行。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们老陈家没任何关系了。要是再敢骚扰我们何家家，别怪我不客气。爸妈，你们赶紧进去吧，别怠慢了陈生的女朋友。混账东西，也不看看几点了，现在回去还能有饭吃？先进来吧，你爸，你陈叔的意思是让你吃了饭再走。当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饭时，陈生看到金小强后，怒气一直不停的飙升。你好，我叫江萍萍，是陈生的女朋友。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混蛋前姐夫。萍萍第一次来咱家，为什么要让这么个狗东西进来？我让你闭嘴！你是耳聋还是怎么着？爸，他都已经跟我姐离婚了，还有什么资格来咱家？随便拿点东西来忽悠你们要钱，真当咱老陈家都是傻子不成？陈生，你少说几句，赶紧吃你的饭。陈生之所以这么恨金小强，是因为当初觉得这个男人很好，怂恿姐姐嫁给了金小强。可结婚后，金小强喝酒、赌博、打人，样样精通。他觉得是自己害了姐姐和轩轩，恨不得宰了金小强。让他滚！我一刻都不想再看到他，让他赶紧滚！好好的一顿饭，你少说2句会死，非得让萍萍看笑话不成？要不是您和我妈让他进来，我又怎么会这么生气？看着他们都快要吵起来，我知道这顿饭吃不下去了，默默地走出了家门，却不知陈安莹默默地跟了出来。爸，您赶紧回去吃饭吧，陈生女朋友还等着您呢。你现在做什么呢？我看见你拿的那些东西了，又是中华烟，又是飞天茅台酒的。前几天我们几个老朋友聚在一起，还说飞天茅台现在价格疯涨，8、9千一瓶了。目前就是做点小生意，过段时间打算注册个制药公司。制药公司可不容易做，得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注册起来也很麻烦。爸，您相信我？相不相信有什么关系吗？我跟你妈当初要是不相信你，又怎么会让佳佳嫁给你？爸，我对不起佳佳，也对不起老陈家。佳佳这孩子性子倔，当初死心塌地的要嫁给你，我跟你妈也没反对。现在你们2个离婚了，你以后别再找佳佳和轩轩的麻烦了。她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还得上班，你多多体谅他们，你能做到吧？爸，您手机能借我用一下吗？你这是想做什么？我直接给陈安莹的微信转了2万块钱，不等她拒绝，就直接替她收了。爸，您说的对，我跟佳佳已经离婚了，以后可能没资格经常来看你们。这2万块钱不多，您跟我妈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再多的解释您和我妈都不会相信，所以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当初那个被您寄予无限期待的金小强又回来了。与此同时，陈生在家里正在给陈家打电话，告诉他金小强来家里的事情。姐，那个狗东西刚才来咱家了，拿了不少的东西，不过都是假的。你怎么知道那些东西是假的？笑话，飞天茅台、软中香烟，还有燕窝鱼翅。他要是这么有钱，为什么不先把借咱亲戚的那些钱还上？我这里有10万块，他前几天就给我了，让我还钱的。姐，你们都已经离婚了，你怎么还帮那个狗东西撒谎？我没撒谎，钱就在家里，不信你有空过来看看，正好拿着还给咱那些亲戚。姐，我知道你他爸妈怪你，但那个狗东西……陈生，你住嘴！他叫金小强，你别一口一个狗东西。陈家生气的把电话挂了。就在这时候，陈安莹回来，默默的说了一句：“金小强走的时候也给我转了2万块钱。”从老陈家回来后，彻夜未眠的我，第2天早上又被打了鸡血的周冲吵醒。金大哥，操盘手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下达命令了。搞得好像要上战场似的，你先不要急着接待，
等到下午3点左右，麒麟股市就会涨停，达到每股900美元左右。到时你让操盘手进行借贷，同时启动杠杆操作，倍率越高越好。你这是把所有事情都明明白白摆在我眼前了，就差没告诉我咱们到底能赚多少钱了。能赚多少钱，就得看你有多少，看你敢投多少了。那还用说，跟金大哥做事，不说还等着吃屎呢。我的钱已经转到你那边了，你应该收到了吧？收到了，我们的资金全都到齐了，不过李宏远的只有2000万。那就先这样，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再给我打电话。周冲毫不惬意地看着操盘手徐静，而徐静是周冲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不错，所以说起话来也比较随便。你是不是疯了？连麒麟股市这种巨头都敢做空？你想想，从世界顶级的资本巨头手里薅羊毛，这是多么刺激又值得炫耀的事情。值不值得炫耀先不说，关键是你能薅得着才行。麒麟股市的涨幅可谓是蒸蒸日上，许多韭菜挤破头都挤不进去。你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这么肯定它一定会跌？这你就别管了，小爷我自然能找到赚钱的路子。我再奉劝你一句，你可千万要想清楚了，你们这点几个亿的资金，相对于麒麟这种巨头的股市来说，连毛毛雨都算不上，稍微浮动一下，可就全部沉仓了，输得倾家荡产。老徐，别说我没给你这个机会，你家里多了不说，2、3千万还是有的，要不要跟我赌一次？你真混蛋！我要是把我爸那点家业挥霍干净了，我巴不得杀了我。那就算了吧，看来你没这个福分了。果然到了下午3点，麒麟股市正式涨停，最终涨停价格是900美元，跟金小强说的一模一样。徐静啪啪啪的一顿操作猛如虎，把周冲看得一愣一愣的。几分钟过去，终于搞定一切。真的假的？这么快就搞定了？外行人别说内行话，当我是吃干饭的不成？你牛逼，好几亿的钞票几下操作就没了，这股市还真是个无底洞。周冲想想这很不真实的一切，感到有些无语。这就跟赌博一样，很多人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就是因为死在了股市里。要不是金小强让他这么干，他打死都不会碰这东西。而在欧洲某大型酒店的豪华客房中，韩长宇看着跪在地上身材傲人的乌克兰女子，正如金小强所说的一样，竞争对手斯朗基夫和女子密谋陷害他，被韩长宇抓个正着。我韩长宇对你不好吗？斯朗基夫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要这样陷害我？长宇哥哥，我也不想这样的，是斯朗基夫逼我的，你别生气了。我当然知道是斯朗基夫逼你的，电脑上的资料已经全部备份。你要是不想让全世界都认识你，那总部大会的时候，你就让斯朗基夫好好的惊喜惊喜。长宇哥哥，我知道错了，我知道该怎么做，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让我继续做你女朋友好不好？你当我是傻子吗？你赶紧给我滚！我以后不想看见你。9月6号上午10点，一则新闻悄无声息地引爆了全球网络世界。启灵汽车自动驾驶出现故障，致使车主在高速公路发生撞击，抢救无效死亡。顿时有关启灵汽车的各种负面新闻铺天盖地的出现，快速冲上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热搜。启灵股市第一次出现了不涨反跌的情况。你是早就知道了启灵汽车的这么多黑料，还是预料到那位车主会出事？我也为那位车主感到遗憾和痛心，但说实话，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是赚了点，但是赚的并不多。金大哥，启灵汽车的真正暴跌是不是还没有真正开始？你平时总是装傻充愣的，这不是挺聪明的吗？不过在金大哥面前，我这点小聪明就不值一提了。明天我们去趟天海市的国际车展，到时将会有一场大戏，那才是启灵汽车真正暴跌的开端。我们去不去也没啥关系吧，反正这场大戏也要进行。难道你打算亲自过去表演一场？演你大爷！我们过去见证下这历史性的一刻。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购买烂尾房狂赚几个亿，不料去探望老丈人时，被小舅子无情地赶出家门。可能是嫌弃我赚的钱不够多，于是我化悲愤为力量，决定进军股票市场干一票大的。而我选中的目标则是全球顶级新能源启灵汽车，准备带着周冲去参加新海市的一场大型国际车展。与此同时，正在上班的陈家恰好接到了韩长宇的电话，韩长宇让他带上轩轩去天海市出差放假几天，甚至连飞机票都已经给他买好了，根本就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当陈家带着轩轩在机场和金小强、周冲集合时，才明白韩长宇的目的。我们在飞机上休息1个小时后，下午4点准时降落在新海市虹桥机场。远远就看见有辆车朝他们这边开过来。你小子可以啊，还安排有人来接我吗？这人我可不敢安排。天海市一把手的儿子向泽，要不要认识一下？天海市作为华国4大直辖市之一，相当于省级行政区，更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科创中心。周冲和向泽根本就不在同一段位上。厉害啊！你还认识这种大人物？向卫东是从东邻省走出来的，是我家老爷子最得意的门生之一，跟我爸关系很好。所以你跟这向泽的关系也很不错吧？还真不是很熟，就是以前见了几次而已。既然不熟，那他为什么来给我们接机？是周老爷子的意思啊，还是你父亲？看来关于我的事情，你都已经告诉他们了。我一连串的问题，顿时让周冲有些头大。在周冲看来，我应该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能力，尤其是那些权力部门的人物，免得引起些不必要的麻烦。没关系，你父亲和老爷子都不是外人，以后我可能还有需要他们帮忙的地方，总是要认识的。
其实那批红酒和紫金圣府的事情，他们知道后都觉得很震惊不可思议。其实我家老爷子早就想见见你，不过我担心你会不乐意，所以就一直没跟你提这事。老爷子以前可是两袖清风、为国为民的好领导，能见到他是我的荣幸，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呢。你丫居然还怕我不乐意，真把我当成什么大人物了？金大哥，你太小看自己了。你现在可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相信不需要多久，你就会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啧啧，说的好像真的似的，那就借你吉言喽。我和周冲还在猜测向泽来接机目的时，他却已经来到了跟前。周公子大驾光临，还真是令天海市蓬荜生辉。我要是能让天海市蓬荜生辉的话，那你向公子就能让蓝岛市光芒四射了。开个玩笑而已，你这家伙总是能把天地聊死。这位是谁？这位是我金大哥，我陪他来的天海市。金大哥，他是没有名字吗？还是说他的名字就叫金大哥？我叫金小强，不是叫金大哥。金大哥在我心里的地位不比我爸和老爷子低，咱俩年龄差不多，你叫一声金哥不吃亏。周冲，咱俩接触不多，但你了解我的，能让你叫哥的人，不见得也有资格让我叫哥。周冲脸色一沉，他比谁都清楚，向泽能来这里接机，是因为金小强来了。如果只是自己来，老爷子肯定不会告诉向卫东，向卫东也不至于让向泽来接自己。是我爸让我来接你的，但我时间宝贵的很，奈何父亲的命令不敢违背。你要是不能给我一个必须让你上车的理由，那我就只能自己走了。向泽，你这样做有点过分了吧？我可没觉得我过分，凡事都要讲究个对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明天下午3家 4S 店同时开业。奇怪，你怎么会知道明天我要同时开业3家店？我怎么知道的你不用管。不过就算我们不坐你的车，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熊天区那家，明天就别放烟花了，火大烧身。说完，我就带着陈家和轩轩向前走去，不再理会向泽的困惑。向泽，你个猪脑袋，你真以为你爸是让你来接我？金大哥以德报怨，他的话你最好当回事，不然到时后悔可来不及了。向泽不知道金小强是怎么知道那3家奔驰 4S 店开业的，更不明白为什么会说让熊天区那家店明天别放烟花，但他把火大烧身这几个字给记住。向总，您从机场那边回来了吗？还没有。明天那3家店的烟花鞭炮都准备好了吗？向总放心就是，烟花鞭炮全部准备完毕，都是质量最好的，向总只管等待明天剪彩就行。那就这样吧，不过熊天店那边要多准备点灭火器，以防万一。好的，知道了，我这就去安排。向总尽管放心就是，绝对出不了什么问题。我们从机场打了辆出租车，直接来到早就预定好的泰悦酒店，但因明天国际车展的原因，导致酒店客房爆满，只剩下最后2间，甚至最后1间总统套房被一个油腻大胖子以88888元的价格抢走。而巧合的是，这个胖子正是此次启灵汽车国际车展的负责人。来到酒店客房门口，我尴尬地盯着周冲，因为只有2间房，我和陈家还没有复婚，不让我跟他同住1间。金大哥，对不住了，我跟别人一起睡不着，我只能独占1间房了。那好吧，你也累一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谢谢嫂子，恭敬不如从命，祝你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我用兄弟你懂我的眼神看着周冲，他如获大赦，一溜烟的进了自己那间房。妈妈，爸爸今天要跟我们一起睡觉吗？不，他睡沙发，不准他偷偷爬上我们的床。好，我全听你们的安排吩咐。我非常感激韩长宇的帮忙，虽然我跟陈家的感情没有太大的进展，但父女间的感情正急剧上升。我正是想借此机会带陈家度个假，缓和下彼此的关系。安排好住宿后，我把周冲这个大灯泡丢下，带着陈家和轩轩去游乐场玩，带着他们去吃特色美食，观看各种街头表演，给轩轩买他喜欢的玩具，陪陈家逛夜市街。陈家看到轩轩开心兴奋的样子，他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我也感到很幸福。第2天早上8点，我们准时来到天海市国际车展，这里人山人海，数不清的汽车品牌，款式多样的外观设计，以及各种轿车、豪车、跑车等应有尽有。而启灵汽车的展台丝毫没有受到昨天自动驾驶故障新闻的影响。爸爸，这些车好可爱，有2只耳朵的，还有我最喜欢的粉色。那轩轩喜欢什么车？爸爸给你买一辆，好不好？爸爸真好，不过轩轩长大还要好久呢。陈家，你的驾龄都快10年了，要不先给你买一辆，以后轩轩上下学接送也方便。金大哥，到时嫂子回心转意后，这开车的任务就得交给你喽。你既然赚钱了，也的确该买一辆车了，不管贵还是便宜，出门总是方便的。就在这时，突然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冲上启灵汽车的展台，直接坐到一款车的引擎盖上，紧接着又冲出2个人拉起横幅，横幅上写着启灵汽车，质量堪忧，店大欺客，目中无人。即便我早有心理准备，看到这一幕还是心惊不已。我预知未来中的好戏终于要开场了。各位启灵汽车的车粉，我无意闹到这个地步，可启灵汽车的售后真的是我见过最差的售后。我是 HX3 车型的首任车主，启灵汽车曾承诺终身质保，可每次售后人员都会以排队为由，无限期延后维修或者更换配件。就在半年前，我在自动驾驶中，系统突然死机撞到了一棵大树上，我全身多处骨折，且检查出重度脑震荡。
不信你们可以看，这是我的医院伤残鉴定，可他们居然说我的伤残鉴定都是假的，而且还说我之所以会发生车祸，并不是系统死机，而是因为我上了年纪，操作不当造成。以这种荒唐的理由为前提下，他们拒绝我的任何索赔，包括我住院期间的医药费。这是华国的地界，你们作为一个外资企业，凭什么这么猖狂？启灵汽车，赶紧滚出华国！我们不能容忍你们的横行霸道！围观的人群看着这突如其来发生的事故，纷纷拿出手机对准老妇人一顿狂拍。他们没有人认为他是在撒谎，如果不是被逼无奈，没有人会选择跟启灵集团这种巨头对着干。接下来的事才是让他们愤怒到极点。只见启灵汽车的展台负责人二话不说冲到老妇人面前，拳脚相加。老不死的东西，瞎了你的狗眼，敢来我负责的展台闹事，你他妈是活腻味了！围观的人群彻底惊呆了，大庭广众之下竟然殴打一个60岁的老妇人，这就是启灵汽车的态度。就算你在愤怒，就算真的是老妇人胡搅蛮缠，你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动手。老妇人的家人丢掉手里的横幅，全都朝胖子冲了过去，场面瞬间陷入混乱。他是不是疯了？怪不得你会说今天会有一场大戏，还真是一场绝世好戏。这种人怎么做上负责人这个职位的？明明是启灵一方的不对，偏偏那胖子还好像很有理似的。牛逼，真他妈的牛逼！启灵这边的态度简直恶劣到令人发指，众目睽睽之下还敢嚣张到这种程度，不佩服都不行。你现在放心了吧？这场闹剧很快就会席卷全世界，就算老夫人没这个能力，启灵汽车的那些对手也会让启灵集团知道什么叫做追悔莫及。金大哥你真行，这么大的事情都被你未卜先知的算出来了。这次对启灵股市的做空是多少倍杠杆？只是30倍，不敢再增加了。这么多，你知道你这次能赚多少钱吗？我不知道，应该会比购买烂尾房赚得多点吧。暂时先保密，你跟操盘手说一下，启灵汽车的事情结束之后，咱们趁着这个机会在特斯拉上再赚一波。金大哥，啥意思？特斯拉也要出事？特斯拉倒是没出事，但很快就会有很多关于特斯拉的负面新闻爆出来，他们也要跟着启灵遭殃，但影响没有启灵这么大。我们选择抄底，而不是做空。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购买烂尾房狂赚几个亿后，开始进军股票市场。提醒来机场接我们的天海市第一公子哥，要注意他的新 4S 店火大烧身，他却对此不屑一顾。第二天他的 4S 店正常开业，果然当放到第10个烟花时，砰的一声闷响，烟弹直接冲进了没有关门的 4S 店，顿时一阵火花四起，烟雾缭绕，店里的10几辆豪车被烧成了空壳报废，预估损失将超过1000万。这时他才想起来昨天在机场接周冲时金小强说的火大烧身。与此同时，60岁的老妇人在国际车展上跳上车顶盖为自己的汽车售后维修，却不问青红皂白的遭到启灵汽车负责人的一顿毒打。此事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起轩然大波，将启灵汽车的负面新闻推向高潮。启灵股票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暴跌，瞬间蒸发2870亿美元，接近2万亿人民币，而整个美股遭受牵连，全面崩盘。而那个60岁的老妇人被奉为一跳2万亿的传奇神话。启灵汽车蒸发市值接近3000亿美元，跌幅达到30%。我已经算出来了，哪怕启灵市值不再下跌，我也能赚到18个亿。金小强，你也能赚到这么多钱吗？周冲投资了2个亿，我投了1.9个亿，比他少一点，不过没太大差别了。陈家震惊于这个恐怖的数字，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过他不羡慕也不嫉妒。金大哥，我们什么时候收手？明天启灵汽车的股票跌到448美元时，你就直接让操盘手收手，动作一定要快。你是说这次事件会导致启灵股票下跌达到50%？你拭目以待吧，明天就知道答案了。就在这时，周冲接到了远在蓝岛市激动又懊悔不已的徐静打来的电话。周冲啊周冲，你当初为什么不拿刀架在我脖子上，威胁我跟你一起干，不然我也成亿万富翁了。你周爷爷的话当初你不听，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个大买卖，要不要跟我一起干，你自己决定。好，这次就算我砸锅卖铁，把我爸的钱全部骗过来，也要跟着你一起干到底。那就这么说定了，等我回去再跟你细说。那我就哪儿也不去，等着你这个大财神爷快归来。周冲挂断电话，觉得这世道变化太快了。徐静前后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之前还喋喋不休地奉劝我股市就是个无底洞，而这一切改变的源头，正是这个神通广大的金大哥。金大哥，那个向泽给我打电话想见你，可又不好意思来找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看来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让他去酒店找我们。我们也该回酒店了。1个小时后，我们在酒店的会客厅见到了有些憔悴的向泽。金大哥，我是你向泽弟弟啊，还记得我吗？我当时谁呢？原来是向大公子啊！不过你就别叫我哥了，我承受不起。金大哥，都是我傲慢自大，目中无人。今天发生这场火灾是我活该，要不是你提醒后，我多准备了一些灭火器，不然我这家店就开不下去了。你向大公子还是第一个在我发出提醒之后依旧我行我素的人。向泽何等精明，他立刻就听出了我话中的含义。看来周冲早已受到了我的恩惠，否则岂能对我这么客气，非让自己也叫一声金大哥。都是弟弟我的错，你看在弟弟还年少无知不懂事的份上，就原谅弟弟这一次吧，弟弟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心想自己又没什么能耐去惩罚向泽，这家伙干嘛要如此的低声下气。
不过向泽这种高段位二代，还是想要结交一下的。钱没了可以再赚，眼下就有个不错的机会。你要是相信我，那就和周冲一起跟着我干。具体的你跟他详聊。听到这话，周冲眼睛一亮，他知道我这是在给自己涨身份，看他向泽以后在自己面前还敢不敢再嚣张了。做空启灵的事情你是插不进手来了，不过我们可以玩玩特斯拉的股票，等赚了钱，看你小子还敢不敢惹你周爷爷生气。周冲，你这小子趁机占我便宜是吧？那我以后就跟着你们混了。金大哥，你们继续聊，我要去盯着启灵股市喽。第二天早上搞定完天海市这边的事情后，也快到中秋节，已经好几年没回家，我准备去探望下父母。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想想就激动。该玩的都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吧？我还等着去上班呢。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你不是说轩轩想爷爷奶奶了？要不就从天海直接飞长光吧？你要是能照顾好轩轩，我就跟周冲回蓝岛。我的陈大美女，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照顾好孩子呢？那为了轩轩，我就勉强答应你吧。不过你可不能再欺负我们了。周冲，快给我订机票，我们一家3口去长光市的机票。哈哈，金大哥，我这是财运亨通，你是双喜临门啊。不过我准备回家带的东西都留在蓝岛市了，忽然要从天海飞长光，该带点什么回去呢？还算你有点良心，知道赚钱了给你爸妈带点东西。金大哥，我看你是急昏头了，咱们在天海市难道就没人了？于是周冲直接拨通了向泽的电话，毫不客气的让他去准备回家的礼品。向泽不愧是天海市第一公子哥，等到下午我们在机场见面时，带来了满满一大车的礼品。金大哥，时间仓促，只带了飞天茅台20瓶，软中香烟20条，月饼礼盒20个，国外红酒20瓶，海参礼盒20个，燕窝礼盒20个。你怎么这么喜欢20这个数字？不是我喜欢这个数字，而是我觉得好不容易回老家，又是过节，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得去一趟吧。我也没去想什么关系远近，反正就一股溜的给你弄来了这些，路上还担心够不够呢。你买这么多，这些要多少钱？嫂子，您这是说的什么话？这是弟弟的一点情谊，您要是拒绝的话，那我可就不乐意了。叔叔，你人这么好，那天为什么不让我们坐你的车呢？那天叔叔有点事，只能让你们打出租车走了，这是叔叔的不对，叔叔跟你赔礼道歉，给你买了好多好玩的玩具。真的吗？轩轩可喜欢玩具了。无功不受禄，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我这是请你帮忙，又不是跟你要。金大哥，你不是都已经原谅我了？跟我减少的那些损失比起来，这点东西算什么？咱做人最起码得知道知恩图报。我向泽在天海市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要是连这点小心意你都接受不了，那我真的混不下去了。金大哥，你也不用多想，相比起你给他减少的损失，这些东西的确只是毛毛雨。再说了，很快他就要跟着你赚钱了，你随随便便一句话，不就能让他赚回这些东西的成百上千倍？对，钱的事情就别再说了。至于这些东西，你跟嫂子也不用担心拿不了，机场可以直接托运过去。长光市那边正好也有一家我开的 4S 店，我提前打个招呼，等你跟嫂子下飞机之后，就让他们接你们。那好吧，我先谢谢了，不然显得我太矫情了。金大哥，这就对了嘛，我跟向泽以后还要你带着多多发财呢。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以后小弟就跟着金大哥混了。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帮天海市第一公子哥损失上亿财产，他心甘情愿给我当小弟，亲自安排车辆送我回老家金家岭，临走时还特意留下一辆车让我驱使。小强，你不好好上班，怎么突然回来了？爸妈，中秋节到了，我回来看看你们。哼，佳佳那么好的媳妇都被你给撵走了，你还有什么脸回来？爸妈，你们看还有谁一起回来了？你们怎么也回来了？你和小强不是已经离婚了吗？爸，你这是说的什么糊涂话？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们都已经……哎呦，你看我这张破嘴。望着老两口脸上的喜色，陈家心里的慌乱终于消失，准备好的叔叔阿姨这2个字，还是变成了爸妈。爸妈，好久没回来了，我带着轩轩回来看看你们。爷爷奶奶，好久不见，我好想你们啊！我的大孙女哟，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佳佳给你们买了一大堆东西，你过来帮我拿一下。怎么买这么多东西？我问你，你哪来的钱？爸，你相信你儿子吗？相信个屁！就你那点德行，让我怎么相信你？我这钱要是偷来的或者抢来的、骗来的，你觉得陈家还愿意跟我回来吗？你就算是不相信我，也不能不相信陈家吧？混账东西！那找时间给老子好好解释解释。等我们都回到屋里安顿好后，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跟爸妈解释清楚，他们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启灵汽车就是昨天新闻上说的那个在车展上打人的启灵汽车。是的，天下之事，盛极必衰。我其实也是在赌，只不过跟以前的赌不一样。庆幸的是，这一次我赌对了。小强啊，那股票这次你能赚多少钱？不是很多，还不到30个亿呢。30个亿？你这混账小子，莫不是又回来蒙骗我们？爸，他这次能赚多少我不敢说，不过我之前看到过他的银行来账信息，是接近2个亿。爸，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金小强了，我向您保证，我再也不会犯浑，以后就跟您一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佳佳他们娘俩不容易，你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可他从来没有跟我和你妈抱怨过半句。你能赚多少钱，那是你的本事。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家和万事兴，明白吗？爸，我明白了，我一定会牢记这句话的。还有佳佳，你嫁到金家这么多年，小强他之前那么混蛋，跟我们有分不开的关系。我从来没有跟你道过歉，今天我就跟你说一声对不起。爸，您这是干什么？您不用道歉，这跟您没关系。小强，你记住你跟我说的话，要是再回到以前那种状态，我跟你妈就算是入了土，也不会安心。听到父亲的话，我再也忍不住，直直的给父母磕了3个响头，才站起身来。爸妈，明天就是中秋了，小克跟金小楚不回来吗？小楚明天就回来，小克你给他打个电话自己说吧，心里可能有些怨恨吧。我给他打过电话，不过原先那个号码成空号了。于是我从父亲那里要来了新的电话，直接拨打了过去。小克，是我小强，你睡觉没？哥，真的是你，我好想你啊！你回家了，打算在家过节吗？小克，你真的很傻，我连你结婚的彩礼都拿去输光了，你难道就一点都不记恨我吗？我记恨你干什么？你是我哥，我现在就去买火车票，你别走，我明天就回来。你是我哥，简简单单的4个字，我只觉胸口憋闷，再也忍不住，浓浓的酸涩从心里涌了出来，真恨曾经那个好赌如命、烂醉如鬼的自己。都过去了，别再想以前了。我对不起你跟轩轩，对不起爸妈，对不起小克和小楚，我金小强，对不起你们所有人。第2天一早醒来，金城国就开开心心的清点我带回来的东西，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20条软中香烟，20瓶飞天茅台，电视上说这价格都快上万了，你不会是拿假的来糊弄我吧？爸，就以您老的威严，我敢拿假的回来糊弄您？臭小子，还敢调侃我了？不过这东西价格这么贵，你买这么多干什么？佳佳你也是的，就不知道劝劝他，留着这钱给你们娘俩花多好。爸，这您就不用担心了，您儿子现在本事可大了，认识了好多大人物，这都是朋友送给他的，根本就没让他自己花钱。要不是我们坐飞机回来，没办法拿，人家还怕买的少了呢。净瞎说，什么朋友这么大的手笔？光是这20瓶飞天茅台就10几万了，还有那些燕窝海参啥的，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干海参礼盒据说1斤就得好几千。好好好，就当是您儿子给您买的，反正他很快就要赚几10个亿了，花个30、40万也不算什么。别添你大胡扯，就算你赚了那么多钱，也不要这么大手大脚的花。我们普通了一辈子，这些东西吃不惯，以后不准再买了。妈，就是因为你们辛苦了大半辈子，所以接下来应该享受享受了。佳佳，妈知道你心疼我和你爸，妈也知道你的苦。不过现在小强竟然能赚钱了，能给你和轩轩过上好日子，有没有考虑过跟他复婚？陈家抿嘴沉默不语，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二老，只是眼泪无声无息流出来。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起，打破了这尴尬的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金大哥，我真的无法相信，今早几零股票果然跌到448美元才跌停，简直跟你说的一毛不差。你不会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吧？还是说你能预知未来？扯什么犊子？有屁赶紧放，我还得干活呢。徐静已经跟券商那边沟通好了，最迟今天下午，你那边就会有28.5亿入账。我这次赚了30亿，比你还多了1.5亿，嘿嘿，要不分你一半？本大师不吃嗟来之食，我赚的已经够多了。经过这2次暴跌，启灵汽车真的是炸毛了，承诺会给那位60岁老妇人高额赔偿，并且由启灵汽车华国区总裁亲自登门道歉。他们终于低下了那高傲的头颅。我的那些钱，你先给我转5000万过来就行，剩下28亿全部用于抄底推斯拉。好的，没问题，全听你吩咐。忒斯拉，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明天晚上，确切的说是11号凌晨3点，特斯拉会在那时候迎来跌停，市值蒸发至少超过2万亿。启灵汽车的嚣张狂妄，让忒斯拉也跟着倒霉，真他妈活该。那我们什么时候收手？11号特斯拉跌停之后，公关部就会紧急避险，迅速发出公告。到12号下午3点，特斯拉股市会迎来涨停，单股价格再创新高，达到1100美元左右。从这个数字来看，我们手里的钱翻个倍是不成问题的。金大哥，我要破音了，你牛逼，你就是我的神。跟周冲打完电话之后，还没等我收起手机，李宏远又打了过来。金哥，你喜欢男人吗？你看我怎么样？李哥，你调皮了，是不是嫂子又作妖了？怎么我感觉你都有些神经质了？你要是喜欢男人，那我就嫁给你。你有这么一张好嘴，还不如多跟嫂子说点好听的，这样她也不会一直跟你吵架了。你说我李宏远怎么就这么有福气，竟然能认识你？周公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我这次能赚3个亿，我足足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以后赚钱的机会还多着呢，你也不用这么兴奋。我之所以对你这么好，是因为你当初对我好。别的不说了，大恩不言谢，就算你不愿意娶我，以后我李宏远就是你的人。40岁的老男人好肉麻。我有电话进来了，
先挂了哈。我一看手机是韩长宇打来的，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恭喜韩总荣升华国大区总裁。金先生，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周冲可是跟我说了，这次你们都赚了30个亿左右，我这个华国大区总裁，在你们眼里也有资格称总。那还是要感谢下韩总，让陈家陪我去天海市出差，我现在的心情很好。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除了升职的事，股票我也赚了2亿多，按照我现在的年薪加分红来算，估计得20年才能赚到这么多钱。韩长宇，你的能力在圈子里是有目共睹，以后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干？金先生什么意思？是打算开个公司吗？现在还不着急，不过我打算开一个制药公司，药品质量不会有任何问题，就看有没有人能帮我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了。金先生要是肯抛出这个橄榄枝，那我韩长宇誓死追随。别说的这么严肃，好像要去战场打仗似的。你刚刚才升职，先享受一下华国大区总负责人的待遇，等我需要你的时候会跟你说的。那行，我再有个1、2天就能回国，到时候咱们好好喝一杯。今天真是邪门了，我刚挂断韩长宇的电话，洪玲的电话又打了过来。金大哥，那日一别甚是想念，没把弟弟给忘了吧？堂堂天阳集团的少东家，我岂敢忘了？别人说这话，我只觉得是嫉妒，怎么从金大哥嘴里说出来，就这么好听，这么有成就感，这么荣幸至极。你小子，看来这次也是赚了不少，不然也不会这么兴奋。只是20个亿，没你们赚得多。幸亏我当初死皮赖脸的跟我爸谋来了一点资金，现在我爸看我可是顺眼的很呢，这种感觉简直爽到爆。你当初不是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天欲灭我，我灭天？哈哈，那是我年少无知，童言无忌，还请金大哥莫怪罪。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炒股狂赚几10个亿后，带着妻儿衣锦还乡。回家后第一时间带上父母，把以前欠亲朋好友的钱双倍还上，顺便送上一瓶好酒好礼，乐得他们都合不拢嘴。当初我给爸妈丢掉的脸面，重新帮他们拾了回来。等到中秋月明之时，一家人也终于大团圆。小楚，几年不见你变得更加漂亮了。你现在在哪里上班？长光市的一个私人服装厂里，不过厂子挺大，有好几百号人。金小楚其实也是一名大学生，为了每个月能给金小强多赚点钱，放弃了那些光鲜亮丽的工作，宁愿在服装厂里当一个普普通通的缝纫工，多赚点计件费。现在干得怎么样？每个月工资够花吗？每个月大概5000块左右，最高的时候能开到接近6000。我自己当然够花了，有时候还会给爸妈交个1、2千呢。都是我连累了大家，害得你们都不能好好过生活。哥，我听妈跟嫂子都说你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是的，哥现在可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了。不过哥小时候喜欢欺负你，长大了也喜欢欺负你，你恨哥吗？不恨，因为我知道我哥从来都不是一个坏人。我快速的给小楚和小克的微信里每人转了10万块。我给你和小克的微信转了点钱，你们先拿着花，等不够了跟哥说。哥，我现在工作比较稳定，工资也够花，多余的还能给爸妈点，我不要你的钱。哥，我也不能要你的钱，我还想问问你的钱够不够花？就算你现在的生活已经走上正轨了，可之前毕竟还欠了那么多外债，加上轩轩也快上幼儿园了，哪里都要花钱，怎么还能给我转钱呢？丫头，咱爸妈之前给你准备了5万块的嫁妆，却都被我拿出去赌了。你说实话，到底恨不恨我？我说了，我不恨你，就你妹妹这长相，还非得有嫁妆才能嫁出去。哥，你也太小看我了吧？给你们看看哥的钱，5000万呢，你们以后就给我可劲儿花，想买什么咱就买什么。那服装厂的工作要是不乐意干了，那咱就直接不干了。有哥在，咱什么都不怕，以后哥养着你们。哥，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该不会是……你放心就是了，咱爸妈还有你嫂子都知道我这钱的来路。哥既然给你，那你就光明正大的花，因为咱这钱是干净的。哥，你打算什么时候回蓝岛？我俩出去外面聊聊。我不着急，什么时候回都行。那你什么时候回公司？明后天吧，工作忙，不能请太长时间的假，不然那老巫婆又要念叨了。看你愁容满面的，不想干咱就不干了。不干不行啊，我才多大，女朋友都还没有呢，不赶紧赚钱，将来拿啥娶妻生娃？你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对药品多少懂一些。我接下来打算开一家制药公司，要不你跟小楚都过来帮我。哥，人家不都说您聘外人不招亲友吗？你就不怕我去了给你惹麻烦，或者被公司里的人说闲话？你跟小楚是我的亲弟弟妹妹，你们什么德行，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就凭我把你们的彩礼钱和嫁妆钱都拿出去赌了，你们也没有埋怨我这一点，我金小强就敢拍着胸脯保证，你们不是那种。哥，你可别再说这个了，咱家里的钱不分谁，什么彩礼嫁妆的，你花了就花了，现在不都已经赚回来了？好好好，那我不说了，反正我是相信你跟小楚的，在我的公司里上班，肯定要比你们现在舒服得多，我也不必去担心你们。哥，我可以跟着你干，嘿嘿。不过你打算给我开多少的工资？你可是我亲弟弟，还跟我谈钱，这太伤感情了吧？哥，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吧？我跟小楚再怎么说也得吃饭睡觉，你连生活费都不给我们，
嘿嘿，公司有食堂和职工宿舍，都不需要你们花钱，你们使劲给我干活就成了。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有人欢喜有人愁。凌晨1点开始，特斯拉的股票迎来真正暴跌。3点整时，特斯拉的股票在498美元这个数字上正式跌停。周爷，你真厉害，不愧是我的财神爷。别叫我周爷，不然被我家老爷子听到，不得打死我。没想到你真的有高人指点，跟着你我这次应该也能赚不少。没想到特斯拉就这样毫无征兆的暴跌这么多。这回你真信了吧？之前想带你赚点钱，还说我在搞传销被洗脑了，差点被你气炸了。开玩笑，开个玩笑而已嘛，你还当真了？真是没气度。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妹妹正准备去趟市，却被周冲的电话铃声打断。有星星的夜晚。金大哥，昨晚特斯拉真的迎来了暴跌，单股票值在达到498美元的时候正式跌停，我把钱都已经投进去了，就等特斯拉涨上来之后收尾。知道了，没其他事我就挂电话了，我今天还要去趟市里。我去，你怎么能这么淡定？特斯拉市值从接近1000美元跌到498美元，一夜之间蒸发了好几万亿人民币，好几万亿啊！又不是我蒸发了好几万亿，我怎么就不能淡定了？不愧是我金大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黄河决于顶而面不惊，小弟佩服至极。特斯拉已经召开新闻发布会了，你猜猜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挽救特斯拉市值的？这还需要猜？肯定是汽车降价出售，都是老套路了。在我预知的未来中，特斯拉的公关方式跟启灵汽车截然不同。特斯拉直接采用全车型售价降低来稳住全球车粉，少则降价2万，多则降价6、7万。而毫无疑问的，这种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从今晚开盘直至明天下午3点，特斯拉市值就会呈现井喷式的暴涨，持续到涨停。你真是无趣没意思。跟你汇报下资金方面的事，我们是以498美元购入的。如果真的按照金大哥所说，特斯拉单股达到1100美元的话，那你的28亿就会变成62亿左右，相当于赚了34个亿，而我会比你多赚整整4个亿，都快要迈入100亿富豪的行列了。你投进去30个亿，比我多赚4个亿是肯定的，这有啥值得炫耀的？金大哥，其实我给你打这电话的主要目的是我爷爷想见见你，他老人家对你的能力非常欣赏和敬佩，也很感激你在红酒那件事上救了我周家。你啥时候回蓝岛了，就来我家喝杯茶。这当然好，正好我也有件事想请你们帮忙。我无所不能的金大哥，居然还有事要找我帮忙，我周某人荣幸至极。我打算开个制药公司，听说这东西注册起来挺麻烦的，在不违规违法的基础上，我希望周叔叔能给我开绿灯，尽快把资格证之类的都办下来。制药公司，你搞这个干嘛？虽说药品行业暴利，却也有很多富豪因为这个而倾家荡产。具体的等我回蓝岛再说吧，电话里不好说。我跟周冲的电话正好被站在旁边的弟弟妹妹听见，他们被惊的话都说不出来。原本我们打算今天去市里把他们2个的工作辞了，于是我们开着车赶往长光市。哥，刚才那家伙说的都是真的，你赚了60个亿。确切的说，是只赚了34亿，还有28亿是本钱。我的亲大哥哟，这不是在开玩笑吧？60多亿要是放1块的话，都得堆成山了吧？小克，你小子怎么不说话？赶紧夸夸你哥！别说60个亿，就算是600个亿又能怎样？反正你还是要让我跟小楚吃食堂，睡大街。下午1点左右，我们到达市里后，金小楚和金小克就风风火火的去办理离职去了，而我则准备去趟医院，借机偶遇医学神话张狂，我未来制药公司的大佬。正在这时，我的电话响起，原来是天海市第一公子哥向泽。金大哥，上次你让我预定的2辆跑车已经装车，大约2天就能到达长光市。不过因为你没时间到，所以没办法选派，我只能让那边在线车里面尽量挑2辆高一点的配置给你发过去。没关系，你把银行账号给我发过来，我给你把车钱转过去。金大哥，我不要你的钱。周冲说我这次应该能赚6个亿，2辆车加起来还不到1000万呢，只是9牛1毛，就当是我感谢你的。说完，向泽不给我拒绝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但1000万说不要就不要，我总觉得心里不得劲。而这2辆跑车正好是送给弟弟妹妹的礼物，我准备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炒股狂赚30个亿后，想创办一家制药公司造福百姓。为此，我来到长光市第一人民医院，准备借机偶遇未来的医学神话张狂。你母亲的病情不能再拖了，白血病一旦彻底发病就很难治疗，趁着现在还有病房，你赶紧先去将押金给交上。如果我们医院真的没有办法，我也会帮你们联系转院到大城市治疗。谢谢医生，可是我妈都已经快70岁了，怎么会得白血病呢？而且还需要那么大一笔钱，我再想想办法。那你要赶紧想办法，这样拖下去病情只会越来越严重。我知道了，再给我点时间，我会尽快借到钱。张狂本身就是学医的，知道白血病堪称无底洞病症，后期的花费更是天文数字。自己一直异想天开的想着研究特效感冒药，却没有一个公司愿意投资。现在全身上下不到1000块，连住院的押金都拿不出来，自己简直就是个废物。我以前经常因为愤怒和委屈而自残，不过后来我才发现，这种做法真的太愚蠢了。你需要钱吗？你干什么的？平台筹款吗？某地筹还是某松筹？麻溜的给我滚蛋！你们什么德行？拿别人的生死做筹码谋取暴利，
利用人们的仁慈怜悯来赚钱，社会风气都被你们这帮混账带坏了。我被张狂的一顿劈头盖脸大骂惊呆了，难怪这家伙以后会被授予国士勋章，不仅能力逆天，更是心高气傲，嫉恶如仇。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平台，你可以先收一收你的脾气。张狂，28岁未婚，毕业于北安省医科大学，本科学历，家庭状况什么的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你调查过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我叫金小强，打算开一家制药公司，听说你对特效感冒药很有想法，所以来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听到特效感冒药这个词，张狂感觉对方在戏谑自己没日没夜的制定计划书，跑到各大制药公司，找到各种投资公司，都被拒之门外，觉得自己就是个神经病。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药？自己似乎已成为天底下最大的笑话。直到得知母亲得了白血病后，张狂终于决定不再幻想，脚踏实地的找份工作赚钱，来为母亲治病。这样看来，你都已经知道我的事情了。你们可以拒绝我，也可以在暗中嘲讽我，但研发特效感冒药就是我张狂的梦想。你们将我扫地出门还不够，为何还要来践踏我的梦想与尊严？别人觉得你是在白日做梦，但我金小强却对你充满了信心。你既然说特效感冒药是你的梦想，那你甘愿就这么放弃你的梦想？不放弃又能怎样？梦想还能当饭吃吗？我妈得了白血病，需要一大笔钱做治疗，可我连住院押金都交不起。你母亲能不能安心治病，全部都取决于你。我从未想过要去践踏你的梦想和尊严，反而我尊重每一个人的梦想，因为我们都是为了梦想而活着。你说的倒是轻巧，我也想坚持我的梦想，可每一个梦想都需要金钱去支撑。现在我妈得了白血病，我也不再去奢望什么所谓的梦想了，只是想办法治好她。百善孝为先，我就佩服你这样的人。想要追上你的梦想吗？那就跟我来。张狂跟着我来到医院收费处，紧张地看着我交了10万住院押金，脸上终于露出释然的笑容。现在该相信我了吧？我已经把你的梦想给拉回来了，到底能不能实现，剩下就看你的了。你这是为了什么？我是真的没有钱还你。你要是有钱，还用我帮你垫上这些费用？再说了，我要的不是你的钱，而是你的人。那你到底看中我什么了？值得你这样千里迢迢的跑来找我？如果你非要我说一个原因的话，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提出特效感冒药计划的人。你连我的计划书都没看过就这么相信我？我带着计划书去了不下50家制药公司，最后都被赶了出来。没人相信我会让特效感冒药面试，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傻子。你遇到这么多困难还在坚持，说明你有自己坚持的理由。那你跟我说说这特效感冒药到底特效到什么程度？如果真能研发出来普通流感的话，患者吃了特效感冒药后1小时之内就会彻底恢复健康。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等着你来我的公司大展宏图，你不会让我失望吧？大恩不言谢，等我处理完医院的事情就立即去找你，不然我放心不下我妈。临走时我又给张狂转了200万，让他安心处理好他妈妈的事情，省得到时因治病缺钱耽搁了特效感冒药的研发。而张狂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将这份感激深埋心底，发誓要将自己计划的各种特效药研发出来，让所有病人都不再遭受折磨，这才缔造出一位在未来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传说级医学神话。9月12号，推斯拉市值从开盘开始就以恐怖的速度暴涨，等到下午3点的时候，推斯拉终于涨停，单股达到$1100。果然，推斯拉全车型降价销售的方式，短短1日之间就让市值实现了腾飞，创造了上市以来的最高单股纪录。周虫，你到底是哪里认识的这种牛人？他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现在不说我被传销洗脑了吧？我就是不告诉你，气死你！这种来钱速度简直比抢银行都要快，再来个几次，你都有资格进入年轻一代的富豪榜了。放心，我有大哥指点，早晚会进入富豪榜的。那你这次赚了多少钱？3000万吧，毕竟我投进去的不多，还被我爸好一顿臭骂。可惜了，才3000万，跟我30多亿比起来就是毛毛雨啊！等到晚上5点多，我跟弟弟妹妹也回到了家里，他们也顺利的办完了离职手续，而我也收到了银行62亿的入账信息。陈家，你快看，到账了，62个亿，简直不敢相信！恭喜你，金小强，你终于实现了你的梦想，成为一个大富翁。不，你错了，我现在的梦想是把你和轩轩给追回来。那这个梦想应该不会那么轻易实现，光会赚钱是不够的，你得多加油努力才行。等到一家人围坐在石桌前，准备赏月时，我的电话响起，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电话。你好，金先生，我是蓝岛市工商银行支行行长，我叫杨祖山。原来是杨行长，你给我打这个电话是什么情况？金先生，咱们银行对客户的隐私是有绝对保障的，这一点您先放心。只是您的来账金额太大，导致账户出现异常，所以我才冒昧给您打这个电话，您一定不要误会。这些钱都是正规渠道来的，杨行长如果有异，可以调查一下。金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敢质疑您这种人物的资金来路，我只是希望您能在咱们银行这边储存一点资金，当然，银行会给金先生最高的利息，甚至给您预留出一个职位，待遇等同正职员工，这样也方便您管理您的资金。原来杨行长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恐怕够呛，我的公司需要大量运转资金，烧钱烧得太厉害，倒是要让杨行长失望了。金先生，我知道您手下养活的人多，一直都在为社会做着巨大贡献。不过我不是想让您把钱全部存到咱这边，您就稍微拿出一点，哪怕1个亿，再不行几千万也可以。
我听着杨祖山滔滔不绝的话，好一阵无语。自己啥时候为社会做贡献了？能当上行长的人，这嘴上功夫果真不是盖的。不过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杨行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先做一下资金汇总，然后再给您答复。金先生，其实这次是上面给我下了储蓄任务，周冲那臭小子又不肯把钱存在我这里，非说要留着钱跟您继续干，所以我才给您打这个电话。原来是周冲那小子说的。杨行长，那您跟周冲是什么关系？金先生，这样麻烦您怪不好意思的，其实我是他的舅舅。那这样，我先在杨行长这边存10个亿定期吧，然后再存40亿定转活。不过等我用钱的时候，杨行长可不能给我掉链子。感谢金先生大义帮忙，你放心，到时你需要钱时跟我说声就行。那存款这边我就直接帮您操作了。等您回到蓝岛时，我杨某人必定登门拜访。一个银行行长都对你这么客气，看来我儿子现在真是出息了。爸，这您就不懂了吧？60多亿存银行吃利息，按照目前大额存单4.2利率来算，每年光利息就超过2亿。我在新闻上有看过，像蓝岛市1年能达到2亿纯利润的企业不超出30家，而2亿银行利息平均到每天下来，那就是一天接近55万。55万一天的利息钱，就抵得上那些普通家庭6、7年的总收入了。这不是扯淡吗？我跟你妈在地里辛辛苦苦忙活1年，也就能捣鼓个2、3万块钱。这些有钱人光放银行存利息，一天就55万，人比人，真的能气死人。爸，你说的有钱人可就坐在这里呢，你难道还跟你儿子置气不成？爸，这就是金小强不让你们去种地的原因，哪怕他光是把银行利息给你们，你们都够花了。爸妈，说真的，你们也辛苦了一辈子，咱以后别种地了，好好休息一下。你说不种地，那我跟你爸还能干啥？那都是国家发给咱的粮食地，荒废了多可惜。这些地咱们可以承包出去，或者借给别人先来种着，荒废不了的。爸妈，是这样的，轩轩马上要上幼儿园了，你们就跟着我们去蓝岛市，帮我们照看接送下孩子，这样我们也能安心上班。可是你跟小强都已经离婚了，轩轩也跟着你，我们2个要是过去照顾轩轩的话，别人怕是会说3道4的。嫂子，爸说的也没错，外人要是知道，总归不太好的。这样啊，那我考虑考虑，我再考虑考虑。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炒股狂赚30亿后，开始招兵买马，筹备自己的制药公司。未来的药王张狂已被我招入麾下，弟弟妹妹已被我说服去给我干活，开着我送给他们的跑车赶往蓝岛市。爸妈已被陈家说服去给我们照顾轩轩，而我和陈家回到蓝岛市后，立即买了一套别墅给爸妈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如约来到周家大院见周老爷子。爷爷，您可是答应过我，会让我爸给金大哥的制药公司开绿灯的。早就听闻老爷子的风骨，心中敬佩无比，一直想要来拜访拜访，又怕打扰到您，制药公司的事情还得麻烦周老爷子。药品行业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在职那几10年，批过的制药公司没有50个也有30个，最后能坚持下来的不足1/10。很多制药公司都只是皮包，大多以空壳的方式来进行经济交易，真正钻研药品的的确很少。你说的倒也不假，但真正想涉猎这个行业的还是大有人在。不过制药行业烧钱太快，很多原先有着远大抱负的人，最后也只能向现实低头。人活一世，没有钱肯定不行，但钱不是万能的，还有很多东西比金钱珍贵。我明白，我们的生死都掌握在阎王和医生手里，我做不了阎王，那我就选择后者。不说悬壶济世，至少可以在经济与病痛上面减少那些患者的负担。你明白就好，药品不是用来赚钱的工具。一个制药公司的倒闭，不仅仅只是赔钱那么简单，还会招来无数百姓的反感和指责。老爷子的意思是不打算让周冲烫这趟浑水。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希望作为周家的后人，他能选择让我欣赏的那种。老爷子，您常年身居高位，我不能去评价您说的是对是错，但我敢说的是，等我的制药公司成立之后，您肯定会后悔不让周冲跟我一起干。爷爷，我也是个有梦想有追求的青年，你这也不让我做，那也不让我碰，真是太为难我了。你少贫嘴，一点都不稳重。至于制药公司的事情，只要不踩红线，你让周冲去打个招呼就行，相关部门会协助你尽快办理。多谢老爷子。那建造制药公司工厂的地该怎么办？明里好像说过，这几天就会有几宗地块进行拍卖，不过你得先做好心理准备，那几宗地块都是没有政策优惠和补贴的。再次感谢老爷子，只要能拿到地就行，至于政策优惠和补贴有没有都无所谓。谈完正事，那咱们再说点私事。等会有个人要来，正好这几天他遇到件愁事儿，你要不看在我这张老脸的份上，帮他算算。爷爷，这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您这是想考验下金大哥的算卦能力？没过多久，一个身着警服、面色疲惫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正是蓝岛市公安局一把手李长青。李叔，看你这憔悴的样子，是刚刚才下班吗？
别提了，中秋节那天发生了几起入室偷窃案，图财又害命，现场惨不忍睹。有70岁的孤寡老人和10几岁的孩童被杀，警方出动大量警力，到现在也没找到那几个犯罪嫌疑人。我看新闻报道说，现场作案人数一共13个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基本确定作案人数为3人。虽然当时他们都戴着面具，但是从监控调出的身影来看，年龄应该不是很大。作案工具也都是受害者家里的菜刀、锤子之类的。李叔，难道几起命案都没有留下他们的指纹吗？都戴着一次性手套，全被他们给烧掉了。这几个家伙现在已经疯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会对其他市民下手。小强，这位市公安局的人，这件事情你怎么看？老爷子，这位就是您说要介绍给我认识的那个人。李局，现场作案人数不是3个，应该是5个人吧？年轻人，这是命案，不是儿戏，懂吗？如果真是儿戏，我就不会跟李局说了。李长青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窜了出来，本来就已经因为这几个案子焦头烂额，这家伙还仗着周冲信任他，在这里蒙骗自己跟周老爷子。老爷子，我还有事要处理，先行告辞了。你这什么急？现在回去就能破案了，先听下小强的分析也无妨。他能分析什么？我们3天没日没夜的调查，最后才确定嫌犯为3人，监控记录都摆在那里了，他张嘴就变成5个，当我们公安局是吃干饭的。李局，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作为任劳任怨的人民公仆，你肯定因为这3起案件而烦躁和愤怒。但我说句实话，嫌犯的确有3人，只不过其中2人一直都隐藏在监控看不见的地方。你怎么知道的？难道就靠你掐指一算吗？今天晚上嫌犯就会再次作案，李局应该是住在中心花园，你儿子晚上8点的钢琴课10点结束，而那些嫌犯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你家。此话一出，院子里直接陷入死寂。周冲和周文年的脸上充满了震惊。你是不是调查过我？还是你说的是真的？难道他们想要针对我？不，他们还真不知道那是你家，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几天没有男人回家的房子才是最容易得手的。没有男人的家庭太多了，比如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他们为什么偏偏选择我家？我要说是李局的运气好，李局不会打我吧？你真的没有诓骗我，不然后果真的会很严重。布置警力吧，今晚11点，嫌犯就会敲响你家的门，而那个时候，你老婆正在洗澡，开门的是你儿子。那么晚了，他们为什么是敲门而不是撬锁？你家是指纹锁，他们撬不开的，所以他们才会选择敲门。你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真的没有骗我。要是骗我呢？现在已经快8点半了，李局要是再不布置警力，恐怕就来不及了。李长青见我说的头头是道，心中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此刻的他满是纠结，不信的话，又担心老婆孩子的安全。若是真调动警力过去，事情不是真的，那么自己将成为整个蓝岛市的笑柄。老爷子，这件事他说的是真的吗？你怎么看？我不要怎么看，小强我给你带来了，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李叔，金大哥说的绝对不会有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要再犹豫了。可是这么大的事情就靠他上下嘴皮一碰。老爷子，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信不信就看李局自己了。我还有事先告辞了。晚上10点，李长青最终还是不放心，带着警力来到中央花园小区部署。10点30分整时，正如金小强所说，在喷泉后面发现了一个踩点的人，在单元楼门口看到一个坐在摩托车上踩点的人。他们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直接来到李长青家隔壁的通道里，观察家门口的一切动静。等到10点58分时，果然有3个戴着面具的家伙敲响了李长青家的房门。是谁呀？这么大晚上都还来敲门，还不让人睡觉了？我是你爸的朋友，你爸让我给你送点巧克力过来，你先给我开门。就在屋里房门被打开的一瞬间，李长青一声令下，埋伏在此的警察一拥而上，瞬间将3个嫌疑人抓捕，加上踩点的2个，正好是5个嫌疑人。李长青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刹那间泪流满面。如果自己没有听信金小强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快速抢占海鲜市场，我决定和兄弟们一起承包海域，然后养殖海参幼苗，最后再把海域贩卖出去。于是我和周冲、李宏远准备前往田林镇，在此之前特意去杨祖山的银行提取了500万现金，以备不时之需。而田林镇的领导对我们过来投资表示非常欢迎。你们这次大老远的过来，决定承包多少海域呀？龙口以南，石岛以北，一共500平方海里的海域，全部承包了。1平方海里相当于140个足球场大，500平方海里就是7万个足球场。你们真的要承包这么大的海域？确定以及真的，来之前电话里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最终双方敲定的价格是1平方海里50万，承包期限为10年，500平方海里总承包款为2.5亿。而那些审批手续，县里乐得招商引资，大笔一挥立即通过。到此田林镇的事情就算搞定一半，剩下就看玉山村以及四周的村落有多少人愿意把地租出来了。这一次，我不但要赚倒卖海鲜的钱，还要养殖海参幼苗、海参棚拆迁以及造船厂占用海域的钱。
处理完田林镇的事情，我们又急忙赶到玉山村，而二叔和三叔早就笑容满面的等着我们的到来。现在玉山村村民愿意出租土地的只有240亩左右，大家都还在观望，是不是真的？二叔，240亩地太少了，玉山村村民800多户，总人数2000好几百，就算粮食地不多，每人也能分到1亩左右。村民不是上班就是出海，也不靠这个挣钱，1亩地按照7万块往外租赁，他们都不愿意吗？有些老人对粮食地比较看重，不过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没有见到钱。你收给7万，他们自然高兴。不过光我跟你三叔嘴上说说，人家肯定不信。李哥，你拿一个装钱的箱子出来放在这里，看来不见到真金白银是不好使了。李宏远也不墨迹，立即从车上拿下来一个重重的箱子，打开放在地上，而我则拿起其中的2沓钱给二叔和三叔。二叔三叔也不能让你们白忙活，这10万就当是我跟佳佳孝敬你们的。这么多钱怎么能行？我们还什么都没做呢。金总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两位拿着就是，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二叔三叔，你们再帮帮忙，正好下午大家都不出海，就跟他们说现在就签合同，签完就发钱。这下兄弟2人对我再没有丝毫怀疑，电话那是打了一个又一个，他们的老婆也挨家挨户的去问。到下午时已经围满了玉山村的村民，而整个下午的时间，我们3个都在忙着签合同，有银行卡的直接转账，不方便转账的就给现金。签约的合同达到1000多份，租赁土地1500多亩。咱玉山村现在真是厉害，大家有的是办法挣钱，都不想种地了。但凡有点出路，谁还愿意种地？就现在的物价，光种地的话，恐怕连饭都吃不上了。李哥，明天我和周冲要参加工业用地拍卖，到时你就自己过来签合同吧。不过你再过去取点现金，我已经提前知会了杨行长，提我的名字就行。行，你们去忙拍卖地的事，我自己过来也能搞定。小强，今天你们租的地得有1000多亩了，这样算下来都快要上亿了。不是快上亿了，而是已经上亿了。不过这算不了什么，金总明天去土地局拿地才是真正的花大钱，恐怕的几亿，甚至10几亿。陈安华兄弟2人惊讶不已，1亿多的大红钞票，一下午就这样全部挥霍一空了。二叔三叔，这里还剩下10万块，你们拿去分了吧。以前我对不起老陈家，以后我都会弥补回来的。小强，这钱太多了不太好吧？况且你都已经给过我们钱了。没什么不好的，你们把十里八村的瓦匠都找来，我要建造海参棚，工人费按照1天500块算，夜班再加100，等完工之后我一起再付给你们工资。我俩这是要当包工头了，那明天我们就不出海了，直接去找人。盖海参棚的材料也由你们去购买，明天李总就会把钱带来，钱不是问题，不过一定要尽快完工。行，都包在我们身上了，我们一定把事情办好。那就先这样，有事及时联系我，我们也该走了。回去的路上，一脸蒙圈的李宏远还是忍不住向金小强询问来这里的目的。金哥，你能不能透个话，咱这到底是要干啥大买卖？过段时间，星辰集团会来这里建造大型造船厂，到时还会挖山填海来建设港口。你说的星辰集团是不是那个市值超过5万亿美元的星辰集团？那种巨头，随便喘口气都是大手笔。当然，星辰造船厂就是我的最终目标。在此之前，咱们养殖海参幼苗，囤积干海参，也能大赚一笔。金大哥，明天的土地拍卖会有5宗地皮，最大的一块占地2500亩，在龙山那边。最大的才2500亩，小是小了点，不过目前用也足够了。我的好哥哥，2500亩还小，这么大面积都可以盖一个工业园了。以后我的制药公司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别说一个工业园，10个工业园都忙不过来。金大哥，我现在加入还来得及吗？不然要错过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了。可千万别，我怕你家老爷子骂我，到时我可扛不住。其实我说的也是玩笑话，不过制药公司的事情，我还真没想让别人插手，因为我要的是一个自己完全控股的集团。我三叔那边开始囤积干海参了，达兴市那边的干海参1斤2300左右，好点的能达到2700。入冬之前能囤多少就囤多少吧。蓝岛市这边你也想办法弄一点，反正越多越好。海参幼苗现在价格也不高，100头的也就不到100块。不要小的，时间上来不及，我们要中等的就行，那种1斤40-50头的。那种更便宜，1斤50-60左右。到时我三叔会派几个技术人员过来辅导我们养殖，那样更好。专业的事就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你三叔现在还养殖海参吗？是的，不但养殖，还搞得风生水起。高外海参池就买了20多个，一年从他手里经手的海参价值就得达到1-2亿了。给他打个电话吧，告诉他今年冬天就别养了。周冲听到我的电话，毫不犹豫地拿出电话就给周明东打了过去。我为了获得制药公司的工业用地，来找周老爷子帮忙，而他则让周冲带我来参加土地局的宗地拍卖会。诸位安静，这次拍卖的是龙山这块2500亩的土地，起拍价是2亿，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如果拍卖价格低于正常工业用地价格，那么这块土地就会被收回。主持人刚说完话，就见一个男人举起牌子大声喊道：我出13亿，这块地我星河制药看中了，我看谁敢跟老子抢。
金大哥，出价的是清河制药的姚天成，历程感冒颗粒就是出自清河制药，他们的药品占据了东邻省5%的市场份额，像紫广药业、德顺城这些大药房里随处可见，以后你们肯定会成为死对头。人家清河制药可是东邻省大佬级别的制药集团，你就对我这么有信心，觉得我有资格成为他的死对头？说死对头那是在抬举他们，等金大哥的制药公司开起来，直接干掉他们都是抬太熟的事儿。不过事实的确如周冲所说，等特效感冒药面世之后，将会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在整个华国乃至全世界引起轰动。清河制药根本就不配成为我的对手。我金大哥出15个亿，看你那熊样嚣张个毛线！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不懂礼貌？我出15个亿，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靠爹子承父业？我金大哥出20个亿，我倒是谁这么不将我放在眼里？原来是周公子的朋友，这块地批给你了，以后走着瞧。姚总，以您的身份，不至于就这么点度量吧？姚天成最终冷哼一声，没再多说什么，闷声离去。而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等特效感冒药面世之后，他就知道自己有多么可怕了。我只是肉疼20亿拍下这块地，手里的60个亿直接花出去1/3，这可比承包海域贵多了。等到我从土地局办完手续出来，见到了风尘仆仆赶来的张狂，因为有这家伙在，我的制药公司才能成功。金总，前几天我把我妈转到了帝都治疗，加上完善特效药计划书，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没事，我正好刚刚拿下了一块地，用于建造制药工业园，你有时间跟我过去看看。好的，金总，以后我就全听你的安排。1个小时后，我和张狂来到龙山公交站后面，满意的看着眼前一大片的荒地。你看这里，以后都是咱的了。关于实验室啥的你自己选，其他地方我找人规划。金总，我想问一下，现在您的制药公司已经召集多少员工了？现在员工只有你一个，不过现在大学生多的是，只要给足工资和福利待遇，会有很多人愿意来的。我不好意思的给自己解释了一句，因为时间实在太赶了，这也怪不得自己。你要是信得过我，那招人的事情就我来吧。我希望我的团队能精益求精，而不是滥竽充数。正好趁着打造工业园的时间，把人手都弄齐了，等工业园投入使用之后，也能实现无缝连接。可以，不过配方问题你一定要掌握好了，这东西将会成为以后制药公司的关键。这个金总尽管放心，我们以后都要签保密合同的，配方绝不会外传。我给张狂安排好酒店住宿后，又急忙约洪宁和韩长宇出来。你们谁认识工业园的设计师？我刚拿了块地，准备打造一个制药工业园。真不愧是我金大哥，这么快就拿地了。我刚好认识给我家设计酒店的那个，那就请他过来设计吧，越快越好。除此之外，再帮我找一个工程队，口碑要好的那种，别这里干1天那里干2天，浪费我的时间。金大哥，这你可真找对人了。韩哥他爸就是开建住公司的，别说工人，材料啥的都一并跟你整齐了。这绕来绕去，感情还是绕到自己家来了。看不出来啊，老韩，你还是一个富二代。我真要是富二代就好了，我爸那点资产还没我多。不过我爸的口碑没得说，他认识的建筑公司也不少。金先生要是愿意把这事儿交给我爸，那肯定不会让你失望。这还用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既然你爸就是做这个的，那当然得找他了。金大哥，咱也好久没聚了，正好今天酒店里弄了不少的海鲜，今晚我安排一下，要不咱们几个坐坐。洪玲满脸期待的看着我，他上次在股市里赚了20个亿，一直想着好好感谢一下我。不过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起，原来是陈家打来的。金小强，刚才我爸给我打电话，说萍萍的爸爸住院了。你先别着急，慢慢说，到底得什么病突然要住院？原发性心肌病，是陈生打电话跟我爸说的，好像需要不少钱，一旦出现问题不可逆，那很有可能得进行心脏移植。我这才恍然大悟，这种原发性心肌病，光是前期持续治疗就得花不少钱，心脏移植需要的费用更是高达1000万，比白血病还要吞钱，江萍萍那种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了。你现在就下班吧，在公司门口等我，我来接你，咱们一起过去。等我和陈家赶到医院时，江萍萍、陈生以及江萍萍的母亲邵芳都在这里。是陈家你们啊，麻烦你们跑一趟啊。阿姨，您不用担心，叔叔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姐，我爸还年轻，我不想他这么快就离开我们。我知道，你放心，你爸肯定会没事的。陈生，你跟我出来下，我有事跟你说。陈生不情不愿地跟我来到外面，我也毫不客气地问道：陈生，你刚才是不是跟咱爸借钱了？什么咱爸？那是我爸，你和我姐都已经离婚了，你不配叫爸。现在我不跟你计较，萍萍她爸治疗需要多少钱？金小强，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知道。陈生，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你能不能分个时候？萍萍她爸现在急等着用钱呢，你就一点不着急？怎么不着急？我不着急能跟我爸借钱，要不是因为你，我爸妈那点老底都被你给掏光了。就萍萍她爸这个病，我就算是没给咱爸妈掏光，就那点钱根本不够。你还做出理来了？这是够不够的问题吗？你他妈！我以前是混蛋，对不起你们老陈家，要打要骂随你，但我警告你，别骂我爸妈。算我对不起阿姨，我跟阿姨道歉。不过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畜生，十恶不赦的畜生。你要是个男人，那现在就是你肩负起责任的时候了。告诉我医生到底怎么说的？
医生说大概率要进行心脏移植，让萍萍他们一家先准备钱，至少500万以上。如果去国外做手术的话，可能得上千万。该去哪里去哪里，该怎么治怎么治，这钱我来出。上千万的医药费你来出，说得倒好听，你拿什么来出？只要你是真心喜欢江萍萍，那这钱就由我来出。我听萍萍说了，你刚订了一辆劳斯莱斯幻影，想来1000多万的大洋，你也不是说拿出来就能拿出来的吧？我还真拿得出来，废话就别说了。你让萍萍找时间去银行升级一下大额转账，然后把她的银行账号发过来，钱的事情不用担心，只要能把人救回来，花多少都无所谓。我不要你的钱，我借不起以后也还不起。所以你就这么让萍萍她爸去死，就这么让萍萍伤心？明明可以把人给救回来，偏偏要因为你跟我置气而耽误。你问过萍萍的意见吗？我这一连串的问题下来，陈生直接沉默不说话。他当然不想那样，他还幻想着给江萍萍最好的生活，不让她受到丝毫委屈。我以前做了太多的错事，我知道是你当初撮合你姐嫁给我的，你觉得你毁了她的人生，所以你现在才会比任何人都恨我。我不求你现在原谅我，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但现在人命关天，你不能这么自私，知道吗？陈生不说话，默默地走回到江萍萍身边，满脸愧疚地看着他们。金小强说他愿意出这个医药费，叫你们不要担心。花钱不要紧，重要的是得把人救回来。可是医生说了，这医药费得好几百万啊！哥，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知道你手里的钱也不多，前几天又订了车，还是不麻烦你了。阿姨，我丈夫有钱，您和萍萍就不用担心钱的事了。我听说帝都的那些大医院做心脏移植比较有把握，咱们就转院去帝都吧。是的，我朋友在帝都那边的医院有点关系，我会帮你们安排好的。那谢谢你们，你们俩的恩情，我跟萍萍这辈子就算是做牛做。阿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是陈生未来的丈母娘，我是他姐，这不都是应该的吗？我为了垄断海鲜市场，花2.5亿承包了500平方海里海域，又花2个亿跟村民租了2000多亩土地，来建造海参大棚养殖海参幼苗。同时为了截断海鲜贩子的货源，我带着兄弟们来到玉山村的海鲜码头。金大哥，咱们那个公司我已经弄好了，叫什么名字合适？就叫凤凰海业有限公司吧。以后我要组建凤凰集团，子公司都会叫凤凰制药、凤凰娱乐、凤凰地产等等。那为啥都要带凤凰2个字？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公司的名字其实我早就已经想好了。重生幡然醒悟之后，又获得预知未来的能力，这不正是凤凰涅槃浴虎重生？既然公司已经弄好了，那我就通知一下小楚，可以让他来上班了。最近他闲得开跑车到处晃呢。就在这时，一条条出海的渔船陆陆续续的从远处回来，而蹲守在此的海鲜贩子们也一窝蜂的围了上去，生怕晚一步就被别人抢光了。这些渔民也真是不容易，凌晨1、2点就开始出海，到中午才会回来，风险可比上班的大多了。所以人家就不喜欢跟别人讨价还价，这都是用命赚来的辛苦钱。开酒店的红林见到一筐筐的梭子蟹、皮皮虾，还有八爪鱼等海鲜，不由啧啧赞叹：他们这是要发财了！当地的带黄梭子蟹1斤就得250、60块呢，这不得有个几百斤？你还眼馋这点东西？今天是因为风浪好，也不是每天都能弄到这么多海鲜的。再说了，每年5一的时候就禁止出海，9月1号才能开海，这样算下来，他们一年能弄个180万就不错了。我还以为天天都能有这样收成，搞得我都很心动。王叔，今天收获不错嘛，光是这梭子蟹就得不少钱了，那些八爪鱼看起来也有100-200斤。龙王爷赏脸，总得让咱们有口饭吃，不然都得喝西北风。王叔这话说的倒也不假，那这梭子蟹怎么卖呢？不卖不卖，哪里冒出来的瘪犊子，这么不懂规矩？我看了眼这个男人，原来是王立波的连襟刘宏达，是当地所谓的海鲜贩子地头蛇之一。做生意总得有人买有人卖，卖给谁还不是卖呢？倒也不是不能卖，500块1斤，你买得起吗？我听说这梭子蟹拉到蓝岛市也就300多1斤，你们卖500，这不是赤裸裸的宰客吗？年轻人买不起的话，哪凉快哪待着去，咱们没时间跟你在这里废话。这一幕让周冲等人相信了我所说的话，这些海鲜贩子个个刺头，商业竞争至少还能体面一点。这里倒好，上来就是嚣张跋扈，根本不给人留面子，而我则不再理会刘宏达，直接看向王立波。王叔，从明天开始，这些海鲜就别卖给其他人了，由我来承包，不管是什么海鲜，都比别人多给你加1块钱。你们都听到没？这毛都没长齐的小东西跟我抢饭碗呢，还你来承包？你丧个鸟！就天灵镇这一带，谁敢在你刘爷爷面前说这种话？你打听过你刘爷爷没？刘爷爷是谁我不知道，但你刘宏达我倒是认识，这是我承包海域的合同。你们以后要是还想继续出海，那以后的海鲜都得卖给我。你还承包海域，老子怎么没听说过？兄弟们，你们说该怎么办？这时从刘宏达的后面站出来几个黄毛小子，气势汹汹地盯着我们，手里还拿着家伙，看起来随时都会动手的样子。现在可是法治社会，你们这是要打算动手了？你们要是继续在这里找不自在，老子撇了你们！风太大，你说话注意着点，别闪了舌头。麻溜的给我滚蛋！老子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们几个小毛孩子计较。
我们要是不走呢？我倒要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你要是不愿意滚蛋，那老子今天就弄死你。我们老百姓出海捕鱼赚点钱不容易，你们这是何必呢？然而就在这时，只见李红眼一声口哨声，突然从远处整整齐齐地窜出来一大队黑压压的人，将黄毛等人团团围住，吓得他们瑟瑟发抖，满心恐惧，一动不敢动，一句话不敢说。你刚才刘爷爷长刘爷爷短的，现在再说一句我听听。我很好奇你怎么让我们滚蛋。还有那个黄毛，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很狂妄吗？现在怎么怂了？金大哥，金爷爷，我不敢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以后再也不敢了。你这样根本不行啊，跟刚才完全是两个样子，让我们怎么跟你玩？要不把他们都扔到海里，好好尝尝海水的滋味。大哥不要啊，我知道错了，我跟你们道歉，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法治社会，我当然不可能真的把他们扔进海里。今天做的这些，只是拿刘宏达来开刀，杀鸡儆猴而已。相信接下来再收购海鲜就简单多了。那王叔的这海鲜，你以后还准备收吗？不敢不敢，以后整个码头都是你们的。我那些兄弟，我也会让他们滚蛋。赶紧滚，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不然后果自负。听到我的话，刘宏达等人如获大赦，这些海鲜贩子拔腿就跑，甚至一个比一个跑得快，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王叔，你也看到了吧？不是我不让他收，是他自己不收的。那以后就只能让我们来收喽。王立波呆若木鸡，早就被吓傻了。他觉得刘宏达这人就挺狠的，没想到我比刘宏达还狠。我卖给谁都行，反正都是卖。你不是卖给谁都行，而是必须得卖给我。你们所有人都一样，明白吗？等到我们请来的110号雇工把所有海鲜挑拣和运输走后，我承诺在市场价的基础上，每斤再加1块钱，1个星期结算一次。这些渔民才松一口气，觉得我这个长得很好看的年轻人，像极了电视里那些笑面虎。处理完码头这边海鲜收购的事情，我们一伙人也来到公司办公大楼，而金小楚早就在这里等待我们的到来。和尚，你发什么愣？魂被勾走了吗？金大哥，你相信一见钟情吗？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滚一边去，这是我妹妹，你别打她的主意。原来这是你妹妹啊，那你以后就是我亲哥了。我从来没对一个女人如此的心动过。你心动个屁！论年龄的话，金小楚比你还要大2岁，你得叫姐姐。原来姐姐叫金小楚啊，不仅人长得漂亮，名字也真好听。我这不会是引狼入室了吧？造孽啊！哥哥对不起你，我还是第一次见和尚这么看一个女人，就像如饥似渴的野狼。金大哥，这也不能怪和尚，主要是你妹妹长得太好看了，而且一看就是那种善良贤惠的女人。你说她漂亮我承认，但善良贤惠你也能看得出来，你丫是火眼金睛啊。这时金小楚见到我们一群人回来了，急忙走过来跟我们问好。哥，我才第1天上班，你也太狠了，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没办法，刚开始弄海鲜的确会很忙，不过我们正在招聘其他会计，等财务部成立之后你就轻松了。姐姐好，我是洪明，大家都叫我和尚，以后我就是你弟弟。你是不是傻？让你叫姐姐你还真叫，我怕你是没希望了。洪总，你以后叫我金小楚就行，姐姐不敢当。好的姐姐，那我以后就叫你小楚姐姐。众人一阵无语，而我也懒得搭理他，看来真的是引狼入室了。你辛苦一下，把最近的账目都清算一遍，让大家也能了解一下。金先生，你这就见外了吧？什么叫做都了解一下？难道我们还能不相信你？亲兄弟明算账，就算是在天海那边的向泽，我也会让林楚弄一份项目表给他发过去。金大哥，咱不说这些海鲜能赚多少钱，至少咱们手里的钱都是跟着你赚的，弄这些就真的没意思了。你们要是相信我，那就听我的，不然大家就分道扬镳，好聚好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与人之间，只要有了交往，就会有利益关系存在。只有算清楚各自的利益，才能事业长久万事兴。那我就给几位老总汇报下，凤凰海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表面上是5000万，但实际上哥你自己就拿了10个亿，然后周总5亿，洪总5亿，韩总3亿，向总3亿，李总2亿，加起来一共是28亿。周冲等人点点头，静等下文。不是他们不想多投，而是不会在持股比例上超过我，这也能在无形中看出他们的态度。按照这样来算，哥你的持股比例是37.1%，周总和洪总的持股比例是17.8%，韩总和向总的持股比例是10.7%，李总的持股比例是7.1%左右。目前来说，盖建海参棚的总预算为7亿，承包海域2.5亿，租赁土地1.7亿，海参幼苗和囤积干海参的资金还没有确切数目，今天收购海鲜的总花费也还没有全部报上来。到现在为止，公司账上还剩下16.8亿。小楚姐姐真厉害，以前是不是就是做这个的？以前倒是没做过，不过大学学的就是会计专业。金小楚听到别人夸他，心里自然也高兴，自己所学的知识终于有用武之地。码头那边来电话说，今晚就能把收购海鲜的项目都清算出来，到时候我再做一个资金汇总，
小楚姐姐不要这么辛苦嘛，你忙了一下午肯定饿了。我知道有一家西餐厅特别好吃。自己家有饭店不吃，吃什么西餐厅？赶紧给我滚回去准备菜！再敢骚扰我妹妹，小心我打破你的头！我带着兄弟们承包了一片海域，合资28亿创建了一家凤凰海业公司，于是重整当地的海鲜市场。海鲜贩子们被吓得撒腿就跑，答应渔民们在市场价上每斤加1元，他们高兴得合不拢嘴。哥，洪总，昨天的海鲜账目出来了，一共3500多条船，梭子蟹40万斤，1斤260的收购价算超过1个亿，加上龙鳞鱼、对虾、皮皮虾、墨鱼、章鱼以及其他鱼类等，总收购成本是2.4个亿。抛开运输费、人工费、去水费，还有海产品的死亡对折费用等等，昨天的净利润是20%左右。那利润就是4800万，也就是说我昨天就赚了接近1800万。是的，海鲜市场那边除了南方公用的海鲜以及进口海鲜之外，我们的货只要运过去就会立刻清账，利润已经按照你说的跟成本区分开来，打入了另外一张卡里，这样可以更清楚利润和成本的比例。那意思我昨天也赚了800多万，这可比我那个天阳酒店赚多了。是的，洪总，您昨天的净利润是854万左右。技术活当上，我洪宁从来不会亏待一个员工。姐姐这几天非常辛苦，一定要讲。洪总，那个我昨天才开始上班，这样不太合适吧？刚上班怎么了？只要能给我赚到钱，都应该奖励，连那些故宫也得奖。楚姐姐，我个人奖励你10万。我妹妹不差钱，你别想用钱来讨好她。洪总，您酒店里的员工也有不少，您也是这么奖励他们的吗？那当然了，酒店高层年底还有分红呢。洪总既然都这么说了，那你也别客气，反正他有的是钱。奖励这个事我也不反对，任何一个公司都有福利待遇，只要是给公司做出贡献的人都该奖赏，只不过有多有少。看来海鲜这是可以一直做下去，既然已经创办了公司，那就跟那些故宫签一下合同，50岁以下5险1金都入上。哥，那他们肯定会很高兴的，我这边立即安排去办理。对了，和尚，我那个制药公司工业园设计的事情怎样了？设计师说已经搞定了，明天就会把设计图发给你看看。处理完海鲜的事情，我立即来酒店找张狂，和他商量制药公司招人的事情。金总，我联系了之前制药公司的团队，他们有集体跳槽的想法，而且个个都是精英，就是不知道你这边能开出多少工资。那他们以前的工资是多少？福利待遇怎么样？月工资基本是2万，加上年终奖什么的，年薪大约在30万，有30个人左右。听到张狂的话，我不由一惊，这相当于整个制药公司的团队了。同时跳槽的话，估计那个制药公司会哭。不过我倒不担心他们会再次集体跳槽，以我预知未来的能力，肯定会提前做好准备，同时给他们最好的福利待遇。那就让他们都过来吧，我会在他们现在的薪酬待遇上翻倍。金总，你说的是真的吗？这可是一笔不少的钱。我骗你有什么好处？一年60万而已，30个人也就1800万。我心想1800万，只要倒卖一天海鲜就赚回来了。相比起那些在未来独霸一方的特效药品带来的利润，这点薪酬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我现在就联系药品成分供应商，等实验室建起来之后，立刻进行研发。咱们制药公司的规模会很大，那30个人肯定也不够。你要是还有信得过的同乡，那就尽管撬过来，有多少我要多少。我已经在求职网上发布了招聘信息，金总您这边最好尽快成立人事部，也能让对方过来应聘。我刚和张狂谈完制药公司的事情出来，又被风风火火赶来的周冲拉去喝咖啡。金大哥，目前达兴市的干海参基本上已经被我三叔收的差不多了，总计有63万斤，这些干海参的总价值在16亿左右。如果咱们方便的话，尽快把钱给他打过去，供货商那边催得紧。不愧是享誉全国的海参基地，居然有这么多干海参。那你联系一下小楚，让他把钱打过去，不能给三叔添麻烦。相比起干海参，海参幼苗的数量更多，光是目前为止，三叔就已经收了140万斤左右。按照他的意思，这还只是毛毛雨。正常，达兴市就是以成品海参和海参幼苗闻名全国，你让三叔继续收购就行。那啥时候运过来？三叔说那边好像都没有地方存放了。从达兴开车过来，大约2-3天的时间。现在玉山村那边已经盖好了一些海参棚，要不然就一批一批的往这里送吧。好的，那我跟我三叔说一下，省得他老埋怨我。现在海参幼苗一斤才几十块钱，比干海参的价值可差太远了。但谁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这些几十块钱的幼苗就会出现极其恐怖的暴涨。为了制药公司的事，我真是操碎了心。和周冲分别后，我又急忙找到韩长宇商量工业园施工的事情。你爸那边开工的话，需要多少钱？可以直接跟我说，不用他自己垫钱。其实没这个必要，我爸那边人工和材料也都会先欠着，按照工程进度来付款。可能是我以前欠的钱太多了，所以现在不喜欢欠钱。你不知道被人追债的滋味太难堪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你真是个奇怪的人，人家都是追着屁股要钱，你倒好，上赶着要给。正是因为经历过，才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
特别是工程队大多都是农民工，赚点钱累死累活的，早点让他们看到钱，也能让家里的老婆孩子过得好一点。你这话说的倒也对，那我就跟我爸那边说一声。还有昨天的海鲜账目已经算出来了，你能赚510万左右。你说多少？一天赚500万，那一年下来不得？你不用这么激动，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不是每天都能有这么好的收获。我们跟渔民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能赚多少钱，得看老天爷赏不赏脸。不管怎么说，一天能赚500多万，我还给人打个锤子的工啊！不说这个了，你在特威国际这么多年，不管是客户也好，竞争对手也好，肯定认识不少的人才。我知道公司已经注册了，但是现在啥部门都没有，几乎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你不会是认真的吧？你打算挖这些人过去吗？是的，挖墙脚肯定更直接，也能更快上手，不过一定要能信得过的。好的，我知道了，那我最近帮你留意一下。你们公司不是有个叫沈月的，和陈家关系比较好，能不能让他过来帮帮我？金老弟，你不厚道啊！刚刚还说挖人，现在就挖到我身上来了。你一直坐办公室，可能不知道陈家和沈月的关系。以前我混蛋的那段时间，沈月在公司里帮了陈家很多。先不说他能力如何，至少我得报答人家这份恩情，不是？这样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事情？看来还是关心员工太少了。别说是沈月，连你韩长宇我也要啊！公司已经注册好了，就等人员就位。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公司这边还有好多工作还没交接完，估计要是1月初吧。那行，我等着你。你可是我看中的首席军师。我带着兄弟们承包一片海域后，成立凤凰海业岛卖海鲜，日赚几千万。1个星期的时间，公司从最初的只有几个股东，发展到现在已经拥有100多位员工。而金小楚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俨然一副大姐大的架势。公司现在已经成立了项目部、财务部以及人事部，我打算继续拓展其他海鲜市场，比如蓝岛市下辖的莱城、西郊县等等，还可以跟那些直播基地进行合作，利用网络直播这一块来带货。市场拓展是应该的，我们原先的确没有想到海鲜产值会如此之高。不过目前来说，我们承包的海域也就仅限于田陵镇那里，东村码头的海鲜一个蓝岛市就能消化。如果其他城市的市场也被打开，那就会出现供应不及的局面。这就要看诸位老板的能耐了。咱们蓝岛市可不止一个东村码头，如果能将所有码头的海鲜都承包下来，那市场供应自然不愁。楚姐姐，你真厉害！我原先还以为你只能干会计，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我真的太佩服你了。你这色迷心窍的家伙，说正事呢。其实按照我原先的想法，倒卖海鲜只是顺带，就跟老韩说的一样，连我自己都没预想到，这看似不起眼的海鲜会给公司带来如此之大的利润。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业务渗透进冰冻海鲜、进口海鲜以及干海鲜上面，因为本地海鲜会有禁海期，从5·1到9·1，足足4个月的时间，公司里总不能光给员工发工资吧？这样也能满足拓展市场的需求。这样也不是不行，不过冰冻海鲜和进口海鲜都需要仓库来进行储存，你可以找人先去打听一下关于仓库的事情。这事我早已经了解过了，各种海鲜的供应商我手里也都有名单，到底跟谁合作就看价格。我还想着让你去我的制药公司干财务，现在看来海业这边都已经离不开你了。金大哥，别，千万别！我觉得楚姐姐在这里干就挺好的，你要是把她拉到了制药那边，我以后见她的机会就不多了。还有一件事，公司账上的钱已经不多了，上次公司账上只剩16.8亿，给周总三叔收购的干海参打过去16亿，海参幼苗又打过去7000万左右，再加上公司里杂七杂八的花项，最多也就剩800万了。听到这话，众人不由震惊起来。光说倒卖海鲜能赚多少钱，这花钱的速度也是相当的恐怖。其实这1个多星期的海鲜倒卖，公司总利润也有2个多亿了，只不过是把利润和成本分开来计，这样一来，的确就没多少钱了。周三叔那边2万斤干海参的钱还没打过去，2500元一斤就是5000万。周总收购的15万斤干海参，总价值超过3.75亿，这都是周总自己店的钱。还有200万斤海参幼苗即将运送到玉山村，每一批都得立刻进行结账，60元一斤也得1.2亿。现在我们公司账上至少亏欠了5.45亿。这些都还没交税吧？给国家的钱是一定要交的，并且绝不能有丝毫遗漏，这是公司的原则。当然政府也会根据交税的多少来调整对企业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每个月申报1次税务，算下来大约还有半个多月。咱们先把公司的总利润全部垫上，还缺多少？按照个人股份比例追加，大家都没问题吧？周冲和洪明自然没什么问题，他们手里又不是没钱，当初是因为我只投入了10亿，所以他们才没投更多的。不过韩长宇跟李宏源恐怕就有点为难了。我垫的那些钱先不用急着拿出来，以后再说。韩长宇感激地看了周冲一眼，兄弟之间无需多言，如此一来，
韩长宇和李宏源两个也不必再担心继续追加资金的问题。开完早会，我来到一个优雅安静的房间，想起今年春节档的黑马电影《猫神记》，打破华国票房57亿的宝座，位居全球影史票房第6位，华国影史票房冠军。此时的导演还在自费取景，演员们还在娱乐圈的最底层跑龙套，而我坚信缘分都是从偶遇开始。你们口口声声说免费续杯，我这一杯咖啡就花了66块，续杯有问题吗？凭什么不让我续？先生，你已经续了12杯了，不是我们不给您续，实在是你的咖啡都快变成无色无味了。少说废话，让你们续就续，无色无味怎么了？我乐意。服务员，把你们店里的咖啡都给这位先生来一杯，我买单。这里最便宜的咖啡66块钱呢，最好的300多块一杯，你舍得花这些钱？在你大名鼎鼎的金大导演身上，我花多少钱都舍得。我不认识你，也没见过你，莫不是你喜欢男人不成？先自我介绍下，我叫金小强，凤凰制药董事长，这次是专门找你来的。我把凤凰制药搬出来，自然是为了吸引靳兴贤的注意力，因为这家伙现在最缺的就是钱。你是制药公司的老板，我怎么没听说过凤凰制药？你没听说过没关系，但你现在可以上网查一下。果然靳兴贤还真就当着我的面上网查了一下，这才放心下来。你既然知道我是一个导演，那你找我肯定就是为了电影方面的事情，该不会是想邀请我去拍电影吧？靳兴贤现在并没有一部影片，根本就够不着导演这个称号，嘴上这么说，可并不认为我真的会找他拍电影。你猜对了，我还真就是来找你拍电影的。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应该是来龙门石窟取景的。看来你调查我过，不过我这部电影不是你想的那种奇幻大片，你要是为了赚钱来的，那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是商人，肯定要从利益角度来出发，你又为什么会觉得这部电影赚不了钱呢？实不相瞒，我之前也拉过投资，不过他们在看到我的剧本之后立刻就拒绝了。怎么说呢？这部电影比较小众吧，不适合那些赚钱的路子。别急着否定自己，适不适合赚钱，观众说了才算。说吧，需要多少钱？靳兴贤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至少也得详细问问各种情况吧。有那么一瞬间，靳兴贤甚至觉得我这是在给自己下套。我们才刚刚认识，你就要给我投资，不怕亏了？不怕，我金小强投资的任何东西都亏不了钱。你是一个商人，可能不太知道娱乐圈的事，但我不能昧着良心欺骗你。像我这部小众电影，就算真的上映了，影院排片率也不会太高，甚至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更别说赚钱了。我说能赚，他就一定能赚，甚至说不定会是电影史上的一匹黑马。那好吧，既然你非要投资，那我当然乐意。我现在最缺的就是钱，大概需要6000万的资金。我能预知到《猫神记》未来的票房有多惊人，但真没想到成本会这么低，6000万的电影成本就能创造出全球接近90亿的票房神话。靳总，这个你要是觉得高了，那我也可以尽量压缩一下成本，5000万也行。我给你1个亿，你无需因为这个去改变剧情和演员，把该优化的地方优化一下就行。靳总，你没开玩笑吧？1个亿的话能够让影片达到理想中最完美的程度，只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的电影这么有信心，你甚至连剧本都没有看过。你看我像在跟你开玩笑的样子，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而我就是你的伯乐。靳总，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签合同？在签合同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部电影的利益分配。靳总，你投资这部电影肯定是为了赚钱，但我拍这部电影只是为了完成我的导演梦。这种情况下，我无法跟你谈什么利益分配，只希望如果真赚了钱，那就给我留一点拍下一部电影。你不需要再考虑下吗？我觉得你会后悔你今天说的话。这也算是我的一点诚意吧。要是你赌对了，那我们下部电影再谈利益分配。既然靳兴贤都已经这么说了，我还能说啥？反正我也不会让他吃亏就是。然而就在我俩顺理成章的签完合同时，靳兴贤的手机突然响起。靳导，如果你能把资金控制在3000万以内，那我们公司考虑投资你这部电影。不好意思，刚刚有人给我投资了1个亿。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忽然改变主意，但我还是谢谢贵公司当初将我的作品说的一无是处，不然我也拉不到这1亿的投资。我钱都还没给你打过去呢，你就不怕错失了这个机会？借用靳总刚才那句话，我相信您就是我的那位伯乐。而我也暗自庆幸来早了一步，否则靳兴贤很有可能会答应对方，自己就错过了这件指娱乐圈的天大机会。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承包一片海域，靠倒卖海鲜每天狂赚几千万后，开始进军娱乐圈，找到未来的大导演靳兴贤，签署了投资协议。很难想象，你看起来才30岁左右的年龄，竟然就会拥有这么多的财富。跟你相比，我真的什么都不是。很快你靳兴贤的大名就会被整个华国的影视圈熟知，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我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你。靳总有什么事尽管说，我定当鼎力相助。好像你跟那个叫云九君的歌手关系不错。你说的是九君，靳总怎么会知道他的？我在了解你的过程当中，也听过他的作品，曲风清奇，不拘一格，我很欣赏他，就跟欣赏你一样。我觉得现在的云九君只是怀才不遇，一旦遇到风云，立刻就会化龙。听到我说这话，靳兴贤都跟着激动了起来。
他跟云九君的关系其实不错那么简单，简直情同手足，两个都是为梦想努力拼搏的天涯沦落人。靳总也打算跟九君合作吗？如果真有这种想法，我现在直接带你去找他。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走吧，正好一起见见他。我们来到酒店，见到了云九君，一个着装独特的帅气男子，单凭这种长相气质，就足以胜任一个明星该有的外表。九君，这位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过的靳总，他刚投资了我的电影。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因为靳导才找上你，我只是单纯欣赏你的那些作品。金总，那您觉得我的歌怎么样？比如我的作词是不是深入人心，或者我的曲调哪里需要改进？你这些问题，将来你的粉丝会给你答案。我能做的只是跟你签约，让你进入大众视线。云九君呼吸立刻急促起来，自己在黑暗中沉寂这么多年，没有刻意的去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终于迎来黑暗的黎明。我打算先用500万的费用来购买你目前全部歌曲的版权，你同意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签约。金总，谢谢你，我等这一天太久了，我同意现在签约。云九君家境并不殷实，歌曲的创作除了梦想还有生活，有了500万这笔钱，他就能够在所有亲戚面前抬起头来，向所有人证明他云九君这么多年并不是碌碌无为一事无成。于是我跟云九君签署了一份合同，除了目前购买的这些歌曲版权之外，之后云九君创作的所有歌曲，以及他参加各种综艺、参演各种电视剧、影片等等所获得的利润分成，云九君3成，公司7成，这是娱乐圈的正常分成比例。而合同年限只有3年，这让云九君更加感激。搞定了靳星贤和云九君2人的事情，我就匆匆告辞离开，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九君，咱俩这算是拨开云雾见明月了吧？金总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也一定不能让他失望。要不是他把钱都给我们打了过来，我真怀疑他是个骗子。就在2人也准备离开酒店时，一个看起来目标很明确的男子走了过来。林先生你好，我叫何家伟，是东星传媒的工作人员。九君，东星传媒是一家市值20亿的上市公司，旗下曾出品过好几部盛极一时的电视剧和电影。为了体现我公司的诚意，我们愿意用200万的费用对云先生目前所有作品的版权进行收购。何先生很抱歉，10分钟之前我已经跟别的娱乐公司签约了，对方用500万买下了我所有歌曲的版权。500万绝对不可能，云先生不会是想要以这种方法来跟我讨价还价吧？200万是公司经过市场调研之后才决定的数目，真的不能再多啊！何先生，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直接说九君这些歌现在连200万都不值呗？什么狗屁的市场调研，歌曲浮动率最大是整个娱乐圈中所周知的事情，难道在你看来九君一辈子都不会成名？那你们还来把他干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云先生能否告知下对方是哪一个娱乐公司？这你就别管了，跟你没啥关系了，无可奉告。那鄙人就在这里祝云先生平步青云，未来大放光彩了。何家伟说完冷哼一声，充满了怨气和不服的转身离去。九君，你这要好好学学怎么对人了，人家靳总500万买你这些版权都客客气气，这家伙倒好，拿200万出来就这么生气凌人，搞得他多么牛逼似的，真看不惯这种人。如果不是金总提前到来，或许200万我也会同意。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努力加油，别给靳总丢面就是。处理完靳星贤和云九君的事情，我又急忙飞到天海世界上，因为这里有家传媒公司是我此行的目标。金大哥，你这是真的打算创建集团公司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关注你的信息，貌似建造制药工业园的这段时间，你又注册了凤凰娱乐、凤凰地产，还有凤凰资本。是的，这次来天海就是为了进入娱乐圈。我刚刚招募了一位歌手，这次过来给他铺路，同时进行凤凰资本的第一次投资。那弟弟在这里提前恭祝我金大哥大获全胜，在商业巨擘的路上乘风破浪，一路辉煌。你小子什么心思我都知道，该让你赚钱的时候，我自然忘不了你。我和向泽寒暄几句后，来到麻雀传媒的总部。麻雀传媒的老板庞胜亲自出迎。金总、向公子，你们好，欢迎你们的大驾光临。你认识我？我们以前好像没见过吧？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天海人，要是连向公子都不知道，那我这几十年就白活了。庞总，我们远道而来，你不会是打算让我们就站在这里聊天吧？你看我这脑子，激动的都忘了，我们去会客厅聊。金总旗下的那位歌手呢？不是说要带他一起来吗？那家伙正忙着写歌呢，没时间。庞总，客套话我们就不用说了。如果庞总真有意让我对麻雀传媒进行投资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你们投资8个亿，麻雀传媒20%的股份吗？这是我们早就说好的。这次入股由凤凰资本牵头，这是凤凰资本的资料，您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看的，最重要的是资金要到位。金总，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庞总有什么话尽管直言就是，我这个人敞亮的很。据我所知，凤凰娱乐现在其实就是一个空头，旗下只有云九君这一位歌手和一个默默无闻的导演，那为何不直接去收购一个娱乐公司呢？宁缺毋滥，我不喜欢滥竽充数，而且我相信凤凰娱乐旗下的每一位艺人都会给我带来收益，而不是让我亏本。金总真是年轻气盛，娱乐公司亏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谁敢保证一本万利的能赚钱？
接下来商讨完一些投资入股的细节后，签订了合作合同。凤凰资本向麻雀传媒注资8个亿，以20%的股份，顺利成为麻雀传媒的第2大股东。当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花几十亿囤积大量海参幼苗和成品海参时，一种叫白线虫的细菌悄然出现在达兴市的海参大棚和海参池中，大量的海参开始出现腐烂。养殖户们尝试用各种药物来进行治疗，发现都没有任何效果，只能眼睁睁看着海参死亡。玉山村那边的海参棚已经全部盖完了，我全程都在盯着。周三叔那边的海参幼苗也全部运了过来，并且投入养殖，总数量在240万斤左右。这段时间，我又搜罗了一下这些滨海城市的干海参，现在咱们囤积的总数量达到了90万斤左右，按照2500亿斤来算的话，就是22.5亿。这样算下来的话，咱们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又花干净了？岂止是花干净了，我们一直在增加投入成本，根本就没有赚钱。赚钱的机会就要来了。达兴市那边已经出现白线虫，星辰造船厂5天后会联系我们。玉山村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船厂选址，不会因为我们而放弃。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大概率是要谈价。这是一件好事，不过到时我们那些海参幼苗怎么办？星辰造船厂就算是真的跟我们谈成了，也不会那么快就动工。这可是总投资超过2000亿的项目，在这之前，我们完全有时间将那些海参幼苗出售。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又一次来到周家造访周老爷子。老爷子，我不请自来，没有打扰到您吧？周冲那臭小子呢？我好几天都没见他回家了。应该在工商管理局，我之前拜托过他，让他再帮我注册几个公司。你不是都已经注册了凤凰制药和凤凰海业，还打算朝哪方面发展？娱乐圈，我研究过娱乐圈的一些东西，这次投资了一部电影和一个歌手，看看能不能在他们身上赚一点。娱乐圈的繁荣只是表面假象，真正风向都掌握在资本手里，你要谨慎行事。老爷子的话我记住了，其实这次来，我想再跟您要一块地。你已经拍下了制药公司的工业园用地，花了整整24亿大洋，还要他干什么？我之所以现在注册这么多公司，就是为了以后成立集团做准备，而现在跟您要的这块地，就是建造集团总部大楼用的。做什么事情都要循序渐进，一口吃不成胖子。短几个月时间，你能赚到60多个亿，这足以证明你的能力。但关于总部大楼的事情，你先放一放，等你投资的那些行业见到成效再说。我今天原本也没想着周文年现在就能答应，我的这些公司连一次税款都没交纳，何谈贡献？只是知会周文年一声，让老爷子有个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只见周冲从外面匆忙走了进来。金大哥，凤凰娱乐和凤凰地产都已经注册完了，分别注资2个亿，只是你进军娱乐圈也不带我一把，弟弟我这心都要伤透了。以后这些公司我都要并入到凤凰集团旗下，当然不能带你。小强，你说你投资娱乐圈和房地产肯定会赚钱，不会都是你算出来的吧？爷爷，你这问的有些多余了，金大哥能掐会算，没有他不知道的。那制药公司呢？我不允许周冲跟着你一起干，似乎是个错误的选择。老爷子，我从一开始就没把制药公司当成一个皮包公司，不然也不会花24亿买龙山那块地，很快我们就会见证一位医学神话的崛起。那你打算研发哪些药物？老百姓因为治病而倾家荡产的不知多少。目前只针对感冒药，如果能见到成效的话，应该会朝着小儿肺炎、白血病、糖尿病，甚至是癌症的方向发展。那药品的定价呢？目前市面上的大多药品来自国外，制药公司定价那么高，再加上各种税务，到老百姓手里几乎就是买不起的天价了。我们公司研发的任何药品都会跟药监局进行谈价，不会利用自己研发的药品去压榨那些病人。不管你以后能不能研发出好的药品，反正你今天这句话我是记住了。我也可以跟你保证，只要你做到了，那等你第一款具有特殊疗效的药品研究出来之后，我就让明里给你一块你想要的呢。老爷子赤心奉国，肝胆为民，晚辈由衷佩服。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相比之下，拿地反而是次要的。什么事情这么重要，需要留到最后说来听听？西郊那里的化工厂应该需要检查一下了。你什么意思？你说的再明白些。我这几天隐隐觉得有些不安，苗头就出在西郊化工厂那里，可能是我多想了吧，不过检查一下也好，算是有备无患。周文年眼皮狂跳起来。西郊化工厂是蓝岛市最大的化工厂，四周遗留着大量老旧小区，人口密度很高，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会给蓝岛市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和损失。说完我就离开了周家，周冲也被吓得不轻，急忙追了出来。金大哥，化工厂那边真的会出事吗？要不然我干嘛专门跑一趟？你觉得我有必要去蒙骗老爷子吗？那到底会出什么事？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化工厂有几根管道已经开始泄漏，
如果不及时补救的话，那后天早晨化工厂爆炸，四周居民死伤超过5000人，方圆50公里被毒气笼罩，东邻省的领导们从上到下全搂。听到这些话，周冲整个人惊呆了。如果事情真发生了，那父亲周明礼肯定会在此次事件中首当其冲。来自帝都的震怒，绝不是他周家所能承受的。金大哥，那现在去检查的话，还有挽救的余地吗？废话，要是没有挽救的余地，我还来说这些干嘛？和周冲告别后，我来到特威国际找韩长宇商量辞职到制药公司的事情，却意外的看到个熟人。你好啊，老同学，好久不见。这一声老同学叫得我眼皮直跳。这个女人正是我的大学同学赵一锦，从大一开始就疯狂追求自己，为此做过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惜神女有心，相王无意，我的眼里只有陈家。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已经把韩总挖过去了？这里总得有人来主持大局，所以我就到这里来喽。这要巧，你要接任韩长宇的职位吗？怎么，你觉得我赵一锦没有这个资格吗？有，当然有，你可是曾经的校花。时隔4年，我们再次见面，你好像不太高兴。哪有的事，那个老韩不在，我先出去了。我又不是母老虎，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你是这辈子都不打算跟我见面了？我没说你是母老虎，我记得你老家不是东邻省的吧？特威国际怎么会派你到蓝岛市来接任执行总裁？我是因为知道了你和陈家已经离婚，为了你才特意申请调过来的。你开不开心？意不意外？那个咱俩同岁，你现在应该已经结婚了吧？不要开这种玩笑了。我单身一个，现在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龄剩女。你喜不喜欢30岁的黄金剩女？我偷偷看了赵一锦一眼，发现这女人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注视着自己。这样下去，我快招架不住了。我有心想要澄清一下自己对陈家忠贞不渝的立场，又怕自己误会了他。我为了挖走特威国际总裁韩长宇，特意来到他的办公室找他，不料却意外遇见曾经倒追我4年的大学校花赵一锦。我知道你和陈家已经离婚了，为了你才特意申请调过来的。你开不开心？那个咱俩同岁都30岁了，你现在应该结婚了吧？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没劲，连个玩笑都开不起，你还是那么无趣。要不我去你家住？我刚来还没找到住的地方。不行，绝对不行，不然陈家绝对饶不了我。我对陈家是忠贞不渝的。金小强，你就是个伪君子。你不是已经和陈家离婚了？口是心非的混蛋！我比陈家到底差在哪里了？我一阵头大，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赵一锦。当初就因为赵一锦的事，陈家3天2头就跟我闹别扭。恰好就在这时，韩长宇走了进来，解救了我。韩大哥，你真是我的救星，我们快出去吧，我有事跟你商量。什么情况？什么救星？赵总，难道你跟金先生认识不成？何止是认识，我当初追了他6、7年的时间，最后却只能黯然离场。韩长宇差点吐血，什么狗血剧情？赵一锦之前可没说认识金小强，而自己也没有隐瞒，告诉他自己要去凤凰制药。那赵总放弃了年薪800万美元，放弃了升任集团副理事长的机会，特意申请调到蓝岛市来，就是为了金先生。可不就是为了他？但他见到我好像很不开心，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世界真的很小，没想到身在国外的赵总，居然跟金先生之间还有这么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爱情嘛，不分国界，也没有距离，可惜有人不解风情。希望这次不再只是我的一厢情愿。那个老同学，我跟老韩还有点事情，就先告辞了哈。韩长宇原本还想再听赵一锦说说我的故事，却是被我硬生生的拉走了。金小强，我倒是要看看这次你还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金先生，你找我啥事？是不是又有什么赚钱的好事？你还真当我找你的呀？我是来接陈家下班的。不是，你看看你刚才的样子，赵总就有那么可怕？他一点也不可怕，甚至从根本上来说，她是一个完美的不能再完美的女人了。这我倒是认同，赵总不但身材超绝，长相出众，能力也是有目共睹，才30岁而已，就有机会升任集团副理事长，想追他的男人恐怕都能在海上搭一座桥了。你为什么要躲着他呢？我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跟陈家这还没复婚呢，要是再让陈家误会，那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那咋办呢？人家赵总可是千里迢迢的为了你而来，总不能就这么把人家给晾着吧？滚一边去！你还要几天才能跟他交接完工作？我手头上还有一些项目需要处理完，大概还需要2、3天吧。那这样，你趁着这几天时间，多跟他说说关于我的事情。他要是真有那种想法，那就趁早让他死了这条心。行，那我就让他知道你是怎么在短短几个多月里赚到了60多个亿。老韩，你耍我呢？赵一锦在我心里是个好女人，她今年都已经30岁了，我不想因为我而耽误她的大好青春，所以我才必须要跟她划清界限。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去哪里找？都说女追男隔层纱，赵总这么漂亮的女人你都能把持住，可见你对陈家的确是真爱。或许更多的是亏欠和愧疚吧，想弥补自己的过错。韩长宇等到下班送别我和陈家走后，又回到办公室和赵一锦交接工作事项。韩总，你这边还有哪些工作需要跟我对接的？比起工作交接，其实我更好奇赵总跟金先生的过往。
想知道吗？其实金小强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大学开始我就对他一见钟情，即便他无数次跟我说他喜欢的人不是我，我依旧没有放弃，直到他毕业结婚，我才彻彻底底的输给了陈家。赵总真是个敢来敢恨的女人，可惜神女有意相忘无心。我尝试过将心中的那份感情隐藏，为此我一直都在集团总部工作，不愿意回国。可是现在他居然跟陈家离婚了，我赵一锦的机会来了，我不想再错过这个机会，为了他，我愿意放弃一切。造化弄人了，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得到金小强，很不甘心？或许是吧，不过相比起不甘心，我更希望能永远依偎在他身边。韩长宇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能把那些话说出来。金小强的事情让他自己去解决吧，他可不想当这个坏人。我和陈家下班后，顺便去商场购买了一大堆东西，因为今天约好要去老陈家谈事情。同时，我简单的说了下赵一锦来蓝岛的事情。顿时我能感觉到陈家郊区轻颤了一下。他来蓝岛做什么？你怎么知道的？韩长宇不是要去制药公司，赵一锦是来接任他的总裁职位的。他现在已经这么厉害了呀？那你们都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同学见面就是正常的朋友聊天。依我看，你是扛不住赵一锦的那种热情吧？老婆大人，请你放心，我只爱你一个，绝对没有的事。他肯定还是贼心不死，知道我跟你离婚了，所以就连忙找机会来追求你。反正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你纪小强爱跟谁过就跟谁过，我没资格管你。我的姑奶奶，你说你这是干啥？我就说了一句赵一锦来蓝岛了，你就直接翻脸，真是女人的脸。6月的天，说变就变。我就知道你已经看够了我这张老脸，人家赵一锦可是黄花大闺女呢，又当上了特威国际分公司的执行总裁，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要能力有能力，我怎么跟人家比？我真是一阵无语，女人的心海底针真是捉摸不透。恰在这时，我的电话响起，解救了一脸无助的我。我将到追我4年的大学校花来到蓝岛工作的事情告诉陈家，只见他身体微微颤抖，满脸的不高兴。赵一锦是不是知道我们离婚了？贼心不死的连忙找机会来追求你，你纪小强爱跟谁过就跟谁过，我没资格管你。我的姑奶奶，你说你这是干啥？我就说了一句赵一锦来蓝岛了，你就直接翻脸，真是女人的脸。6月的天，说变就变。我真是一阵无语，女人的心海底针真是捉摸不透。恰在这时，我的电话响起，解救了一脸无助的我。金大哥，海鲜幼苗和干海参疯狂的涨价了，你真是我的贵人。我说李哥，你这格局能不能多少打开一点？涨价不是很正常的事情。达兴市那边白线虫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海参幼苗已经死亡20%，成品海参死亡率也高达10%，一个个海参养殖户在家里鬼哭狼嚎的，听说有人把老底都赔进去了。这太正常了，去年他们大赚一笔后，很多人都从银行贷了不少款，今年他们恐怕真的要倾家荡产了。海参幼苗从60元一斤涨到100元了，干海参2500元一斤的价格已经突破了3000块，而且还是抢破头的药，根本不怕卖不出去。海参幼苗和成品海参只是覆盖达兴市，干海参却是覆盖全国，甚至国外的一些区域。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缺有钱人，等再过几天，别说是3000，就算是4000、5000，也有的是人愿意要。听到这话，李宏远顿时彻底放心，笑着挂断了电话。你们弄那么多海参幼苗，不是为了养殖，只是在囤着？也不能那么说，毕竟这些海参幼苗的确是在成长的，咱们这边味道足，听说个头都快要翻倍了。听小楚说，你们总共收了240万斤海参幼苗，90万斤干海参，这样涨下去，你们不就赚疯了？确实是如此，不过这只是开胃菜，真正赚钱的还是承包的那些海域。星辰造船厂要来了。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又一次不耐烦的响起，我一看是个陌生电话。你好，金总，我是周冲的三叔周明宗，抱歉打扰你了。你好，原来是周三叔，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金总，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主要是想感谢你，这就是我回不去。要是我能回去的话，那我怎么也得请你去蓝岛市最好的酒店搓一顿。周三叔，您直接叫我小强吧。您是周冲的三叔，我跟周冲又是兄弟，您叫我金总，感觉怪怪的。就冲你让周冲给我提这个醒，不让我继续养海参幼苗，那我也得跟你拜把子，不然我去年靠海参赚的3000万都得倾家荡产的赔进去。周三叔，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接下来我这边的海参幼苗还得走你的那些渠道。你什么时候要把海参幼苗和干海参出手，尽管跟我说，就达兴市目前的状况，有多少我要多少。出手的话还得稍微等一段时间，不过要是达兴市那边研究出了针对白线虫的药物，那周三叔就不必再担心了，继续养殖就行。听到这话，周明宗欣喜若狂地挂断了电话。他本来还在担忧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养殖海参，毕竟就算是白线虫真的被灭掉了，也很有可能会出现红线虫、黑线虫。等到我和陈家赶到老陈家时，却是意外地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另一个赵一锦，陈家的追求者方哲。爸妈，这位兄台是何方人士？我以前怎么没见过？
小强，这位是方哲，那个他是佳佳的朋友。方兄好，在下金小强，陈家贱内是也，不知方兄有何贵干？叔叔阿姨，既然陈家已经回来了，那我就先走了，以后有时间再抽空来看你们。方兄，别急着走啊，你是佳佳的朋友，咱们第一次见面，怎么也得好好聊聊。小强啊，方哲还有他自己的事情，让他先走，你们以后有机会再聊。既然金先生盛情相邀，那我就真的没有离去的道理了。我们说道说道。这就对了嘛，我跟方兄一见如故。你先说说来这里干嘛？陈家现在已经和你离婚，证明他已经做好断了念想的准备，希望你不要再来骚扰他。小方啊，你对我们的好，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金小强是佳佳自己选择的男人，我们是不会强行去拆散属于他的婚姻和家庭。陈叔叔，我会用我的真诚去打动佳佳的。我相信水滴石穿，金石为开，总有一天佳佳会喜欢我的。这些话我跟你已经说了不下10次，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这样坚持，真的没有必要啊。我现在是星辰集团的项目部总经理，年薪上百万，只有我才能给佳佳最好的生活。他金小强视赌如命的穷光蛋一个，根本配不上佳佳。方兄真是厉害，年纪轻轻就能成为星辰造船厂的项目部总经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要是有合作的话，还望方兄能够多多让利。不知金先生做什么生意？我想我们应该不太会有合作的机会。我就是小打小闹，搞点养殖啥地，跟方兄相比不值一提。小方，你之前说星辰造船厂有项目在玉山村。陈叔叔，这次星辰造船厂将会以玉山村海岸为中心，向周边进行港口建设和船厂开发，总投资超过2000亿。听到这话，陈安莹惊呆了，心跳加快的朝我看了过来，不禁想到，我这个女婿这么有眼光，要是那些海参棚和海域全部都被征用的话，那得多少钱？而陈家也在偷着乐。现在这个家里唯一还没明白过来的人，就是方大经理了。将来被打脸时，不知会有多疼。佳佳，这次来的匆忙，也没带什么礼物，正好经过香奈儿旗舰店，就给你买了一个包，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陈安莹和吕云梅都已经察觉到，当着我的面，方哲送给陈家手提包，这是个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和藐视，生怕事态朝着爆炸的方向发展。我的天，居然是香奈儿的手提包，这肯定很贵吧？不知道多钱一个，我万万不敢送这么贵的东西。不贵，也就3万多块钱，只要佳佳喜欢就行。3万多块钱的手提包，方兄说买就买，真是豪气。佳佳，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当着叔叔和阿姨的面，你就收下吧，别让我难做。佳佳，你快点收下吧，你再不收的话，方兄就要生气了。你刚才不是也给我买了一些包吗？你下去拿上来，我比较一下，哪个好看我以后就背哪个。好嘞，谨遵老婆大人的命令。方兄，我去就回，稍等下。情敌见面分外眼红，还当着我的面给我妻子送礼物。我和陈家决定演一场双簧戏。3万多块钱的手提包，方兄说买就买，真是豪气。佳佳，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当着叔叔和阿姨的面，你就收下吧，别让我难做。佳佳，你快点收下吧，你再不收的话，方兄就要生气了。你刚才不是也给我买了一些包吗？你下去拿上来，我比较一下，哪个好看我以后就背哪个。好嘞，谨遵老婆大人的命令。方兄，我去就回，稍等下。几分钟后，就在方哲目瞪口呆中，我拿了20几个包包进来，而这些包包全都是香奈儿的。说来也巧，我跟佳佳回来的路上，正好经过香奈儿旗舰店，也不知道佳佳喜欢什么样的，索性我就进去把店里的包都买下来了。她不喜欢的就扔到一边，喜欢的就自己留着。方哲眼角一阵抽搐，想到刚才自己把包包拿出来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然与高冷，这一刻的他恨不得找根的缝钻进去。我不是都让你拿上来吗？这才只是一半好不好？我都不好挑喜欢哪个。这一次，陈家没有再如以往那样简单直接的拒绝方哲，他用这种无比委婉而又扎心的方式，让方哲明白我并不比他方哲差。叔叔阿姨，我忽然想起还有点事，以后有时间再来看你们。方兄，不是说了要好好畅谈一番，你这样让我很难办啊。方哲想着夫妻2人一唱一和的，就差告诉自己你死了这条心吧，然后就飞了似的逃出去。你俩差不多行了，有话不会直说，就非得让方哲那么难堪。爸，你不是不知道我对方哲什么态度，他非要死皮赖脸的纠缠，我只能这样了。我这手法还可以吧？我估计这家伙以后不会再来了。你在玉山村那里承包海域，租赁土地盖建深棚什么的，不会是为了算计方哲吧？我算计的是星辰造船厂，方哲只是一个项目部的经理而已，还没这个资格。方哲下次见到你的时候还得傻眼。其实这孩子心眼不坏，这几年方哲也给我们送了不少的东西，这次趁着玉山村的事，就当是两清了吧。爸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因为我是您的女婿，所以你们才能跟我开这个口，我一定不会让他难办。毕竟咱们要是要价高了，人家星辰集团也不会同意。第二天上午9点，我如约来到青瑶咖啡馆见周冲，商量海域的事情。金大哥，星辰造船厂给我来电话了，是项目部总经理方哲。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家伙，昨天我们2个才刚刚见过面，他想打你嫂子的主意。卧槽，这小子活腻味了吧？人家有夫之妇他也敢妄想，他是不想在蓝岛混了吧？
没你想的那么龌龊。不过他给你打电话都说什么了？关于海参棚和那片海域，怪不得你之前一直说咱们需要时间，这要是稍微晚几天，可能咱就会被星辰造船厂捷足先登了。那倒是不会，我做的事情都是有把握的，不然也不会带着你们一起发财了。反正我已经把你的电话发给他了，你们两个谈吧，这种大事还得你来掌权，我们等着收钱就行。还没等我继续开口询问，就有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过来。你好，我是星辰造船厂的项目部经理方哲，请问你是凤凰海业的金总吗？方兄，这才一夜不见，你又想我了？你这人真是太要面子了，昨晚怎么留都留不住你。当方哲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当他联系凤凰海业几个法人时，都一致让他找金小强谈。他求爷爷告奶奶，只希望这个凤凰海业的金小强不是陈家的前夫那个混蛋，可能是他的真诚感动了上苍，这特么还真就是一个人。姓金的，我说你还是个人吗？你明知道我是星辰造船厂的项目部经理，却不告诉我玉山村的海参棚都是你盖的，海域也是你承包的，你这样搞我有意思吗？方兄，此言差矣，我昨天就跟你说了啊，以后咱俩可能会有合作的机会，是你自己没放在心上的。方哲压了又压，最后终于把心里的火气压下去了。再跟金小强不对付，该谈公事还是得谈。你啥时候有时间？咱俩见个面，坐下来谈谈海参棚和海域的事情。那就择日不如撞日，等到明年再说吧。姓金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你要是不肯见我，那我就登门拜访了。方兄你好厉害，搞人身威胁，那就现在吧，我在天阳大酒店等你。半个小时后，我见到了姗姗来迟的方哲，只见他深吸了几口气，尽量压下心中的怒火。金小强，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跟你抬杠的，关于玉山村的事情，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谈倒是可以，不过在这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当着我的面给陈家送包，这礼貌吗？你跟陈家已经离婚了，我有追求他的权利，给他送包怎么了？你不想对他好，还管着让别人对他好了，你凭什么？我要是现在去追求你妈，你觉得你爸会同意吗？方哲听到这话，怒气再次飙升，像是要吃人似的死死盯着金小强。方兄这是要干嘛？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而已嘛。方兄不要当真。要不是因为玉山村的项目，我方哲都不会知道你金小强是谁。的确，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项目，你连出现在我世界里的资格都没有。金小强，玉山村的事情到底能不能谈了？不能我现在就走？那必须能啊！就冲咱俩这关系，我也不能让方兄白来一趟不是？我已经派人去玉山村考察了，那里的海参棚超过2400个，都是你的。也不算吧，我还有几个合伙人，应该说都是凤凰海业的。我虽然初来乍到，却也大概了解你那几个合伙人的身份，一个是蓝岛市第一公子，一个是天海市第一公子，还有一个天阳集团的少东家。现在的你，恐怕只是这些人的傀儡吧？方兄，我其实有些好奇，你到底是怎么坐上项目部总经理这个位置的？承认别人优秀就那么难？是不是在你们这些人的眼里，烂人就永远是烂人，永远都只能沉寂在社会的最底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方哲其实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之所以在金小强面前表现得如此暴躁，可能都是因为陈家。他了解周冲、向泽等人的身份不假，但他并不知道金小强跟这些人到底是怎样一种合作关系。好，我为刚才的话跟你道歉，说你是傀儡确实是我不对。我希望方兄能明白，为什么周冲他们都让你来找我谈。星辰集团其实已经在全国各地考察了很久，最终选址玉山村。谁也没有想到，你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承包海域不说，盖那么多的海参棚，真的只是为了养殖海参幼苗吗？其实也不能这么说，承包海域除了养殖海参幼苗，主要还是为了倒卖海鲜。我和兄弟们承包了一片海域，开始倒卖海鲜，日赚几千万。最终客户海域的买主星辰造船厂也主动联系我，洽谈收购海域的事情。没想到负责人却是我的情敌，陈家的追求者。足足500平方海里的海域，你就为了倒卖海鲜？那些渔民能去的最远海域，恐怕也就是200平方海里以内，多出的300平方海里，你自己去出海捕了。我还真有这个想法，现在倒卖海鲜每天就有上千万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呢？好，不管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反正你赌对了。目前集团高层还没有换址的想法，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跟你谈一谈征用海域和那些海参棚的价格。那方兄请说，我洗耳恭听，我有的是时间。你们的海参大棚总数量为2466个，你打算要多少钱一个的赔偿款才能进行出让？一口价500万一个海参大棚，1分不多要，也不能少要1分钱。500万你怕不是想钱想疯了吧？那些海参大棚都是用大块砖垒起来的，加上人工成本和7万1亩的粮食地，总成本不会超过30万。你怕是不知道，卖价75亿和软重的成本不超过5元，售价8000一平的飞天茅台，成本不超过几百，还不是一样卖得风风火火。但凡购买这些东西的人，都不会去在意这些东西的成本价是多少，而是这些东西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也一定会超出他们购买这些东西的花销。烟酒跟海参大棚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那我倒是想知道哪里不一样了。我的成本别说30万，哪怕只是1块钱，跟我要价500万也没有任何关系。金小强，算你狠。那些你承包的海域价格呢？这就得看星辰造船厂能用到多少海域了。这也没什么可以瞒的，港口建设大概会征用300平方海里左右的海域。你应该调查过，凤凰海业现在每天的利润都有超过2000万。如果是横向征用这片海域的话，那渔民肯定就没有办法出海了，这也会导致凤凰海业的利润大大降低。
按照集团的规划，不会对海域进行横向征用。再者而言，田林镇的船只都是有烟油补贴的，如果影响到这些渔民出海，镇里不会乐意不说，还得对那些渔民进行补偿，这又将是一笔极大的费用。如果这样的话，那我1平方海里要你们5000万就行，也不能让你们太吃亏了。5000万，金小强，你怎么不去抢银行？1平方海里50万的承包费用，你现在直接翻了100倍，真是狮子大开口。抢银行犯法肯定不行，再说抢银行也没有我的赚钱速度快啊。5000万肯定不行，无论是这1平方海里5000万，还是一个海参大棚500万，集团都不可能答应，你就别做梦了。方兄别说的这么果断嘛，既然星辰集团将造船厂的选址定在了玉山村这里，那就证明玉山村肯定是最适合星辰集团的地方。你可以把这个价格报上去看看，我个人是很有耐心的，期待方兄的好消息。如果星辰集团真的因为你的狮子大张口而换址，那你的海参大棚就那么干放着？怎么会是干放着呢？我都已经放养了海参幼苗啊！方兄没有进去看过？方哲怒气冲冲的，头也不回的走了，也不知道是因为陈家，还是因为金小强的狮子大张口。金大哥，你是真牛批，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方哲都快气炸了。谁叫他天天惦记着你嫂子，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当我是病猫？下午我带着周聪和李宏远去了趟玉山村，怕那边的海参棚和海域出现意外，顺便也给陈二叔和陈三叔结下工钱。二叔、三叔，这段时间辛苦你们2个了，因为我这些海参棚的事，连海都没出。小强，你说这个就有点生分了。你是家家的女婿，咱们都是一家人，帮个忙而已，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这段时间，我跟你二叔可是裹足了包工头的，村里那些人除我俩的眼神，那叫一个羡慕。不管怎么说，我在这里谢谢你们了。今天没带现金，我给你们每人转50万，算是我跟家家孝敬你们的。你之前不是已经给了我们每人10万，那已经不少了。我跟你三叔出1年还也没这么多。我自然明白，他们也就是矫情一下，白花花的钱谁不喜欢呢？我觉得二叔和三叔别再去出海了，风险高不说，收益又少。码头那边现在也需要人，你们就去那里干吧。回头我跟公司里说一声，该发工资发工资，该入保险入保险。真的吗？我们年纪大了，过去码头那边做事会不会给你添麻烦？不会的，反正用水也是用，肥水还不留外人田，咱自家的东西还是得自家人盯着。你们要是能过去，我更放心呢。咱老陈家祖坟真的没青烟了，才找到你这么个女婿。你现在虽然赚了大钱，也让我们跟着享福，但佳佳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你一定要对她好点，知道吗？二叔三叔，现在是我想讨好陈家，奈何陈家根本不愿意搭理我，你们以后可要多帮我跟他说点好话呀。这个你放心，只要你是真心对他好，那我们当然会帮你。接着我们又来到海参养殖基地，而周明宗派来的技术员早就等着我们的到来。按照你的预想，再过1个月左右，这些海参幼苗能长到多大，或者说能翻多少？翻2倍是不成问题的。金总，照您的意思，再过1个月就打算出苗了。正常来说应该是年后才行，因为那时候海参幼苗才会进入真正的增长期。到年后的话，估计翻5、6倍都有可能。我微微摇了摇头。再过20多天，一场大雪将会降临达兴市，而大雪之后，海参幼苗和成品海参的价格都会达到巅峰。先这样吧，这段时间你们多辛苦一点。海参幼苗有了收益之后，就给你们发奖金，争取让你们都过个好年。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起，我拿起手机一看是方哲打来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金小强，我已经将你说的价格报上去了，集团高层一致拒绝。竟然如此，那方兄还给我打电话干嘛？你这不是明知故问，牵扯到过100亿的资金，哪有一次性就谈妥的？我就说嘛，咱们肯定有合作的机会，奈何方兄一直不信，现在服了吗？服你妹！少说废话，明天上午10点，地点我一会儿发给你。说完，方哲就首先把电话挂断。我露出无奈，明明是这家伙求着自己，怎么好像自己求着他似的？星辰造船厂想购买我承包的500海里海域，不料项目负责人却是我的情敌方哲。这洽谈收购海域，因我的狮子大开口而失败告终。方哲向星辰集团汇报情况后，约我再次洽谈收购海域事宜。佳佳他爸跟我说，你这2年对他们的确不错，每次看望他们都是带着东西嘘寒问暖的。基于这一点，我可以做出让步，毕竟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这才算是正常的谈判开局，哪能像你昨天一样胡乱开口要价？那你这次打算让利多少？一个海参棚10万，星辰集团按照490万的价格进行赔偿即可。10万太少了，相比起500万的高额赔偿款来说，这甚至连伤筋动骨都算不上。你还嫌少？我有2466个海参棚，一个海参棚让利10万，就能让星辰集团少放接近2.5亿的血。你知道2.5亿是什么概念？昨天财务部对你的要价进行了汇总，2466个海参棚，按照500万一个来算的，那就是123亿。这还只是海参棚，那片海域按照你要求的1平方海里5000万进行赔偿，总价值又是150亿，这2样加起来一共273亿。如果集团愿意拿出这么多赔偿款，那为什么直接换到其他地方？我觉得星辰集团不会因为这区273个亿而换址，那样对星辰集团来说只会得不偿失。在我看来，
星辰集团这一次的项目，主要原因是在港口建设上面，造船厂辞职。如果仅仅只是造船厂的话，的确在哪里都行，但港口不行。玉山村这里肯定是最适合建设港口的地方，星辰集团不会轻易动换址的念头，所以你就别拿这个来要挟我了。金小强，你知道我原先对你是什么印象吗？我金小强洗耳恭听，请方总直言。是人渣、窝囊废、烂鬼、赌徒。不光是你，所有了解我过去的人都这么认为。可今天我才发现，要看清一个人，真的是需要眼睛，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方兄这是来硬的不行，打算跟我来软的。我只是觉得，在陈家身上，我的竞争力度弱了许多。我劝你还是别再打陈家的主意了。陈家和轩轩是我最重要的人，任何感激于他们的人都是我的敌人。我奉劝你不要逼我变得残暴。如果你能听进去我的话，那在海域的问题上，我可以再让利1000万，1平方海域只要4000万。听到我的话，方哲狠狠倒吸了口凉气。如果1平方海里让利1000万，那星辰集团征用300平方海里的话，可以少损失30亿。难道在我眼里，陈家已经比30个亿还重要了？海域方面，你直接让利30亿，为什么海参棚上面就不能多让一点？哪怕是要加400万一个，你都能赚很多。方兄，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在海域方面让利30个亿，是建立在你不打扰陈家的基础上。这我恐怕做不到。公事是公事，私事是私事，你不要混为一谈。那好，我们两个都不提陈家。即便这样，我还是可以在海域方面让利1000万，因为佳佳他爸嘱咐过我，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你两清。至于海参棚那边，还是每个让你10万，你回去跟星辰集团汇报一下吧。这是我们的第2次谈判，如果还有下一次，可能就需要星辰集团的专业谈判团队出面了。收起你的那点小心思吧，这件事情我只会跟你方哲谈，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你要是做不了这个主，那也别联系我了，趁早让星辰集团换址吧。说完我就直接离开了，不再搭理脸色阴沉的方哲。显然第2次谈判又失败了。金总您好，我是秦怡，恒源猎头那边让我联系您。我一听立刻知道了对方的身份，那个市值300亿的长虹集团行政部部长秦怡。我让猎头公司那边联系对方，现在看来已经有了成效。你好，秦部长，不知什么时候可以见一面？随时都可以，金总随叫随到。秦怡长相与他的能力完全成正比，带着一股威严，显得雷厉风行，具有一股独特的气质。抱歉，选了一个就近的地方见面，因为凤凰制药刚刚成立，事情一大堆，有秦部长的加入，我也就能省心许多。我为什么选择跳槽？相信金总也知道。我想我们有必要先谈一下薪酬的问题。在你原先的薪酬待遇上面翻倍，年底有薪酬的20%年终奖，秦部长觉得如何？金总果然是个爽快的人，那我这里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秦部长还有其他信得过的行政助理，可以都拉到凤凰制药来，薪酬待遇一样不会差。我跟秦怡简单交代了一下几个公司的事情，便让他先行离开。一个集团公司需要成立多个部门，行政部有秦怡的加入，也算了却了我的一块心病。时光荏苒，韩长宇正式从特威国际离职，成功加入凤凰制药。工业园建设已经搞定了一大半，实验室则优先建造完毕。张狂带领着他从别的公司挖来的制药团队，已经投入研发当中。靳新贤正在联系各个演员进行《猫神记》的录制，云九君则陷入了疯狂的埋头创作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中快速发展。我和星辰集团的最后一次谈判也如约到来，而这次星辰集团请来了华国大区总负责人史林顿。关于玉山村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不过金总的胃口真的有些大了，还望在价格上面再做一次让步。1平方海里让了1000万，一个海参大棚让了10万，加起来30多亿的让利，还不够多吗？可是在这之前，我们甚至1分钱都不用多出。大家都是明白人，这些话就别说了，别浪费大家的时间。话是这么说，但过100亿的资金足以支持我们重新选址了。那看在方总的面子上，那我一个海参大棚再让10万，1平方海里再让1000万，2次加起来，相当于我让出了65亿左右的利润。两位意下如何？方哲脸肉一抽，史林顿投来的异样目光已经让他心跳加快。金小强这狗东西，明显是在给自己下套，让人怀疑自己跟他狼狈为奸，故意坑星辰集团了。金小强，去你大爷的！你放屁还要带出屎来！1平方海里3000万，一个海参大棚480万，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如果星辰集团能接受，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签约；如果接受不了，那我真的没什么办法了。这个价格不但是金小强的底线，也是星辰集团的底线。2次让利都是为了在谈价的时候有所余地，故意虚报价格罢了。方总，你觉得金总报的这个价格怎么样？这个价格倒是合理。如果星辰集团真的征用了玉山村，那还得等你把海参幼苗出苗之后，才能对那些海参棚进行拆迁。顶多1个月，我就会把海参幼苗全部都拉走。星辰集团也不可能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面就动工吧？那金总先在这里跟方总聊一会儿，我去跟总部联络一下，回来我们再谈。金总，你们先忙，我也去整理一下资料。2人离开后，我和方哲就大眼瞪小眼的互相盯着，直到半个小时后，史林顿和秦怡回来。如金总所言，星辰集团的确不会轻易换址，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不过我们必须要在凤凰海业6个股东全部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签字。那是自然。秦部长，你现在打电话让他们都过来吧。最终我们兄弟6个人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总征用海参棚数量2466个，320平方海里的海域，征用补偿款约210亿。我和兄弟们强先一步承包一片海域，高价贩卖给星辰造船厂，狂赚200多个亿。而全国海鲜养殖基地达兴市不但出现白线虫，还迎来一场百年难见的雪灾，海参养殖户哀嚎一片，不知多少人倾家荡产，海参价格疯狂暴涨。我们囤积的大量海参幼苗和干海参很快。诸位老总，60块一斤收购的600万斤海参幼苗，按照1000块一斤已经处理完，总收入60亿。干海参90万斤，每斤收购价平均2500块，出售价9800块，总成本为22.5亿，总利润为88.2亿。即便金小楚已经提前让财务部计算了很多次，但说起这些数字的时候，还是感觉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海参大棚一共2466个，人工加材料大约成本每个在20万上下，租赁土地1亩7万块，总成本加起来6.65亿。星辰集团征用的海域还有海参大棚的款项已经全部入账，总共为214.3亿。凤凰海业这次的总成本为33.1亿，总利润为362.5亿，纯利润为329.4亿。所有人都在此刻倒吸了口凉气，用30多亿的成本换回330亿的利润，放眼全世界，又有几个公司能够做到？要不是亲身经历，他们想都不敢想。看来这次投资收益还不错。说一下个人利润吧，我想个人利润才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按照持股比例来算的话，金总本次的个人利润为117亿左右，周总和洪总个人利润为58.3亿左右，韩总和向总个人利润为35亿左右，李总个人利润为23.2亿左右。沃红宁今年才26岁，就已经快要跻身100亿身家了，而且比我那天阳集团1年的纯利润还多。金总都已经突破100亿了，你在这里喊个什么劲儿？快60个亿了，韩哥，我就算是把这些钱放银行里面，每年也能有2个亿的利息。你给我老实点，税务问题都算进去了吗？干海参和海参幼苗的缴税款项我都已经预留到了公司账上，不过关于海域和海参大棚的征用补偿，我想问一下诸位老总的意见，这种征用补偿可交税也可不交？交，为啥不交？咱们都是良好市民，为国家做贡献，那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哥，其实做慈善也可以抵税，还名利双收，还有购车、全员年终奖等等，都可以合理避税。慈善跟交税，这两者是永远都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做慈善可以，可是如果用做慈善来抵税的话，那就违背了慈善这2个字所代表的意义。从现在开始，凤凰海业就要将这2者区分开来，该交的税我们要交，该做的慈善我们也要做。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我提议在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凤凰海业慈善基金，至于捐献多少，全凭个人意愿。你这话多少有点得罪人了，全凭个人意愿，那我们捐多少好呢？随你们的便呗，反正至少得捐个1800万的吧，不然都对不起我们手里这几10个亿。那你打算捐多少呢？至少你得考虑下我们这些赚的少的吧。周冲一时语滞，他倒是想多捐一点，毕竟他这次赚了接近60个亿，可韩长宇他们才赚了30多个亿，李宏远更少才23亿。按照纯利润的5%吧，重新开一个慈善基金账户，把慈善用的钱都打在这个账户上面，其他的款项扣除税金之外，再预留2个亿的资金在公司账户上，该给那些员工发奖金就发。我之前就跟杨艳提过这事儿，剩下那些，然后按照个人持股比例将利润分发下来。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花巨资建造的工业园正式完工，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和工业园。照常来说的话，这种工业园的改造成本应该在1个亿左右，但你这都花了快2个亿了，估计整个蓝岛市也找不出第2家。想让员工舒心的工作，除了给他们更好的福利待遇之外，还得有一个完美的工作环境。这个的确，像金总这么财大气粗的人，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人家都是先干活后给钱，你这倒好，先给钱后干活，还剩下120多万，我等下就让会计转到你公司账上。韩叔，我跟老韩啥关系你也清楚，剩下那点钱就不用赚了，当我孝敬您的。这可不行，一码归一码，我可不是在给你白出力，该赚的我都赚了，不该赚的我1分不要。我苦笑一声，也没再多说什么，自己不想欠别人的人情，别人又何尝想欠自己的人情。而在这段期间，张狂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研究特效感冒药，终于有了结果。金总，这是我们整个团队20多天来的研发成果，目前还在试药阶段，先跟您汇报一声。你还不了解我，我对这些东西一窍不通，你还不如直说。这算是半成品，我们请了12位患者进行了试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各4位，其中有10位在1天之内痊愈，对各类人群都有效。我记得你之前就说过，特效感冒药可以让感冒人群在1天之内痊愈。
我当时只是保守估计，特效感冒药的真正效果是1天，其实这种效果并不达标，应该说只是预期效果，而我的理想效果是3个小时之内痊愈，所以我才会称之为半成品。就算是这种半成品，如果面世的话，也足以震惊整个制药行业了。放手去做吧，我会一直支持着你。只见这时我的电话响起，秦怡打来的电话，好像有事要商谈的样子。金总，我已经联系了我表姐于小梅，她想跟您见个面。如果她有时间的话，那就让她直接到工业园这里来吧。在秦怡的引荐下，我见到了于小梅，还有她的丈夫谭工。此人在陵南集团市场部做风险评估，对国内国外的各大市场都有很深的研究。只听秦怡说金总年轻有为，我还真没想到金总居然会如此年轻。跟你这位全国会计大赛专业的第一相比，我算得了什么？我再厉害，还不是得给金总打工？这样看来，于总是决定到我这边来了。来的路上还有些犹豫，不过见到金总这工业园之后，我就没什么疑虑了。谭总这边，我说句实话，早就已经让恒源猎头过去试探你了，只是到如今为止，恒源猎头也没有给我关于你的消息。听金总的意思，我这岂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了？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相信以谭总的能力，必然可以为我凤凰集团开疆扩土，兵符百越。其实说起来，我今天只是陪我妻子过来看看的，万没想到金总做的这么大。我的工业园建造完成后，凤凰集团开始招兵买马。在行政部长秦怡的引荐下，我见到了2位前来投奔的重量级人物。只听秦怡说金总年轻有为，我还真没想到金总居然会如此年轻。跟你这位全国会计大赛专业的第一相比，我算得了什么？我再厉害，还不是得给金总打工？这样看来，于总是决定到我这边来了。来的路上还有些犹豫，不过见到金总这工业园之后，我就没什么疑虑了。谭总这边，我说句实话，早就已经让恒源猎头过去试探你了，只是到如今为止，恒源猎头也没有给我关于你的消息。听金总的意思，我这岂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了？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相信以谭总的能力，必然可以为我凤凰集团开疆扩土，兵符百越。其实说起来，我今天只是陪我妻子过来看看。那咱们来谈谈薪酬问题。据我所知，于总和谭总的年薪都在50万左右，6险2金。如果2位愿意到凤凰制药，可以担任财务部部长和市场部部长，年薪翻倍，20%的年终奖，紧急情况可以预支1年的工资。我只希望我对你们的真诚能换来你们的绝对忠诚。于小梅和谭工来之前听秦怡说过，金小强对他们是非常欣赏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会给他们如此之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这让他们在感激金小强的同时，也暗叹他的魄力之大，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最终签署了期限为20年的合同。等到2人离开后，我让秦怡汇报下我个人和凤凰集团的资金款项，因为接下来又需要一大笔钱。金总之前个人资金62亿左右，凤凰娱乐和凤凰地产各注入2亿，凤凰资本注入资金10亿，凤凰海业那边注入资金10亿，工业园拿地花了24亿等，总账目花费59个亿。目前凤凰制药账上还有5个亿，您的剩余资金在3个亿左右，很快凤凰海业就会入账110亿。也就是说，我现在还有113亿资产，而且还是流动资金。是的，金总，真不敢想象你这么年轻就已经跻身100亿富豪了。现在有了足够的资金，我为了建凤凰集团总部大楼的用笔，来到周家大院拜访周老爷子。凤凰海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交税就交了5个多亿，你现在可是蓝导师的那睡大虎了。能得到老爷子的夸赞，我金小强荣幸至极。不过话说回来，是国家给了我们这个平台，给了我们稳定向荣的发展，我们作为国家的子民，自然也要反哺国家。听说你们还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这笔钱打算怎么用？老爷子，不是我不相信官方，而是红十字会的手续太过繁琐，而且官方有官方的想法，可能跟我们的想法相悖，所以这笔钱就先放着，等有机会再拿出来用。你现在就有一个机会，让明理跟你细说吧。我听周冲说凤凰制药已经投入30多个亿，目前有没有好的产品？最近正在研发一款感冒药，目前已经略有成效。你说略有成效，那恐怕不是一般的成效，方便具体说一下吗？根据实验部那边的意思，现在只是半成品，已经在试药阶段。于是我就将张狂跟我说的特效感冒药的试药情况跟他们详细讲述了一遍，听得他们惊讶不已。你说的是真的吗？就这种药效还只是半成品，那真正研发出来之后又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我骗谁也不敢骗你2位啊，大概率会在3小时内痊愈，而且适用于各类人群。周文年深深地倒吸了口凉气，适用各类人群这几个字，就相当于代表全世界。他已经能够想象，这种感冒药面世之后，将会以何等疯狂的速度席卷全球了。老爷子，您先别激动，特效感冒药真正研发成功，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这种特效感冒药真要是研发出来，那以后还有国外什么事儿？看他们还如何猖狂！感冒只是最普通的病症，如果凤凰制药能够攻克白血病、尿毒症，甚至癌症这些医学难题，那我华国
才能真正的抬起头来。周叔叔，你放心，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有把握会成功的。其实就你刚才说的那种半成品药效，也足以笑傲全世界了。就算是我愿意现在将这款药品退出，我公司里的那位制药狂人也不会同意。我可能是从赚钱的角度出发，那位制药狂人就是真的从病患角度出发了。贵兴大桥那里即将改造重建，市里打算招商引资，出让土地会在10万平米左右。要不然您拉下这张老脸出去问问，看哪个企业愿意过来接手。贵兴大桥那边出让的土地，对是合建到总部大楼。不过大桥改造重建的话，连高速公路也得跟着重新规划，估计投资至少会在30亿以上，恐怕也没人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吧。我愿意，资本家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忙碌，老爷子和周叔叔还是别为难他们了，就让我来当这个冤大头吧。贵兴大桥的地理位置堪称蓝岛市绝佳，本身价值就不可估量，哪怕是大桥和高速公路的重新修建改造，我也可以对其进行承包。这样虽然是公司自费维修保养，但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就能让我赚个盆满钵满。要是关系不到位，就算再有钱，也接不到这种大馅饼。你先别着急，按照市里的规划，贵兴大桥和高速公路的改造重修，前期需要开发商进行垫资，这就代表着你至少要先拿出30甚至40个亿。除此之外，后期的保养维修之类的也都需要修建方自费，而且入驻到那里的企业年产值要超过50亿，交纳税额超过2亿，这是硬性条件。周叔叔放心，等特效感冒药研发出来之后，年产值起会只有区50亿，税额方面更不用提。凤凰海业最近就交了5个亿的税。关于这些，你现在也先不用考虑，至少得让外界知道蓝岛市有凤凰制药这么一个企业，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项目就由你自己来承担，别让凤凰海业参与进去了。周冲和向泽在凤凰海业都有股份，他们身份敏感，不适合这些。老爷子，那您可得亲自跟周冲说了，不然的话，那家伙又得埋怨我不带他赚钱。好像因为星辰集团入驻玉山村的项目，他刚刚才跟着你赚了几10个亿，这么多钱还不够他花的。我比他赚得多，还嫌不够花你？花钱如流水，说没就没了。现在市里成立了扶贫小组，由我带头，打算连同当地企业，明天到宜州省进行乡村扶持考察，为期半个月。你要不要一起去？这么好的做慈善和宣传企业的机会，我肯定去。那我回去准备准备。市里与当地企业一同前往贫困山区进行考察，这显然是打算让企业家们出钱做慈善了。这可不同于抵税之类的，这是给他们机会上蓝岛市、东邻省，甚至是华国的功德部。我当然不会拒绝，跟官方打好关系，商业之路才能畅通。我是一名20多岁的王者农药游戏主播，由于连续7天不停直播，意外猝死穿越成为一位无儿无女的62岁大爷。因拆迁获得100万存款和4套房产，却同时拥有3级糖尿病、5级脑血栓，外加癌症晚期，所有 buff 叠满，生命只剩最后14天。大爷，你终于醒过来了，虽然已经到癌症晚期了，但是还有半个月时间。医生，你还真是会安慰人，我能不能活着走出医院都不一定。你放心，如果你在我院接受治疗，保守估计还可以为你多拖延3天。去他大爷的3天，全身插满管子，就为了多活3天，我还不如好好快活几天，总比在医院里躺着等死强。大爷，能多活几天就赚几天啊，要不我给你开点药。算了，神丹妙药也治不好这病入膏肓的身体，等着死就完事了。于是我带着诊断书，缓慢地挪动全身酸痛的身体，决定把100万存款花干净，好好逍遥快活几天。走出医院后，我来到一家餐饮店，点了一碗98元的昂贵海鲜粥。吴大爷，今天喝点什么酒？再来点什么小菜？不喝了，以后再也不敢喝了。去刷卡吧。吴大爷，98元咱有必要刷卡吗？赶紧去刷卡吧，我肚子还饿着呢，晕的又得跑医院。服务员一阵无语，小小一碗粥居然要刷卡。就在这时，响起一道轻柔的女声：“金大爷，粥钱一会儿我给你付，你先走吧。”原来此女是金小强3个女租户中的护士白雪，而她则惊讶金大爷只是喝碗粥居然要刷卡。系统启动成功，宿主金小强，年龄62岁，死亡倒计时14天，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增加60天寿命，每让女租客惊讶1次，奖励寿命2个月。备注：奖励累积满2年，会有超级大礼包放送，请宿主努力活下去吧。我一阵狂喜，果然让我穿越过来，不是为了送我进小盒子里，获得1次奖励就能增加2个月寿命，自己岂不是就能返老还童，重新变年轻？雪丫头，真是谢谢你呀！我想跟你说件正事。大爷，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感觉你今天心情不太好。这是我的医院诊断书，大爷怕是活不了多久了。白雪身为护士，自然能看懂诊断书的报告，看完后惊讶不已。
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增加60天寿命，死亡倒计时134天。我激动不已，果然可行。如果再把诊断书拿给另外2个女租客看，岂不是120天寿命到手，日子不就好起来了？雪丫头，你真是个善良的姑娘，大爷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死。大爷，你都被疾病折磨成这样了，咋能还不死呢？孩子，我真是谢谢你，我就当你是担心大爷。大爷，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我看你太能坚挺了。没关系，大爷，我这个年龄什么都想明白了。不过大爷求你一件事。你是不是要交代后事？那个我才22岁，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你在乱想什么？我就是想让你替我保密，别告诉莎莉莉和于倩。原来是让我保密啊！大爷，你放心吧，你死之前我不会告诉别人。我真是谢谢你，你朋友还没来吗？我请你吃饭吧。白雪哪里好意思让我请客吃饭，不过却也佩服我生死看淡、谈笑风生的真汉子。告别白雪，我拿着医院诊断书，急忙来到另一个女租客于倩房间里找她。小鱼啊，大爷眼神不好，你帮我看看上面写了什么东西。于倩接过诊断书后，仔细看了半天，越看越心惊，癌症晚期，重度糖尿病，3级脑血栓。大爷这都能坚挺着不死。接收到来自于倩的惊讶，增加60天寿命，死亡倒计时194天。小鱼，诊断书给我吧，上面到底写的什么东西？大爷，没什么大问题，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不舍得买可以告诉我，我买给你吃。我心想小姑娘还是心地善良，不忍心告诉我真相，一定是怕我接受不了现实。好的，那我先回去了，以后你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找我帮忙。接着我又拿着医院诊断书找到第3个女租客莎莉莉，而她已经欠了我2个月的房租。大爷，那个房租下个月我一定给你，再给我1个月时间吧。你的房租免了，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跟你要房租的。你没开玩笑吧？真的要给我免房租？大爷该不是想要别的吧？你看我这样有贼心也无力啊，你帮我看看上面写了什么。莎莉莉还以为房东大发善心，看完诊断书后才知，原来是想用假诊断书来逼她交房租。金老头，我不就是欠你2个月房租，你用得着这么狠吗？你放心，明天我就把房租给你，要不然就后天。诊断书是真的，你再仔细看看，我犯不着用自己的生命来骗你吧。行，我知道是真的，我一定在你死之前把房租交上。我要去睡觉了，你赶紧出去吧。我被赶出来后一阵无语，事情发展怎么跟我预想的不一样？系统啊系统，我能不能换个女租客？系统已经绑定3名女租客，不能更换其他人。如果对方自行退租，宿主将减少1条获得奖励的来源。没想到系统也这么坑，我就不信在莎莉莉身上获得不了奖励。不就是在酒吧里趴火，老子今天晚上就去点你。我来到一家手机专卖店，准备替换手里的老年机，买一个高端智能手机来打王者荣耀。大爷，你是准备给孙子买手机吗？我们的智能手机特别先进，只是价格贵一些。你这姑娘怎么讲话的？我是给自己买。现在最好最流行的是哪一款？大爷你真舍得，这款就是目前最好的，价格8888元，性能顶呱呱的好。那就这款吧，给你银行卡，快点拿去刷，我还等着玩游戏。大爷你真的会用智能手机吗？咱们这个买完就不能退了，要不你还是买个老年机吧，结实耐用续航久。你是不是看不起你大爷？我玩游戏估计你还没出生呢。销售员还是第一次碰到下单这么爽快的大爷，往常大爷大妈买个110块的手机还要送袋米送桶油。销售员去刷卡后，我则点开王者荣耀游戏，一段久违的声音传入耳中。这时2个年轻人听到游戏声音，惊讶地走了过来观看。Triple kill, Pentakill。